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说天下，我是老梁。那么从改革开放开始到现在，这30多年过去了，那么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可以称得上旧貌换新颜，也越来越多的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这种认可。但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不都是我们想象那样光辉灿烂美好，而某些方面的形象呢，咱们可以说得上形象不佳，人家不认同你。哪方面呢？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控烟，就是控制烟草行业的发展，用我们老百姓话说就是禁烟。在这方面中国在国际上形象不佳。你看前两天11月15号到20号期间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在乌拉圭召开了一个全球控烟工作会议。在这次工作会议上呢，就一个叫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里边的具体实施细则呢，参与国展开了一个讨论。这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呢，是2003年的时候中国加盟，到现在为止呢，世界已经有171个国家，就大多数主流国家都已经加盟了这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吸烟危害健康，那么烟草行业如果蓬勃发展的话，吸烟的人越来越多，那么我们的健康谁来保护呢？有的人说，那我抽烟我愿意，我就喜欢抽烟，抽烟又不违法。你抽烟是不违法，旁边陪你抽二手烟的人招谁惹谁了？所以就是说，人的健康权高于你这个抽烟人的自由权利，也高于烟草行业的这种利益。那么这一点我相信不用我多说，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朋友，甭管你是不抽烟的还是抽烟的，你心里都会认可这个，就在全球范围之内对烟要控制，要控制烟草行业的发展，这是到现在为止世界上的一个共识。那么这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呢，171个会员国，我们2003年加入，然后2006年1月9号全国人大立法批准，就是我们最后这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生效。这不一晃到明年1月9号，这就是5周年了，加入这个公约。这个公约是每隔2年开一次会，这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组织的。那么这次呢，在乌拉圭开，可这次会上啊，中国这个代表团不怎么受欢迎。包括2年前2008年在南非德班也召开了一次这样会议，中国也是不怎么受欢迎。那次中国不受欢迎，还连续好多天被评为什么叫最脏烟灰缸奖。因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烟盒上面啊，没有把那个吸烟有害健康放到50%这么大的面积，也没有出示那些警示图片，比方说由于抽烟差点就熏飞了的肺部，咱没有这图片，就是一个吸烟危害健康，画一趟线拉倒。所以这个呢，当时在会上提出来的时候呢，咱们中国代表团还做了一些辩解，所以这个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一些控烟人士的反感，把这个中国代表团评为最脏烟灰缸奖。所以那一次2年前的那次代表大会上呢，当时代表大会提出，第一个要防止烟草企业影响公共决策，第二个烟盒上要至少50%的面积有警示标志，有图标还有文字，第三个禁止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烟草促销、烟草赞助。但这3条呢，中国代表团反对说我们中国有中国国情，烟草企业都是国企，没法按你那办。结果大家很反感。那么2年之后，这次乌拉圭这个会议上又提出来呢，要控制烟草里的成分添加，就甚至禁止烟草里添加成分，同时对烟草里有什么成分信息要向大众披露。这个呢，中国代表团又反对，而且反对的很强硬，说照这么搞我们企业都被搞死了，不符合中国国情。说总而言之，这次中国是勉强，最后少数服从多数嘛，同意了大会通过这个协议，可是并没有获得协议国的广泛赞赏。我说了，明年1月9号那就是我们加盟这个框架公约5周年，咱们有承诺，这5周年我们要实现什么？明年就要向世界展示。我们怎么承诺呢？到5周年的时候，中国所有的这个工作场所、公共场所，再加上这个公交工具，你比方说公共交通工具、大汽车什么这上面，
要全面禁烟，禁止吸烟。也就是说明年1月9号我们必须达到这标准。咱们每个人睁开眼睛看看你周围，做得到吗？你到商场，甚至到影剧院，到什么地方或者公开场所，你看看抽烟的人非常多。那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咱们别的方面打样事业做得很好，怎么这方面就不行呢？还是那两个利益。咱们大伙都知道，如果这个县或者这个地市有个卷烟厂，它保准是这个地方利税最大户。现在烟草行业的利税占我们整个一年就是财政收入的9%，你琢磨琢磨这是多大的比例这的。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控制烟草难就难在这个利益上。说为什么我们这几年都达不到人家烟草框架公约里提那些呢？这是因为它有一些提法恰恰触动了中国烟草行业的利益。咱就拿这个2年前德班那次会议吧。第一条说要防止烟草企业影响公共决策，恰恰中国的烟草企业全是国企，那国企影响公共决策在我们看屡见不鲜。比方说我们现在烟草叫专卖，有国家烟草专卖总局这个机构，这个机构跟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什么呢？是一套帮子2块牌子。这烟草专卖总局跟中国烟草公司其实是一回事。更为严重的是什么呢？原先咱们加入这个框架公约的时候呢，说哪个机构是履行这个公约，就是说我在国内我主抓这个控烟戒烟，是哪个机构呢？是工信部，那个时候是工业和信息化部。那么当时的烟草专卖总局呢归发改委管，所以说这两个不是一个部门。那么控烟有的时候呢还好办一点。可是2008年以后呢出现变化。我们说2008年年底呢，咱们搞了一个大部制，几个部委合并，把国家烟草专卖总局合并到工业和信息化部里边了。这烟草专卖总局的一把手呢成了工信部的党组成员，所以这一下子变成什么了呢？工信部相关的禁烟控烟的一些措施呢，基本上都是由烟草专卖总局去执行的。所以这个形成了一个什么后果呢？你想想，烟草专卖总局是卖烟的，希望这个烟呢能多挣钱，你让他去控烟，就等于你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好事都他一家的了。再一个，我刚才说那个烟盒上面要有明显的吸烟有害健康的标语和警示图标，这个咱们当时顶着，因为上头下来一看，世界卫生组一看，人家国家的烟盒，你看我去国外看过，那烟盒上面吸烟有害健康的下边是一个图标，这个图标是什么呢？经常是2个骨头上面架个骷髅头，表示死亡离你很近。再不就是熏黑了的肺，有的更甚的呢，把你哪个部位烂了，因为抽烟不好，搁在那上面，是我们承认看了恐惧恶心，可是这个效果不正是戒烟要达到的吗？所以为了能够警示大家，上这种图标是非常必要的。很多国家这么搞了，咱们明明承诺这个了，没实现。你看咱们烟盒全是名山大川，风景如画，你看这个东华呀，什么中南海呀，红河红塔山，不都是这样标吗？你写没写吸烟有害健康？有，根本没达到占30%到50%那么个地方，而且就画上细线，上写吸烟有害健康，胡言乱语。所以当提出这个时候呢，咱们的代表团振振有词我们就认为你往上搁那个熏烂的肺放到那，那是对大众的一种侮辱和不尊重，那是恐吓人。我们放名山大川，宣传我们民族文化，怎么的，如何的，振振有词。所以当时南非德班大会给了中国代表团一个最脏烟灰缸奖，我认为这个批评是非常中肯的。咱们现在为止，你看外头的烟盒上面，大家抽烟的烟民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占了多大比例？没达到。第三个，说这个禁止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这个赞助，这点咱们做的更不好。咱们的广告里头规定，广告法里规定，仅有5类的媒体不能登这个烟草广告，就是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什么这些媒体不能登，还有电影。可是问题是呢，咱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出了很大的差错。你比方说电影电视剧里头有一些细微的反映抽烟的，咱不禁止。有不少朋友看过《新上海滩》，黄晓明、孙俪演那个黄晓明演的那许文强，
眼看都快死了，还得掏出根烟抽来的，显得他英雄风范，特别潇洒，抽着烟，对青少年影响多坏。包括你看姜文拍的一些作品里头，总这么叼着个烟，英雄形象。这些咱们广电总局并没有发文明令的禁止，只是提出一些建议。为什么广电总局不能发这文？因为咱们立法层面没有完全对这个，就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对禁烟这方面立出相关的法规。所以你看这个广告，电视里头更是，咱们这广告法里呢还不禁止烟草企业的延伸，是电视里边没有直接做广告的啊，抽了我这烟怎么的，没有这个。但是你看全国所有大品牌的这个烟草企业都在电视台里有广告，他广告绕了个弯，比方说我这企业就是卖烟的，我呢再成立公司，我就说我搞房地产，我就说我搞这个搞那个，然后我经营范围扩大了，当然他的利润会100%来自烟草，那俩部门都亏钱他不管，这样往上申报我是综合的一个集团了，我不是光干烟草的。所以你看电视台里什么鹤舞白沙我心飞翔，什么利群为了什么美好的生活，什么大红鹰怎么地，基本上这就是烟草广告的延伸。所以说在广告这个层面咱们做的非常不好，尤其是你看那凤凰卫视那个栏目冠名，那些有名的栏目，什么芙蓉王什么什么，大红鹰什么什么，红河什么什么，几乎让烟草给包了，凤凰台就成了个烟草台。我对这个现象我很看不惯，你在这方面如果做不好的话，我认为愧对电视媒体对公众的这种媒体上的道德良心。所以咱们在广告这块呢不加多少禁止，不仅这方面，在这个促销这块咱倒是不让烟草的企业随便促销，那么但赞助这块不是，有的烟草企业很聪明，他努力的参加各种公益事业啊，什么母亲水窖我捐款，汶川地震我捐款，可是这个捐款你看起来是个好事不一定，由于他捐款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无形间使他的品牌效应放大了，使很多人就想抽他这个烟，甚至有青少年看了这品牌以前不知道，知道了呢我也抽烟。咱们中国现在 3.5 亿烟民，这是主动抽烟的，被动吸烟的还有 5.5 亿烟民，也从我们13亿人口得有9亿左右受烟草的这种戕害。你想尤其是青少年和一些女人现在开始抽烟了，这个问题很严重的。但是烟草企业它这种营销促销，它走深入了公益行业当中。好在呢我们全国控烟有一些专家，有些有识之士。2008年11月份的时候呢，咱们民政部主搞了一个中华慈善奖，就对于慈善事业当中表现突出的，当年不是汶川地震吗？结果呢有烟草公司就进到这里边去了，就是中国烟草总公司，就国家烟草专卖总局这边的，他就进到这里头的。进到这里头之后，这些控烟人士坚决反对，最后呢逼着民政部呢把这个他的获奖资格取消了，而且也规定今后烟草企业是不能入选中华慈善奖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转过年2009年7月份的时候呢，这些控烟人士又召回上海世博局，就办世博会这个机构。当时世博会呢，中国馆我们都知道，中国馆的建设资金里头有2个亿来自上海烟草公司的捐赠，就是出中华那家，中华咱们都知道这烟牌子很有名，捐了2个亿给世博会建中国馆。这样在控烟专家的这种建议之下，社会呼吁下，世博局呢把这2亿的钱退给烟草公司。为什么？人捐助中国馆，中国馆就有它的标志，说你要捐助行，你捐助不留你的标志行不行？他又不干，企业行为吗？这是。所以那么你搞的这种捐助就不能让烟草企业占，你这里有利益的共享的成分，所以最后呢把这笔款退回去了，这是个了不起胜利。当年不还有济南那个11运会吗？全运会也在烟草控制人士的关注之下呢，全会组委会退掉了6家烟草公司的捐款。所以说这些呢都是我们社会上的控烟人士在这方面做出积极反应。所以这一点呢，世界卫生组织呢也在这个利益的问题上呢也盯着中国政府，看你做的怎么样。
烟草广告促销与赞助模拟听证会12号在北京举行，法学专家、政府官员、普通烟民以及烟草企业的代表共20多人，就烟草广告的危害及全面禁止烟草广告的立法问题进行了讨论。著名控烟专家吴一群教授呼吁，应该严格禁止烟草企业冠名希望小学和贫困助学金。那么我刚才说这3条，这还是2年前的德班会议。这次为什么中国这个代表团声誉又不太好呢？很主要原因，这次不提出来控制烟草添加成分吗？什么意思呢？现在中国这个不多，世界范围你看加拿大、美国呀，美烟那个烟呢，经常里头你一抽有果味儿、有巧克力味儿、香草味儿，这个很受一些女士欢迎啊。这里头添加这种成分，烟草业的影响不就扩大了？所以这次开会要禁止在烟草里添加一些有吸引力的成分，这个中国代表团又坚决反对，而且反对态度很强硬。有人说，这个中国现在我没看到哪种烟有果味巧克力啊，为什么中国代表团这么反对呢？咱们提出理由说，我们中国国情你得一步步来，要不企业都搞死了。这话背后潜台词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啊，有没有烟草添加成分？有。你比方我记得是，你像这个中南海这牌子、金盛这牌子，都出过那种烟，里边呢添加中草药。咱们仅有是不到1%左右，烟草里头添加了中草药。说你不到1%，你那这么强硬反对这干嘛呢？最严重的事就在这儿，因为烟草专卖总局主持的控烟工作，它的出发点，第一个是不影响生产和销售，该生产该卖挣钱。我通过什么来控制烟呢？我往里加这个中草药成分。所以中国这个烟草专卖总局控烟是什么词呢？叫减害降焦。就咱们经常有时候看烟盒上写焦油含量低什么的，说降低焦油含量，其实这个是骗人的。为啥呢？焦油含量一低，你就不愿意抽烟。咱们有的人你只要抽烟袋啊、烟斗，有的时候没烟你都愿意闻味儿什么，那么这转圈叫烟油子嘛，那里就含有大量焦油，抽那样过瘾。一旦焦油含量低的，到我不爱抽了。而且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证明，焦油含量高与低对人体的危害差不了太多，所以这实质是骗人的。减害这块呢，减害降焦嘛，减害什么？烟草专卖总局说，我里边给你加上中草药，把你的成分中和了，就不那么有害了。这其实跟什么一样？跟你抽出毛病来，有病买药，和我前面就把药搁里头，不一回事吗？所以这一点，如果要禁止烟草里添加成分，一下子就把烟草专卖总局所谓控烟最有力的措施给堵死了。你只能降低生产、降低销售，但利益受到侵害。所以有人说，现在中国参加这个烟草框架公约的代表团是代表烟草企业利益的，我认为这话说的不假。那有人说这个控烟就那么难吗？啊，中国政府为什么现在不努力呢？有的人说不是中国政府不努力啊，老百姓不干呐。你讲我是烟民，凭啥你不让我在这个地方抽烟啊？我有我的自由啊。确实，吸烟人的自由和不吸烟人的健康之间孰轻孰重，这个咱们大伙都清楚。但问题是呢，它是现在生产烟和消费烟在我们国家不是违法的行为，那么不是违法行为，你就得给这些人开辟一个空间。所以说这个事儿在社会争论是很大的。那人抽烟的人就该死吗？啊，哪儿也不让抽，我憋死算了，对吧？他也有他的自由。怎么看待这问题？这个是一定得随着社会的进步，在道德法律层面，大家的素质提高才能。你就说香港原先也有过这时候，抽烟的人抽着烟，我凭什么起烟？你们这不对，大家争论的很激烈。可是社会放开争论了那么几年以后，包括一些吸烟的人都认为禁烟有必要。为啥呢？大家讲究，中国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咱们有不少男同胞戒烟是怎么戒的？家里老孩子反对，说你在这抽烟，在家里头我们都跟你熏着，我们都熏出病来了。你想自个儿老婆孩子别危害他们健康了，戒了吧。你能疼自个儿老婆孩子，那别人的老婆孩子就不是老婆不是孩子了。咱们要提高自己的素质，就从这儿开始。
我抽烟不危害自个儿家人，你就危害人家家人吗？所以这种意识随着我们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这个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甚至一些抽烟的人都同意戒烟。另外呢，有些娱乐场所，比方饭店不让抽烟，有人不来了，这饭店老板反对这个。时间长了，香港的老板就发现了，咱们说中国人讲的饭后一支烟，快似活神仙。吃完饭习惯的叼上一根，这样在饭店里边吃完饭抽烟就得半天功夫，一禁烟了不让抽烟了，吃完饭也不抽烟，马上走了，一走省时间了，人走了新一波来了，翻台率高了，他倒挣钱了。所以说一点一点大家就接受了禁烟，这个香港现在就搞得不错。2004年，爱尔兰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所有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国家。2006年，英国100%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目前，加拿大7个省和地区全部禁烟。2007年，香港所有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未来将有更多人受到无烟法规的保护。所以我们现在呢，其实社会已经发展到了那种文明素质足够支持在公共场所禁烟的时候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们政府迟迟没有立法说这个事儿呢？我认为里头有强大的利益驱动，就是我前面说的，烟草行业带来巨大利益，9%的财政收入没了这块怎么办？尤其地方政府指着这个烟草当利税大户的，咱们也知道以前全国利税大户多少年都红塔山那一家卷烟厂。所以这个利益咱有时候咱政府舍不得。有人说那也不对，政府不得为老百姓服务吗？这话你得怎么看？只有受监督的政府，他才100%的能为老百姓服务。所以这一点呢，咱们一定要认清，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好人政治的问题。什么叫好人政治呢？西方好多国家设计先假想政府是坏人，我要用制度约束他。我们有时候是先假想政府是好人，这官肯定就得为老百姓服务。要如果都那样的话，中国就不会有贪官了。所以这好人政治有个危害，你先假想他一定会为老百姓服务，一定意识形态是先进的，一定为人民服务，那么他的权利往往不受监督。那么怎么样规范他呢？就需要在政府之外给他加上一个壳，加上人民群众的监督。在体制内对他监督还不够，体制外也要有强大的监督政府权力的力量。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公民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意识，我们的政府是需要监督的，只有经过监督的政府，他才有为老百姓100%服务的这种冲动。最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就是 CNN 做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评选，评选世界10大爱喝酒的国家，结果咱们中国呀排到第2，天下第2爱喝酒的国家，排第1的是英国，往下什么俄罗斯、韩国呀、德国呀、澳大利亚等等。但是中国排到这个榜上，我个人觉得名不副实。为什么呢？中国人喝酒的倒是不少，但是爱喝酒的人到底能有多少呢？他们真的就爱喝吗？咱们针对这个榜单呢，首先得有一点说清楚了，爱喝不等于能喝。这个榜单上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指着说呀，这个国家人呢喜欢喝酒。所以你看人家这榜单上就说了，说中国人呢有个大事小情、婚丧嫁娶的，都愿意在桌上喝酒，甚至为了一些名酒一掷千金买回酒收藏去，而且喜欢这种烈性白酒、蒸馏酒，这作为爱喝的一个理由。他也把这一点呢放大。你看啊，英国人、德国人爱喝酒，站到道边上，这都有那个自动售酒那机器，你把这个钱币投进去接一杯，然后自个儿就喝上。我去这个国外看过那足球，就是嘛，那个球迷啊，好多人看之前看之后拿着杯在那喝。德国更是，那喝啤酒的人太多了。就是我说这一点，爱喝和能喝它不是一回事。你要真讲能喝，它有个指标是什么呢？就是人均一年消费多少酒精。另外有个榜单，世界上最能喝的，就人均消费酒精最高的国家是摩尔多瓦，第2是捷克，第3是匈牙利，第4俄罗斯。中国连前10都进不去。也就是说中国人均
消费酒精量并不高。就中国人，你要说他爱喝也好，他不能喝。整体消费的量，你咱最起码往北说，我们老家这黑龙江经常能见着俄罗斯人，确实比中国人能喝，厉害。所以首先第一个，爱喝不等于能喝。第二个，真的就爱喝吗？我看也不是。那种爱喝，我就见到英国人、德国人，那是真爱喝，那把这个当饮料，天天就高兴，把这个当人际交往的方式，俩人站到那会儿就喝上了，一个人也在这喝。中国人不是，中国人极少有一个人喝酒。一个人喝酒有两类人，一类是呢，那真是爱喝的，就甚至都酒精依赖了，我一顿不整点我都难受。还有第二类啥，借酒浇愁，一个人喝，这样人容易喝多，明明就喝一杯呢，2杯。那邓丽君唱吗？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又来了第二杯吗？就伤心时候，这才有一个人喝酒。绝大多数中国人喝酒是什么状况？说大伙凑热闹，哎，有人陪着你了，整两盅，或者婚丧嫁娶这事了，啊，升迁了，娶媳妇了，怎么着，凑到一块儿咱喝吧。而这种场合，很多时候咱们喝酒是为了助兴，就是我也不爱喝这玩意儿，但是大伙都举杯，咱就助个兴吧，凑个热闹吧，这个非常常见。还有的压根就不爱喝，甚至都喝不下去，逼得没招了，求人办事喝吧，领导说你给我挡一杯，喝吧。逼得没办法了，让人劝的不喝不行了。也就是说，中国人喝酒的时候非常多，但是真爱喝酒的不见得有那么多。所以我说这个榜单呢，光看表面现象，说中国人你看啥事都在一块喝酒，你以为就爱喝酒吗？有相当多数让人给逼的没招了。而且咱们说，但凡爱喝酒的国家，它必有酒文化。对这个酒文化能够吃透到什么程度，决定你这个国家爱喝酒的程度。说你说的玄乎，那酒文化是啥？我给你说点事儿吧，你就知道这酒文化是什么。首先你要喝酒，我得问问你，这酒怎么来的，你知道吗？谁最早造的酒？中国人。我估计喝酒的人大多数不知道怎么回事，尽管是传说，你也应该知其一二。酒呢有2种说法，有一种说那不是想当年杜康造酒，刘伶醉倒刘伶整3年，刘伶后来还成了上方的酒仙吗？有人说杜康刘伶，还有说我记得史书上记载过吗？大禹命夷狄造酒，就大禹治水那大禹，哎，他就命令下边有人叫夷狄，这夷狄据说就中国人的酒神嘛，他造酒。哎，这是几种不同的说法，在这里头有些传说很有意思。你比方说刘伶，魏晋时期竹林7贤之一，平生嗜酒。刘伶醉酒的故事，至今仍是舞台上的经典曲目。刘伶呢，他老婆看不惯他喝酒，说你把酒戒了吧。结果刘伶呢上香了，敬的是酒神，还做了几句话啊：天生刘伶，饮酒为名，妇人之言，甚至莫听。甭听他，我该喝我的。刘伶酒神喝多了以后，往屋里一躺，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这朋友一进这屋一看，哎呀，你这太不雅了，穿上点。刘伶说穿什么穿呢？大地是我的席子，这老天就是我铺盖，哎，这房子那就是我贴身的被窝，我的裤子。喝酒放浪形骸，自古以来文人无形，有这传统。咱们再说这酒怎么来的？你看这酒字3点水，这边是一个子丑寅卯，这个酉，这酉字说这念酒，这酒怎么来的呢？这咱就说到另一个传说。杜康是谁呢？杜康是夏朝的第5个国王，夏朝开国国王夏启，哎，就是大禹的儿子，哎，这个杜康呢等于大禹的重孙子的孙子，这么个辈儿。那么呢，杜康是怎么造出酒来的呢？说有一回啊，杜康到这粮库去看，结果那天天降大雨，这个粮库啊就渗水了。这水啊，雨水渗进去呢，跟粮食混到一块儿了。我们都知道造酒那不就水和粮食吗？结果发酵了，发酵之后呢，就从这个粮仓的缝隙上流出来一些液体。杜康一看这什么玩意儿，拿个碗接了一碗之后呢，喝一口，哎呀，
浑身发热，哎呀，这怎么这么舒服啊？晕晕乎乎的，再来一碗。结果最早这酒把这个杜康喝醉了，等杜康醒了之后，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喝，再接点，再接着他就琢磨明白了，哦，水跟粮食和一块儿能出来这个东西，可是一咂摸这滋味呢，总觉得少点啥。说这东西要是弄好了，你看这就天然发酵的，咱们要人来做它，是不是就会更好呢？他琢磨这事，结果晚上呢，菩萨给他托梦，说呀，你呢，搁这个水和粮食，以水为源，以粮食为料，泡到一块儿。你等到第9天头上的酉时，就晚上呢5点到7点，你呀站到路口呢，等着这个时辰过来的人，你找3个人，让他们呢各给你挤一滴血，滴到你造这个液体里边，哎，你最后就成了，就好喝了。结果杜康醒了一琢磨，真的假的？照着来吧。哎，把水和粮食弄到一块发酵，等到第9天头上5点到7点这时辰，5点钟他就站到自己住这地方了，找一个十字路口啊，等人来人往。哎，这时候一看不远过来一个人，是个书生，摇头晃脑的，哎，在那吟诵啊。哟，说你这听，说您点事儿。杜康就一五一十啊，把这事儿说了。你看这啊，你要造一种饮料是吧？那我得乘人之美，没事啊。这书生就把手指划破，挤了一滴血，挤到他这个液体里头了。又等了一会儿呢，哗楞哗楞，马铃铛响，一看前面呢，雄赳赳气昂昂来了个武夫将军在马上。哎，将军您站下，有个事儿跟您说。一五一十说一遍，好事啊，我愿意来。撸胳膊挽袖子，也把这食指划破，挤一滴血滴里头。这俩人碰上了，这杜康在这等第3个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眼看呐就到7点了，这酉时就要过去了，这不灵了吗？实在没办法了，一回身，哎，身背后有个要饭的傻子啊，呲牙咧嘴冲他乐。行啊，这管怎么这也是个人，把这傻子拽过去，不由分说摁到那儿，把手指划破，也挤一滴血。哎，书生、武士、傻子3人的血滴里头了。然后果不其然，到晚上再开锅酿制，再一闻，再一喝，哎呀，鲜美无比。说这东西叫什么呢？3个人的一滴血啊，每人一滴，3滴3点水。酉时找着的，这边再搁个酉吧，哎，这字出来了，3点水搁个酉字，念啥呢？啊，第9天发酵而成的，那就念9吧，就这么着9这字才有。啊，这故事不算完，你接着听我往下说。酿出来之后呢，杜康给大伙喝，哎呦，大伙都觉得好喝。可是这东西喝多了呢，有的人就晃了晃荡，什么样就有了。这时候大家才想起来，为什么文人、武士、傻子3人各一滴血滴到酒里，喝酒的3种境界。刚一上桌，端起杯来，你看文质彬彬的，出口成章，这是喝酒那第一滴血起作用了，书生的血，文质彬彬，出口成章吗？等酒过3巡，菜过5味，这话也唠开了，关系也到了。哎呦，撸胳膊挽袖，大哥，你可得干了！在这3、5天下雨雷对雷，诛仙阵交锋锤对锤，英雄好汉喝酒就得背对背干。这时候什么？武士那滴血发挥作用了，武将嘛，大马金刀，撸胳膊挽袖子。再往后喝多了，舌头也长了。大哥，你这酒你要喝下去，我管你叫爹。你看，胡言乱语了。这就是傻子那滴血发挥作用，所以这是喝酒的3种境界。你看我刚才说这些呀，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观众朋友一听说这老梁挺能扯啊，还弄出这么些说头来，这就是酒文化。他其实等于含蓄的告诉你啊，咱们喝酒啊，喝的彬彬有礼最好。撸胳膊挽袖子要实在人没外人也行，可别喝到最后喝多了。你看他这里有道理，这就是酒文化。千年的酒历史也造就了我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一碗浓烈的酒酝酿出了义薄云天的英雄豪气。《三国演义》中关羽温酒斩华雄，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当时袁绍率18路诸侯讨伐董卓，虎牢关守将华雄一连斩杀联军多员大将。此时身份低微的关羽主动请缨，小将愿斩华雄之首，献于战家。壮哉！拿酒来。云长，饮此热酒，以壮胆气。有且放下，我去便来。当关羽提着华雄的人头回到军营时，那杯酒仍是温的。关羽从此名震诸侯。中国古代的不少文人都对酒情有独钟。诗人李白的作品中有170多首都是与酒有关的。在许多历史传说中，酒也成为不可或缺的元素。咱们看武侠小说，看《笑傲江湖》里头有一段叫祖千秋论杯。祖千秋呢是个文武双全的这么个穷酸文人。这祖千秋呢碰着令狐冲了，就说这喝酒啊，你不能把这酒喝瞎了。这不这有多种多样酒吗？又是米酒啊，这又是花雕啊，又是高粱酒，又白酒啊，这各种各样酒。不同的酒啊，得用不同的杯喝，要不就喝糟蹋了。说梨花酒搁什么喝呢？梨花酒搁翡翠杯。用白居易有首诗写：红袖之绫夸世叶，清奇古酒衬梨花。卖梨花酒的时候，上面挂的是青旗，清脆清脆的，衬的这梨花酒格外精神。你搁翡翠杯喝梨花酒，相得益彰。说这百草美酒啊，采集百草进到酒里边成的。人呢未饮先醉，这得搁什么？搁古藤杯，能够增加他这种骨气。说这米酒虽然这个味儿不错，可是有点甜，不够豪爽，得搁大斗喝，端起来啊，这才显得豪爽。说你这个葡萄酒得搁什么？得搁夜光杯喝，这叫什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岂不快哉？这是祖千秋论杯，不同的酒用不同的杯。你看这是不是讲究？还有关喝酒的各种传说，什么这个青梅煮酒论英雄啊，武松3碗不过岗，这解完岗喝18大碗。其实这个呢，它并不是我们说的白酒，在很早就是果实啊、粮食发酵，这基本都是黄酒、米酒，一直到北宋时候才发明了蒸馏酒，北宋以后才有白酒。所以咱们了解到的，像武松、曹操他们喝那酒，像关云长温酒斩华雄，那都是黄酒、米酒。和武松18碗没事，现在有这量的人也不少。他要白酒18碗，那佩服他，那人家就简直就不得了了人。所以我刚才说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中国的酒文化。你要把酒文化吃透了，细细品这酒，能品出刚才祖千秋那些东西，或者平民百姓聊天也能把酒上说出个子午卯酉来，这算你爱喝酒。可是中国人真的爱喝酒吗？我刚才说那个有太多的陋习。这酒本身醉翁之意不在酒，酒以外的东西拿进来太多，面子呀、人情啊。咱们老百姓有时候也是啊，喝酒要个面子，菜叫那么多，造成浪费。而且喝酒非得尽兴，一尽兴矫枉过正就得喝多，这一喝多，酒后误事、酒后无德、闹事的比比皆是。醉酒后寻衅滋事、冲动下实施暴力的案件屡见不鲜。据相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因酗酒肇事立案高达400万起，1/3以上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车有关。据卫生部门调查，全国有超过2000万人酒精成瘾，酒依赖患病率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酒依赖已然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所以你看，新的形势下，咱们中央带头了，就对于这个酒桌上这些陋习啊，中央肯定要管一管了。那么相应的，它就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中国的白酒行业。你看，我注意最近呢，白酒的股票啊，有2个变化非常引人注目，有2次股票大跌。第一次白酒股票大跌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咱们要有一个这个8不准，然后中央军委呢推出这个禁酒令。在这个之后，白酒股票咵跌下来了，
在第二次跌呢，就是我刚才说李克强同志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三公消费只减不增，第二天白酒股票咵又跌下来了。现在白酒行业有的专家就提出这么6条，提得非常好。他说中国现在白酒行业呢是发展过热，产能过剩，价格过高，竞争过度，厂子过多，出国过少。我觉得这6个过算把现在白酒行业的乱象说得非常清楚了。我倒觉得中国眼下这个白酒它急切需要开拓新的市场，出口这市场咱们说实在的要跟进口的酒比，咱们出口量太少了，相反进口的酒却多， XO 人头马等等等等。中国起码也应该有酒的奢侈品牌，茅台、五粮液都可以做酒的奢侈品牌，同时也不要就高端，相应的配套着向中低端发展没有害处。因为毕竟中国酒的消费市场，民间的消费市场依然很大，在这里边大有文章可做。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本期话题：曾国藩为什么不造反？中国历代的皇帝对兵权都十分忌讳，为什么呢？因为拥有兵权呢，就等于拥有了造反的资本。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上很多手握重兵的大臣，在羽翼丰满的时候，常常选择造反，自立皇帝。最典型的就是北宋这个赵匡胤。当年周世宗、柴荣在位的时候很器重赵匡胤，让他带兵跟南唐打仗。赵匡胤呢，也不负盛望，屡建战功。于是柴荣在病重的时候呢，就任命他为殿前都点检，掌握殿前禁军。殿前的禁军呢，包括皇家护卫队跟首都警备队，这个权力可以说相当大。柴荣死了之后呢，他儿子柴宗训继位。这个柴宗训呢，只有7岁，可以说啥都不懂，所以赵匡胤实际呢，就掌握了大半的兵权。当时宰相范质不知道从哪儿听来消息，说契丹呢要联合北汉呢南下攻打后周，所以急忙派遣赵匡胤应战。赵匡胤说不行，我呀兵少，不能出战。范质呢只好临时授予赵匡胤的最高军权，来调动全国兵马。这样呢，赵匡胤实际上是把全国所有的军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了。而这个时候，他就动了造反的心思。所以他在离京的时候就放出消息，说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他不是殿前都点检吗？意思是呢，从军队离开那天开始，赵匡胤就会被立为天子。其实这是呢他传播谣言，但是这个谣言一经传出把朝廷内弄得人心惶惶。在大部队呢走到陈桥驿的时候呢，赵匡胤就收到朝内大乱的消息，他觉得时机成熟了，就先把朝廷搞乱了。这时候就此发动了著名的陈桥兵变，说黄袍加身，其实不是黄袍他也没说提前呢把黄袍都做好，就是他下边人拿一面黄色的旗盖在赵匡胤身上，反正黄色呢就皇帝的颜色呗，所以由此衍生出个成语黄袍加身，发动政变获得成功。赵匡胤呢就这么造反成功了。可以说呢，他为什么要造反呢？有人说你不废话吗？那当皇帝那多大的权力那一般人经不住这个诱惑呀。可是这么大的诱惑，在有的人眼里毫无吸引力。这个人同样手握重兵，一直没有造反，甚至为了自证清白交出兵权，在人生巅峰的时候激流勇退。这个人就是被多位了不起的领导人奉为人生偶像的大贤曾国藩。说曾国藩怎么说激流勇退呢？1864年的时候呢，曾国藩攻陷南京，打败了太平天国，迎来了权力巅峰。当时曾国藩呢担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这都是好的位置不说，两江总督那是等于大清最有权力的总督，最有钱的总督。两江地区就是大清的钱袋子，而且这时候曾国藩手握30万大军，制约江苏、浙江、安徽4省还有江西4省的军事大权。那个时候满清的八旗军队根本无法跟这个曾国藩手下这个军队抗衡，而且这30万大军那是刚刚跟太平天国打完仗的，士气正盛不说，战斗力极强。
所以当时曾国藩手下的湘军势力非常庞大，全国8名总督，有3名是出自湘军，全国15名巡抚，有7人属于曾国藩这一系。可以说这时候的曾国藩掌握着大清的半壁江山，他拥有这么大的势力，想要挥师北上啊，拿下北京，他自立为皇上啊，应该说难度并不大。当然他自己自立为皇上之后呢，攻下北京呢，再怎么维持一统江山，维持全国天下，这另外一回事。但他当时他要灭了大清，应该问题都不大。而且那个时候大清确实也已经病入膏肓了。那么曾国藩为什么没这么干，没造反，没有自立皇帝呢？咱们今天来仔细给大伙研究一下这其中原因。首先第一点呢，主观上原因是曾国藩压根就不想造反，他心里就排斥造反。为什么呢？因为曾国藩打小受的是儒家思想教育，中国从汉朝开始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确立了一整套以儒家思想为价值尺度的道德标准。核心就这3纲5常。3纲呢，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意思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5常呢，仁义礼智信。仁呢是恻隐之心，义是责任担当，礼是恭敬谦逊，智是明辨是非，信是忠信诚信。那么当时的读书人呢，从小就受这种思想的熏陶和约束，一旦入仕当官忠君爱民就是基本准则。所以曾国藩这样的人呢，是不会轻易背信弃义、拥兵造反的。当时曾国藩周围的人不止一次劝他造反做皇帝，都被他拒绝了。我说这不止一次，这可不是说2次3次，那多了去了。第一个向曾国藩提造反的呢，是一个叫王凯运的书生。当时曾国藩的湘军才成立不久，王凯运毛遂自荐，然后就推荐自个儿说，我可以帮你干什么呢？帮你当皇帝。曾国藩一听这个呢，就说吧，说我呀，终极目标我想做圣贤，不想做什么枭雄，更不想做皇帝，拒绝王凯运的建议。谁知道王凯运不死心，没过2年又来了。这时候曾国藩呢，已经是被任命为2江总督。王凯运跟曾国藩一见面呢，就开始给曾国藩洗脑，说这当皇帝好处。他还拿韩信的例子吓唬曾国藩，这你韩信多大功劳啊，当年就错失废刘邦自己当皇帝机会，结果死在未央宫了。曾国藩见王凯运呢，这引经据典，说的唾沫星横飞。曾国藩微笑不语，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写字。等曾国藩走的时候，王凯运在桌上一看，上面写着荒谬2个字，这曾国藩压根没拿他说当回事。这王凯运算是开个头，打那之后一波又一波人不断向曾国藩提议造反。就在1861年8月，咸丰皇帝驾崩，慌乱之下呢，当时就6岁的载淳，就同治皇帝登上皇位。慈禧随后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可以说整个大清朝这时候属于这混乱和动荡当中，何况呢里边这样，外头还有这太平天国这事儿呢。这时候湘军将领叫李元度，他审时度势，就写了个纸条交给曾国藩。曾国藩一看呢，纸条上写着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意思是呢，同志没有做皇帝的能耐，你可以做，你是有真本事的。没想到曾国藩当场跟他翻脸，说你呀，这是把我往那荆棘丛里赶的，你是把我往火坑里推的。后来湘军打败太平军之后呢，军中上下士气大振。有这么一天呢，曾国藩弟弟曾国荃，他9弟曾国荃带着30多名湘军将领来到曾国藩军营，就想说服曾国藩，这时候哥哥你得学赵匡胤黄袍加身。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但曾国藩一句话没说，就在那写字。写完之后呢，他交给他弟弟曾国荃，二话没说出去了。曾国荃拿过来一看呢，上面写副对子，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就我这些年呢，大风大浪经多了，我见到那繁华呀，人生的名利呀，那对我来说都不是个事儿，我见太多了。而我心中向往的呢，依旧是高山流水。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你看，所以这是曾国藩表明自己的心迹了。当时众将领都觉得曾国藩不造反实在可惜，就连左宗棠也是这个意思。当时左宗棠给曾国藩当幕僚，给他递过纸条，纸条上写着呢，神所平移，将在得意，鼎之轻重，斯可问焉。左宗棠这条意思上天神明会在有德之人当中选择个统治者，现在夺取天下似乎可以试一试，
当然这话呢，你要说这个劝曾国藩心有大志，平定天下也是，说劝他造反也是，反正总之挺模糊。曾国藩看完之后啥也没说，把这16个字改了一个字，变成神所平一，将在得意，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你看原来是4可问焉，他答未可问焉，就是夺取天下这事儿不可以尝试，我是不能尝试。那更令人意外的是呢，当时打败太平军，太平军的忠王李秀成被曾国藩抓住了，当时表达过，就说我可以拥立你曾国藩当皇帝，我愿意带着我的旧部跟你一起干。可见当时啊，无论是自己方阵营还是敌人阵营，对曾国藩都十分看好。但这些话曾国藩呢都没听进去，因为他对自己情况啊再了解不过了。他除了自己根本就不想造反以外，还有外因。他认为这湘军内部存在很大问题，你贸然造反凶多吉少，所以除了主观上不想造反，客观上呢，曾国藩对这些事认知很清楚。你看曾国藩手里虽然握着30万大军，但真正的嫡系部队，就他完全能指挥动的啊，为他可以说出生入死的，也就是5万人，1/6。其他士兵呢，都归他自己手下将领支配。你看打仗杀敌打太平军的时候可以万众一心，但真要造起反来就不一定了。因为当时其他各部将领呢，跟着曾氏兄弟也多少都有点矛盾，尤其是打败太平军以后呢，这矛盾就更激烈了。其中最让曾国藩遗憾的是，他跟左宗棠的决裂。左宗棠呢，曾经是曾国藩的核心幕僚，两个人不仅都是湖南同乡，而且年龄相仿。曾国藩呢出道早，多次提携左宗棠，左宗棠也在危难之时救过曾国藩，所以两个人呢惺惺相惜，都是大才，说是知己呢也毫不为过。可是让人想不到呢，这样患难与共的两个人，在打胜仗之后啊，这关系突然决裂了，甚至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这是湘军攻克南京之后呢，曾国藩马上向朝廷啊报这喜讯。可让他没想到的是，朝廷不仅没表扬他，还给他劈头盖脸一顿训斥。什么原因呢？原来曾国藩呢率湘军攻陷南京的时候啊，洪秀全的小儿子叫洪天福，趁乱就逃出包围了。曾国藩就挺自信，说一个小孩啊，这在战乱当中他上哪儿活去？所以他向朝廷汇报说，想当然就汇报说洪秀全这小儿子已经死了。没想到这事出岔了。洪天福在残留太平军的保护之下呢，不仅没死，逃出南京，还在别的地方折腾，要接着打。左宗棠知道这消息之后很气愤，他觉得曾国藩呢是为了邀功说了弥天大谎，就是他呢觉得曾国藩这是等于有别的心思，所以他当时没有找曾国藩对峙，而是越级上报给朝廷。结果这直接导致曾国藩呢被朝廷训斥，说你这是指挥失当，怎么这么大个漏洞呢？后来曾国藩知道是左宗棠把自己告了，特别生气，觉得好朋友在自己背后捅了一刀，所以他也上奏朝廷说左宗棠胡说。左宗棠说我也没错啊，是曾国藩呢等于这个虚报战功，瞒报。结果这俩人就这么顶上了，互相数落对方的过错，直到最后这关系彻底决裂。那么曾国藩和左宗棠决裂，曾国藩觉得遗憾。那么李鸿章最后也跟他掰开，曾国藩就更加痛心了。因为曾国藩跟李鸿章的父亲是一代人，两个人呢同年重榜，交情不浅。所以李鸿章他爸爸去世之后呢，曾国藩呢就把李鸿章招到自个儿门下，自己的学生。当时李鸿章年轻，心高气傲，为磨掉他身上棱角呢，曾国藩可以说没少费心。李鸿章呢虽然很感激曾国藩对他的知遇之恩，但对曾国藩的有些做法他不理解，所以经常意见不同，与曾国藩发生矛盾。在1860年的时候呢，曾国藩决定把自己的大营呢迁往安徽祁门。李鸿章觉得这可不行，说祁门这个地方无论从地势还交通上都不适合驻军扎营。其实曾国藩久经沙场，他也明白这道理，他这么做是有苦衷，因为当时太平军呢攻破了江南大营，朝廷就命令曾国藩带兵前往苏州。这曾国藩呢这时候觉得自己这势力没到那儿，不想以身犯险，不想去，但又不能抗旨，所以呢他从江北的肃松推进到江南的祁门，就做做样子，给清廷一个交代，就我要去了，跟太平军硬打。李鸿章呢
那时候位置低，他就没有站在曾国藩的高度考虑这事儿，他就坚决反对事儿。最后曾国藩只能对他说呀：“说驻军如胆怯，可各散去。就你们要不敢跟我去，你们就散吧。”李鸿章听了之后很生气，这个事儿他心里就别扭成。没过多久，又发生一件事儿，就湘军在徽州啊跟太平军对战的时候呢，曾国藩派湘军将领李元度守城。李元度接到曾国藩命令后呢，没有照做，而是私作决定呢，不守转攻，跟太平军硬打。结果仗没打赢不说呀，徽州还失守了。李元度知道自己闯了祸了，不敢回来，一直到钱用完了，才回到大营来领军饷。领完军饷之后呢，曾国藩本以为他既然回来了，你还能我找你吗？你找我谈话吗？结果呢，李元度也没回来，而直接跑到曾国藩的政敌浙江巡抚王有龄那里边。这王有龄呢，就相传是当年呢是个穷书生，胡雪岩呢，从自己银号里拿了钱呢，资助他，说最后王有龄当浙江巡抚。这王有龄跟曾国藩素来不睦，王有龄一看敌人就我的朋友啊，所以他力保李元度的安全，还建议朝廷重用。李元度这么干，他本身是曾国藩提拔的，这不等于吃里扒外吗？分裂湘军吗？所以曾国藩知道后非常愤怒，以无视号令、守城不力、推卸责任为由呢，建议朝廷对李元度革职问罪。就在这个时候，李鸿章站出来，他公开与曾国藩唱反调，说曾国藩为人冷酷，不念旧情，人李元度原来还救过你呢，甚至威胁曾国藩说，如果对李元度革职问罪，我也离开湘军。曾国藩也没惯他脾气，说你想走就走，随便，没人留你。其实李鸿章跟李元度也没什么交情，他就想借机会跟曾国藩闹一场，解解气。离开湘军之后呢，李鸿章也没有认识到自己错了，反而讥讽曾国藩，说吾实以功为豪杰之士，不待人而行者，今乃知其非也。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一开始以为你曾国藩是个英雄，但现在看来不过如此而已啊。李鸿章是自己以为离开曾国藩会有作为，结果在外逛了1年也没出路。曾国藩呢很爱财，他知道李鸿章有能力，觉得你这么逛呢实在可惜了，就写封信把他请回来了。曾国藩对李鸿章非常了解，知道这个人呢胸有大志，不可能始终跟自己，所以他就建议说，侄子，我建议你自立门户，组建淮军。曾国藩湘军这不湖南军队吗？李鸿章是合肥人，所以回去组建淮军，把自己家乡的人拉起来，然后协助曾国藩打太平军。那么淮军组建之初呢，曾国藩确实给李鸿章很大帮助，有来有往，两个人相安无事。可是后来淮军不断壮大了，两军的矛盾就加深了。当时曾国藩呢，为了扶持李鸿章呢，答应说你呀可以在湘军里挑一些人作为你淮军主力，因为你刚组建上来，你那波打仗不行，你从我这里挑。结果李鸿章呢没有挑选湘军的核心阵容，就内部人，湖南这帮人，而是选了什么呢？程学启、丁汝昌这些外人。说为什么程学启、丁汝昌是外人呢？因为程学启跟丁汝昌原来都是太平军的将领，战败之后归降了湘军。如果李鸿章挑曾国藩的内部人，就有可能身边多几个监视镜头，挑外人就安全多了。当然外人呢也不那么容易争取，因为毕竟李鸿章当时势力还不如曾国藩，所以他对程学启说呀，说湖南人鸡犬升天，客籍人颇难出头。就说湖南人的军队里都是老乡帮老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这其他地方的人，你在这里没有出头之日。这一句话点中了程学启的要害。虽然程学启这些太平军加入湘军，但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呢，对他们疑心很重，有意对他们防范排挤，就连呢驻营的时候都要把他们跟湘军分开，防止他们扰乱军心。所以由于受到这种歧视呢，程学启甚至想不开，喝点酒还自杀过。所以一听李鸿章这么一说，哎呦，简直碰到知心人了。所以他二话没说，就带着归降的士兵自己亲信加入淮军。所以程学启呢对湘军他心里想不通，他有一些仇视思维，所以在他影响下呢，淮军跟湘军的矛盾不断加深，动不动就剑拔弩张，这让曾国藩跟李鸿章关系也变得很紧张，最后两个人渐行渐远。这时候曾国藩跟左宗棠、李鸿章的矛盾呢，慈禧太后是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他为了抑制曾国藩呢，他开始不断利用这些矛盾来削弱湘军势力。慈禧先是破格提拔左宗棠为闽浙总督，将左宗棠率领的几万湘军精锐从曾国藩队伍里分化出去，
这左宗棠这时候跟曾国藩，你两江总督，我闽浙总督，咱平起平坐了。接着呢，又对李鸿章的淮军加大扶持，让淮军拥有足以跟湘军抗衡的力量。最狠的事呢，他借左宗棠告发曾国藩贪功瞒报这事，彻底否定曾国藩功劳，以致湘军上下锐气大减。除此之外呢，慈禧还在军事上真做了些准备随时准备曾国藩这湘军要做动作，这就得打仗。所以这一切曾国藩心知肚明，他知道慈禧对他是不信任、不放心的，他本来就没有造反心思，你说我何必让人这么防着我呢？所以他索性主动提出自削兵权，裁撤湘军25000人，裁撤这些都是他的湘军核心部队，而且他把自个儿弟弟9弟曾国荃打回湖南老家调养，你也别在部队里待着了。所以曾国藩这么做呢，湘军很多人不理解不支持，但是曾国藩力排众议，坚持到底。为什么呢？打消清廷防备，更关键的是呢，他对这种不信任他有点累了，也怕了。曾国藩在给家人的信里边多次提到过心中恐惧，他说我权太重位太高，虚妄太隆惊惶之至就我自己权力太大，位置太高了，别人对我期望值也多，所以我心里头很惶恐。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在巨大压力之下，在10多年的征战当中多次自杀。头一回是靖港大败之后呢，曾国藩想以死谢罪，结果被下级发现了，没死成。第二次是听说朝廷要解散湘军，他写了遗书买好棺材，准备一死了之。正这时候呢，前线对太平军打仗大胜，他才打消自杀念头。第三次是在湖口大败之后呢，曾国藩投湖自尽，结果被他将领李元度，就前面我说那个这个是最后投别人呢，被李元度看见把他救起来。所以这多次自杀呢，也让这个曾国藩身心俱疲，所以他给儿子写信里说说但求全局不致速败，余能速死而不为万事所痛骂则幸也。你这话说的多沉痛，多沮丧。他说但求咱这清廷大局别那么很快就垮了，这样呢让我死到前头，我就不会被后人所痛骂。说大难不死跟大胜太平军呢，没有打消曾国藩心中的惶恐。他所以自削兵权之后呢，他又自削了大部分军饷，让弟弟曾国荃以身患疾病方式回原籍调养，给他打发走了。所以清廷一看曾国藩如此诚心诚意，就不再猜忌了。从那以后，清廷是彻底信任曾国藩，也肯定他的功劳，赐给他太子太保1等侯爵，世袭罔替，赏双眼花翎这些荣誉。8年以后，曾国藩死在两江总督任上了，清廷给他待遇是追赠太傅，谥号文正，下令各省建立专祠纪念，这可以说是大清对大臣最隆重的待遇。所以曾国藩通过激流勇退实现自我保全，虽然有遗憾，但却合情合理。其实他保全的不光是自己，还有那些跟他一起苦战过的将士，因为毕竟造反是件输赢未知的事儿，你万一失败，这些人跟着都受连累。这在他来说更加这是有违良心。所以说成大事者忍为上，不仅要忍住一些污水忍住别人的污蔑，其实还要忍住自己的欲望，否则欲望一膨胀了，祸事跟着就来。本期话题：孝兴的政治责任。咱们现在这个时代对孝兴来说真是个好时代。你看现在最受欢迎的综艺节目都是看嘉宾会不会逗乐，最受欢迎的选秀节目也是那种选喜剧明星的居多。就连那些偶像小生在微博里边都不得不伪装成兼职孝兴，靠自黑玩段子博取粉丝们的好感。所以一个孝兴，或者说一个潜在的孝兴，在现在的娱乐圈里那真是太吃香了。那说现在是不是孝兴最受重视最好的时代呢？要我说还不是，最好的时代得往前倒到古代去。在古代孝兴可不是受欢迎那么简单，他们有可能能够左右朝政，甚至改写历史。今天呢，咱给大伙说说中国古代的几个有名的孝兴。首先咱们说这位是相声行的祖师爷。就说相声的后台供谁？供这位。这位叫什么名字呢？叫东方朔。一提东方朔，很多人想起来说是汉武帝身边的大臣吗？还是个弄臣？你要说他怎么是相声祖师爷呢？
就这东方朔，据说呀，说学逗唱样样精通。东方朔呢，他有个名字呢，他叫复姓东方，单字明朔，字曼倩。所以你看说相声那个场面桌啊，往往绣这4个字叫曼倩遗风。当年的张学良就曾经写过一个曼倩遗风的手书，这字送给谁呢？送给相声艺术的第5代掌门人张寿臣，就张寿老。所以你看说相声那桌上曼倩遗风，那就是尊重东方朔。当然说东方朔是相声祖师爷呢，这是牵强附会，因为那时候根本不可能有相声艺术。只不过呢，在过去越是低贱的行业，往往越要找一个高大上的祖师爷供着来养腕。你比方说唱京剧，过去说这些人是戏子，但是那时候京剧行祖师爷是谁呀？杨贵妃跟唐玄宗，往这上靠。说算卦祖师爷是谁呀？鬼谷子。说开妓院祖师爷是谁呀？管仲。你看都往这上靠。但是说东方朔是相声行祖师爷呢，确实他身上具备说学逗唱的这个功力，有意思的事也多。首先呢，他是第一个以东方为姓的人。他父亲本来姓张，在他出生前呢就死了，他是遗腹子。他母亲生下他3天之后呢也去世了，他是让自己哥哥嫂子抚养长大的。他这哥哥呢挺草率的，一看他从出生的时候呢东方刚亮，就直接拿东方给他做姓了。东方朔这一辈子呀都比较豁达随性，可能和这种随意的起名啊也有关。再一个，他做官的方式也特别有意思。他本来呢是齐地人，就是现在这个山东啊淄博呀一带。以前呢他酷爱读书，他为了有更大发展呢，就跑到这个汉代的首都长安。到长安才知道呢，长安人才济济，想出人头地太难了。于是他决定直接给皇上上书写信。当时最高领导人呢汉武帝提倡读书人通过上书方式来表现自我，所以给皇帝上书算不上多有创意的举动。东方朔了不起的地方在哪儿呢？他只给皇上写了1封信，就让皇帝彻底把他记住了。什么方式呢？其实是恶搞。就东方朔1封信呢，用了3000个木简。你注意，这东汉蔡伦发明纸张，到西汉时候呢，上书还都是竹简木简。3000个木简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公车府的2个年轻人，得是属于那种膀大腰圆的，刚刚能抬得起来。于是汉武帝在宫内呢阅读东方朔的上书，一连读了2个月才读完。说信里什么内容呢？无外乎就是我叫东方朔读过书，练过剑，长得高，长得帅，我是个集美貌与才华一身的男子附件里边呢这附上了对大汉集团呢有关管理呀、民生啊、军事啊、排兵啊等等各项工作他提出的切实可行的措施。其实呢他为什么这么长？他就是想告诉皇上一件事这句话也是我们在这抖音上经常听到的。我也想低调可是实力不允许就这么个意思，又搞笑又逗乐。所以汉武帝读完了这信之后呢，就把这人记住了，马上呢就下令任命东方朔呢为公车令。说这公车令是多大的官呢？说白了跟孙悟空的弼马温也差不多少。公车令是干嘛的？就是给皇上当传达室的老大爷。咱们看各个单位传达室的老头管个信件收发什么的就干这个的。这东方朔就不乐意了，说我当这个官发挥不出什么作用怎么施展自己理想抱负？所以他就想个办法。他这办法想的够损的。汉武帝身边养了那么几个侏儒，其实也是就给汉武帝逗乐的，身高不足3尺。有一天东方朔就找到这几个侏儒，说皇上说了，说你们这些人呢也不能种地，也不能打仗，也没有治国安邦才华，对国家毫无用处，所以皇上打算杀了你们，省点粮食，你们赶紧向皇帝求情去。这些侏儒们听说之后吓坏了，连哭带嚎的找汉武帝求饶，把汉武帝哭懵了。一问这么回事，好你个东方朔，你这不假传圣旨吗？招来东方朔就准备责问他。东方朔呢主动给皇上道歉，说我是气不过。你看这些侏儒身高3尺，我呢身高9尺，我一个顶他们仨，可是我跟侏儒挣的钱是一样多的，就拿的工资是一样的。你这是想撑死他们呢，还是要饿死我呀？你说这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说你要不愿意用我呀，就干脆把我打发回去了，搁这浪费您粮食干嘛？一番话
把皇帝逗得哈哈大笑。其实呢，这就是现在相声里比较常见的这种对比啊、夸张啊这种搞笑方式。汉武帝一看你说的有道理，就把他升官了。那么说，这么一个靠逗皇上乐来换取官位的人，他为啥后世对东方朔还挺尊敬呢？你看这个司马迁《史记》里写到东方朔，那可不是就把他当做一个孝星。下笔里边体现出的意思呢，是对东方朔是很尊敬的。我说几个真事儿，这都《史记》里记载，你就明白为什么东方朔后人很尊敬他。汉武帝有个姐姐叫隆虑公主，这个隆虑公主呢老年得子，这孩子呢被封为昭平君。这个昭平君呢就被宠坏了，无法无天的。这个隆虑公主啊，临死的时候就预感到自己死了之后啊，这儿子肯定得闯祸，就跟汉武帝讨了一个免死口供，说以后我儿子如果犯了大事啊，你一定看在这个姐姐我的面子上，饶他一命，你饶你外甥一命。这临死的愿望呢，汉武帝呢也就答应了。结果隆虑公主死后没多久，这昭平君果然犯事了，醉酒之后杀了大臣了。这可咋办呢？按大汉的律例啊，这非死不可。汉武帝犯难了，你说杀吧，答应过姐姐，金口玉言呢，也不能随便反悔；不杀呢，大臣都看着呢，这徇私枉法，不自个儿打自个儿脸吗？这汉武帝挺聪明，干脆他就装哭，在堂上一顿痛哭，哭自个儿外甥。那意思是啥呢？你们看看，我外甥要死了，我都哭成这样了，你们得明白我意思，赶紧来向我求情，向我求情，我好借坡下驴，找个台阶。我假装为难，答应了，这不就两全其美吗？果然这大臣很聪明啊，一看皇帝哭了，都来求情。结果这时候东方朔呢，突然间呢乐了。他怎么乐呢？他很大声的称赞汉武帝：皇上啊，您可真圣明啊！您看呢，您都哭成这样了，就自个儿外甥要死，您伤心成这样，都这么伤心，你都不徇私情，您都要把外甥绳之以法，您可真是当世之明君呢。把汉武帝啊捧得乌丢的，下不来台了，没办法，只好秉公执法，把赵平君给杀了。你看东方朔高不高明？还有一次呢，说汉武帝特别好大喜功，老觉得自己可了不起了。有一次呢，得意洋洋的问东方朔说：“你认为朕是一个什么样君主呢？”东方朔一看这皇上很骄傲，东方朔就开始说相声，说：“您这功德呀，超过三皇五帝，要不然怎么那么多的贤能之人都辅佐您呢？比方说周公、少公都来给您做丞相，孔老夫子给您做御史大夫，姜子牙都来做大将军了。”他一口气儿把古代30多个治世能臣都说成是汉武帝大臣，这语气当中虽然是搞笑，但带着讽刺。这汉武帝呢，恨也不能，骂也不是，还被他逗乐了。但这个逗乐之余，他确实感到自己不如原来那些圣君，我也得反省，咱别洋洋自得了。你看，这不就是以笑劝谏吗？但是呢，他的这个劝谏都是藏在嬉笑怒骂之中。汉武帝呢，一辈子也没重用过东方朔，一直把他当成小丑式人物。一直到东方朔临死之前，和汉武帝说了一句话，他引用《诗经》上说的，翻译过来就是呢，说这个苍蝇飞来飞去啊，落在篱笆上面。慈祥善良的君子，不要听着苍蝇嗡嗡叫，就别听信谗言。谗言没有止境啊，四方邻国也不得安宁。希望呢，陛下呢，你能远离巧言谄媚之人啊，别听信他们的谗言。这时候把汉武帝惊个够呛，说以前东方朔呀，不逗乐不说话，现在怎么说话这么正经了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看来他呀，绝不仅仅是个搞笑的明星。就说这个时候，汉武帝意识到了，其实东方朔是个兼职孝行，是个真正的忠臣。那东方朔是兼职孝行，历史上还有全职孝行。在古代呢，专门逗乐的全职孝行被称作排忧。和相声相比呢，排忧更倾向于呢滑稽模仿秀啊，这个职业可古老了，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了。最有名的一个排忧呢，是春秋时期的幽梦。有成语叫幽梦一乖，就说这幽梦啊，想学谁都学得惟妙惟肖的。幽梦当时伺候谁呢？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楚庄王呢召见幽梦给自己表演节目，幽梦就来一段模仿秀。模仿谁呢？楚国的相国孙叔敖。孙叔敖这时候已经死了，孙叔敖可是个了不起人物。司马迁呢在《史记》里称他是呢，说孙叔敖3为楚相，
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圣美，正缓紧止，力无奸邪，盗贼不起。就是孙叔敖治理的楚国，可以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老百姓呢活得很舒服。就是楚庄王之所以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跟孙叔敖的辅佐是有一定关系的。可惜孙叔敖英年早逝，活了38岁就去世了。那这幽梦呢，凭借自己的天赋把孙叔敖模仿的不但惟妙惟肖，还特别搞笑滑稽，当场把楚庄王就给乐懵了，说你这简直跟孙叔敖活着一模一样啊！这么着吧，孙叔敖死了，我也挺难受的，我这么的吧，我拜你为相国吧，就你幽梦来当这个相国，顶替孙叔敖吧。这时候幽梦就说了，哎呀，我这哪有那两下子，我可不敢当相国，而且我害怕当相国。你为什么害怕？你看为什么呢？这大王你看啊，孙叔敖一生尽忠报国，廉洁奉公使咱们楚国呢称雄诸侯。可他死后呢，他儿子一贫如洗，现在干啥呢？靠卖柴为生，那体格还不行，天天长病。你说这样的话，我要当楚国相国，将来我儿子都快混得活不下去了，你说我哪敢当啊？我得保全我孩子呀。楚庄王一听啊，面红耳赤，搞了半天了，这幽梦是有备而来呀，他这讽刺我呢。楚庄王意识到自个儿没有照顾好孙叔敖的后人，愧对孙叔敖，所以他立即呢把孙叔敖之子招来，重加封赏。所以你看呢，古代的孝兴都挺有才，而且你看这个全职孝兴幽梦，不顾自己身份地位，其实等于给楚庄王用这种方式进谏，这是有很大风险的。可以说这个幽梦呢，有着一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敢冒着杀头的危险讽刺皇帝。你再看东方朔这兼职孝兴其实他的喜剧天赋何尝不是被皇帝给逼出来的？如果你直言进谏，把皇上惹怒了，效果也不好。他只能呢又要保命又要谏言，所以他采用这种方式。所以说古代的孝兴可真不好当，那是等于用生命在搞笑。那由此呢，我想多说两句。你说古代孝兴这精神，难道不值得现代孝兴学习吗？咱们看现代的孝兴，有的时候向权力谄媚，有的时候只顾自个儿挣钱，弄一些很庸俗的东西。现在孝兴也不用冒着杀头危险了，还能拿着天价的酬劳，挣了不少钱。那是不是在搞笑的同时说你给人带来了送去欢笑，这固然是好。那么当你要尽到一个演员的社会责任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站在正义与公理一边，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呢？我们看为什么一到现在，不光孝兴其他的明星也是一有倒霉的事儿了，很多老百姓说不理解他们也好，还是瞧不起他们也好，纷纷出言讽刺。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社会需要有人站出来对正义和公理发声的时候，演员这行几乎集体失声。有的人是远离政治，远离社会责任，闷声发大财；有的人甚至呢自甘下流，醉生梦死。那你这样的话，你的社会责任感没有，那你说老百姓把你看成个戏子，轻巧你，贱巧你，难道一点道理都没有吗？所以我说，现在我们那些孝兴，你在搞笑的时候，挣到那么多钱的时候，是不是想到自己也应该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呢？起码需要你们发声的时候，不要谄媚权贵，不要向庸俗低头，不要向恶势力低头，不要在这时候躲避一些正义的声音。是不是孝兴也应该尽到一份社会责任，向中国古代的孝兴学习一份他们的家国责任、家国情怀呢？本期话题：官场避祸有奇招。老话说伴君如伴虎，皇上身边呢可不是好待的。天子一个不高兴，遭殃的就是大臣，轻的呢遭到训斥，罚几个月俸禄，重的罢官下狱，甚至丢掉性命。尤其是那些功劳大、官位高的人，近水楼台你更加会优先的承受皇帝打压，没点计谋还真混不下去，甚至是活不下去。对此呢，很多中国古代的官员呢想出不少避祸的自保之道。你比如说你不是怕我桀骜不驯吗？
那我就做出一副与世无争的窝囊废模样。你不是怕我心怀二心吗？那我就装扮出最大的忠诚啊，主动的表忠心给你看。你不是顾忌我能力强手段高吗？我就向你证明世上啊，就属我没能耐，庸庸碌碌。你不是讨厌我热衷工作敬业不肯享受吗？那么我就醉生梦死潇洒走一回。于是乎呢，很多功臣名将借助一些避祸之道保住自己的性命，安安稳稳得以终老。虽然我们也知道功臣名将最直截了当的避祸方法就是退出江湖飘然远隐，但是很多时候啊，你退出不是你想走就能走了的。你身在官场甚至是权力中心的时候，你想退都难。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明哲保身，应该怎么样避祸呢？咱说说中国古代官员这些极为高明的避祸术。第一个办法呢，最常见的一招就是自污。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给自己泼脏水，做一些有悖道德的事儿，而且要在皇上眼皮底下做，好让皇上觉得你不过如此，让他逐渐呢就把这戒心解除了。这里还有一个很高明的道理，自污是为什么呢？这个皇上有时候很愿意用一些赃官，他为啥赃官有把柄在皇上手里攥着？皇上觉得这人好用。你反而你要是道德模范，皇上觉得抓不着你啥把柄，觉得你呢不踏实，还不敢轻易杀你。你说你是一个道德模范，杀了你才成昏君了。所以有的时候你想让皇上别算计你，别动你，那你就让皇上觉得他能拿住你把柄，你自己给自己身上泼脏水，这样皇上就不会算计你，反而有可能更加信任你。自污这种事历朝历代都有。我给大家说一个就令我们感到有点惋惜的人，谁呢？他是北宋的开国名将石守信。这个史书上记载呢，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这石守信是重要的推手，可以说当时是开国元勋之首。不仅如此呢，石守信还跟赵匡胤呢拜过把子，还属于这个结义兄弟。他在战场上呢还是一员呢猛将，而且一向重义轻利，得不少官民的爱戴，可以说他口碑非常好。那么大宋王朝建立了呢，自己的结义兄弟当了皇帝，石守信觉得那我更得尽心尽力了，得给我这个结义兄弟带好兵打好仗，保卫疆土。就在石守信意气风发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他怎么也都没想到当了皇帝的结义兄弟那就不是兄弟了，对他开始心生忌惮。这个时候当了皇帝赵匡胤心态和以前不一样，他害怕有朝一日这位能力超群的结义兄弟也会被人黄袍加身取代自己，因为自个儿怎么上来自个儿清楚。可是你要说杀了石守信吧，他又于心不忍，怎么办呢？这就是历史教科书上很有名的一招，杯酒释兵权。这一天呢，赵匡胤请石守信一些高级将领一块喝酒，酒至半酣，赵匡胤就说了，说没诸位我当不了皇帝，但是我当了皇帝之后这一天都没睡好觉。你说有朝一日有人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纵然你不想造反，到时候由得你们吗？哎呦，这几句话说的把石守信听的浑身上下直冒冷汗。他知道虽然自己对皇帝忠心耿耿，两个人称兄道弟，但是今后这种肝胆相照的日子恐怕再也不会有了。要是这样，还不如自个儿稳稳当当的，我干脆交出权力，不问政事吧。所以他尽管心里不是滋味，他第二天呢还是很明智的主动要求解除兵权，退隐还乡。赵匡胤呢倒是挺大方，行，我给你这个美酒良田美人，但是你说你退隐还乡，对不起，那还不行。为啥呢？你在外头名声这么大，能耐这么大，万一脱离自己掌控，你要起兵造反，我怎么办呢？所以呢，我剥夺了你权利，但是呢，我还不能让你走，我给你一个节度使的虚衔。这时候石守信才34岁，正当盛年，但皇上给了他一个养老的闲职。石守信就知道皇上没有完全打消对自己的怀疑，把自己留在身边就是好管控。万一哪天他做的事不随皇上心意，皇上可以马上要他命。
于是石守信就想，我怎么能够打消皇上对自己疑虑呢？他知道皇上忌惮他在官民之间名声极好，那得我就自污毁自个儿名声，他就开始疯狂敛财。宋史里边记载说，石守信呢累任节度使，专事聚敛，积财巨万。石守信为了让皇上放心，用自污方式把自己塑造成个大贪官，不仅聚敛财物，广置田地，吃穿用度都特别奢华。到后来，石守信觉得光敛财这一个污点不足以让皇上还信任他。为了进一步毁掉自己在老百姓里口碑，石守信开始利用职权在洛阳建造一所崇德寺，招募这民夫运输建材，修建寺庙。史书里记载呢，说他屈迫甚急，而庸职不给，人多苦之。这话说白了就是石守信当了个建筑业的黑心老板，不但催工期催得紧，对民工还苛刻，不管民工休息，没日没夜干活，这也就算了，到最后呢，克扣农民工的工钱活脱脱一个兵痞流氓。所以民工们开始纷纷抱怨，到处骂石守信是个黑心狗官，抠门吝啬鬼。消息传到京城呢，皇上不但没怪石守信，反而心里乐开花，因为他知道石守信这办事英明算毁了，老百姓也绝对不会相信一个人品奇差的石守信，所以他造反的可能没了。你看，皇上对他放心了。那对于这种结果呢，石守信坦然接受了，最起码自己和妻儿的命算保住了。石守信活到57岁，死后呢，赵宋皇朝他追封他为郡王。所以这使石守信呢摆脱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惨烈命运。虽然幸运，但同时咱们又替他感到惋惜。为啥？他浪费了自己的大好年华，还以自毁英名的方式让自己的一世英名沾满了污垢。其实像这样的事呢，历朝历代的官员呢，常常用这样的方法自污。你像以前我在节目里给大伙说过，那个大秦国的首席将领老将王翦带着60万兵去讨伐赵国，当时秦王嬴政问他，你想要点啥呀？他说，这大王，我家在咸阳东边有40亩薄田，能不能给我换成咸阳西头的肥田呢？秦王嬴政就乐了，说你这老头多有意思，就这点出息，给你换100亩好田。下了朝，他儿子说，爹，你今天真丢人呐，咱们堂堂一个大将就贪图这点田地。王翦说，哎呀，你个小王八蛋，你懂什么呀？咱们攥着60万兵，是大秦兵数的2/3啊！皇上对咱能放心吗？在外边一旦他有疑心，咱还打不打仗了？我意思告诉皇上，我没大出息，我就想要点好田，然后养老。虽然这是自污名声，但却是避祸之良方啊！你看，像这种事很多官员玩得很熟。所以这是我说的第一招，自污。为了保命得抹黑自己，其实这有点可笑又可悲。除了这个自污以外呢，还有第二招也很管用，叫低调恭顺，让自己在皇帝面前成为一个透明人。你想，为什么有些臣子会遭到皇帝怀疑和打压呢？就皇帝觉得看不懂你，就看不明白你，总觉得你背后有事儿。所以皇上要想这个以防万一，就得提前对你下手，先发制人。但是如果臣子行事很低调，做什么事都公开透明，那么就会大大降低皇上的戒心。这方面有个典范，唐朝的汾阳王郭子仪就用的这个办法。郭子仪什么人呢？安史之乱当中，郭子仪是朝廷平叛的核心，可以说齐心协力扶大唐江山不倒，立下绝世战功，是再造大唐之人。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呢，郭子仪声望如日中天，被皇上封为汾阳王，还赐予了丹书铁券，他几个儿子均被封为高官。他第6个儿子郭爱更是娶了唐太宗的公主他女儿升平公主，成了皇上的亲家。这郭子仪后来朝廷为了褒奖郭子仪功绩呢，还给他建了一所王府，王府位于现在就西安那时候的长安的中心区，富丽堂皇的建筑群。但是郭子仪这个王府跟其他戒备森严的王府官邸不同，他王府不设门卫，每天府门大开。就你别说这官员往来了，就平民百姓，你要进郭子仪王府都不需要通报，你可以进里边溜达参观去。说白了，跟现在的这个免费的公园差不多，就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结果这种松散的管理制度，那对郭子仪生活肯定有影响。有这么一天呢，一个老部下去郭子仪家里办事，临走的时候呢，到这个王府辞行，结果没人阻拦呢，
这老部下呢就径直走到王府内院了，一看郭子仪的这个老婆呢正在那儿啊洗脸呢洗头呢，这郭子仪呢端着一盆水，肩上还放着几个毛巾，一会儿给这老婆换水，一会儿给老婆递毛巾，忙得不亦乐乎，就像个奴才一样。在外人眼里看来，这郭子仪纯属妻管严呢。这老部下一看这一幕，赶紧退出去，我可不看，这太尴尬。但他嘴不严实，忍不住把这消息告诉别人了。于是整个长安城都知道，原来咱们汾阳王郭大将军是个妻管严呢。一传十，十传百，成了首都长安城就镇人就几乎没人不知道的一个笑话了。后来呢，这不堪于民众对自家嘲笑呢，郭子仪的儿子呀就向父亲进言，说咱们以后家里吧设个把大门的吧，这太容易了，不要让别人随便进出。一开始郭子仪不为所动，于是几个儿子纷纷跪下请求，说父王贵为汾阳王，为何如此作践自己啊？你是天下第一功臣呢，怎么能让人随便出入你的家里呢？听完儿子的话呀，郭子仪突然很严肃，说你们呐看问题太短浅了，咱们家虽然一时显赫，背后却有凶险。今天我们坐享富贵，明天可能变成阶下囚。你看我还在朝廷没有急流勇退，就是因为皇上还需要我这老骨头，他不会让我归隐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咱要是紧闭大门，不跟外人往来，宵小之辈必然会在皇上面前进谗言，说咱跟朝廷有二心，不定背后密谋什么呢。咱虽然没有明摆的仇家，可是我今天位居高位，你知道多少人恨咱呢？恨咱挡道了。所以我索性把府门大开，任人出入，证明咱家没有秘密，这别人也就抓不着咱把柄，皇上也就没有疑心了。哎，听完郭子仪的话，他的儿子纷纷拜服，确实老爹想的深谋远虑。还有一次呢，他儿子郭爱跟这个升平公主发生口角，激愤之下呢，郭爱竟然说：“你不就仗着你爹是皇帝吗？这皇帝我爹不稀罕，那我爹稀罕哪有你爹的份儿？”这升平公主怒气冲冲回娘家了，跟着父亲唐太宗说这一切了。结果还没等到唐太宗生气呢，这郭子仪就把驸马郭爱五花大绑送到宫里来，请求皇上重罚自己和儿子。为啥？自己儿子口出狂言，自己管教不严。你看郭子仪在皇帝面前一直非常低调恭顺，把自己位置放得很低，绝对没有功臣那种嚣张气焰。这皇上一看郭子仪亲自来请罪了，并且态度很让他满意，这皇上亲自给郭爱松绑。哎呀，小两口打仗咱计较什么？回去吧。就这样呢，郭子仪一直到去世都保持着低调谦恭的处事态度，而且每天王府门大开，公开透明，让皇帝无处怀疑。所以他虽然战功赫赫，功名盖世，皇上从来不质疑他的忠诚。所以郭子仪做法是古代官场明哲保身的大智慧。哎，所以最终呢，郭子仪活到了85岁，寿终正寝。所以这低调恭顺，哎，放开透明，这确实也是一招。最后呢，咱给大伙说说官场避祸的第三个奇招，这是比较极端的招，什么呢？装疯卖傻。咱们前面说过，伴君如伴虎，有时即使你没犯什么错误，也有可能被无辜迁怒，皇上一个不高兴就可能要你的脑袋。这个时候也许只能靠装疯卖傻才能躲过一劫。咱们都知道明太祖朱元璋天下安定之后呢，大杀功臣，可以说整个明朝初期啊，朱元璋的大小臣子上朝如同上刑场，很多大臣出门上朝前都先安排后事，和妻儿洒了耳别。不过在如此险峻的微观环境当中啊，有一位大臣靠着装疯卖傻之术躲过了朱元璋的戕害，保全了性命。他就是当时的监察御史袁凯。有一次呢，朱元璋呢要处决一批在他看来不法的人，他圈录了应该处决的囚犯名单呢，让袁凯呢送给太子审核。虽然朱元璋行的是暴政，但是这个太子呢叫朱标，确确实实呢主张啊实行仁政，是个读书人，和他爸爸还不一样，所以把囚犯名单呢给删了不少。但这局惹的呢朱元璋很不高兴，就问袁凯说：“朕和太子哪个做的对呀？”袁凯一听觉得这话太难答了，为什么呢？皇上是得罪不起，那太子就得起吗？弄不好啊，两头不讨好就要掉脑袋。于是他急中生智，说部下对囚犯处以极刑啊，这是按当朝法律，那是对的。但是太子呢宽恕了一些人，说明太子心地仁慈。袁凯这一回答，满朝文武都暗暗称赞，说袁御史不愧聪明机智，这话回答的滴水不漏，多好啊！
可是正当袁凯准备松一口气的时候，猛地朱元璋一拍玉案，怒气冲冲站起来，手指袁凯骂道：“你这个老滑头，竟敢在朕面前花言巧语，两边讨好，说的不是实话，我先斩了你，看来谁敢在朕面前卖弄口舌。”袁凯当时给吓得小脸煞白呀，幸亏还有几位胆大的大臣跪在地上替袁凯求情，朱元璋才算没杀袁凯，好容易捡了一条命。但袁凯心里清楚，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啊！皇上弄死我还不容易吗？今天虽然躲过去了，明天后天呢，我可就躲不过去了。所以袁凯想了一宿，想出个办法，装疯卖傻。第二天早朝，朱元璋一上来就要召见袁凯，想要找他茬，可是底下没人答应。袁凯竟然没来上朝，朱元璋气不打一处来，就派人到袁凯家查看他为何不上朝。不一会儿呢，查看的人回来了，跟皇上说禀报皇上，袁御史啊，昨天受了惊吓，晚上回去就疯了。朱元璋一愣，他第一反应这袁凯肯定在装疯，你昨天他好好的，过一宿就疯了。朱元璋不信，就叫人把袁凯绑上殿来。这袁凯披头散发来到大殿上，呆呆直立，两眼上翻，痴呆捏傻相。朱元璋半信半疑说：“来，我拿个铁器往他手上攥扎，看他真疯还假疯。”结果这钻呢，把袁凯手背钻个窟窿，鲜血直冒。这袁凯呢，一点也不知道疼，站着跟个木头一样没反应。朱元璋这才一回手，让他回家吧，看来是疯了。但朱元璋是多疑呀，他不放心。第二天呢，他派亲信前去查看，就见袁凯呢趴在地上又滚又叫，然后在狗窝旁啊抓起一团东西往嘴里塞。那亲信一看一阵恶心，什么一坨狗屎，就回宫复命了，说：“陛下，袁凯确确实实疯了，连狗屎都吃。”哎呀，朱元璋一听也罢，甭管这老头真疯假疯嘛，他能吃屎，那看来是真疯了。其实袁凯早就料到朱元璋不肯轻易放过他，于是呢，他让自己家人呢，用这砂糖和黑炒面搅拌之后呢，放在竹筒里挤出来，做成那狗屎那样，摆在那狗窝旁边。使者来了之后，袁凯故意蓬头垢面呢，趴到狗窝边上吃狗屎，大叫美味，用这招骗过朱元璋。又过一段时间呢，袁凯家人向朱元璋呈报说袁凯都疯了，得回乡养病。朱元璋也不想再白白的让这袁凯呢在朝廷上占这么位置，就准了。说这样呢，这袁凯呢装疯卖傻，捡了条性命回故乡，最终得了个善终。其实装疯卖傻这招呢，也有很多人都用过。咱们看过那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边，那不是刘罗锅也曾经用这招吗？也假装说什么吃屎什么的，躲过一劫吗？还有咱们看那个唐伯虎当年投靠宁王，结果宁王要造反，他一看跟着宁王将来是死罪啊，也用装疯卖傻的方式呢躲过一劫，回到家乡，这才给咱后世留下不少经典的一些画作。所以这招呢是比较戏剧化的一招。装疯卖傻呢，应该说要比前边这个自己污自己名声啊，要比一直低调恭顺呢可能要来的极端，但不失是救急的好办法。所以今天我给大伙说了这么3招啊，历史上这些官员呢必获的一些奇招。其实呢，我们想想，这都很悲哀。像这样的官员往往是很有能耐的官员，而且正当好年华，结果为了避祸呢，不得已的做出这样的屈辱的举动，既浪费自己的才华呢，同时又使自己人格上千年以下都受到一些污名。所以我想这事儿的核心点是什么呢？封建社会的皇权，它是一种独裁的象征，只有在独裁的情况下，这种恶心的事儿才会不断的发生。那么时至今日呢，这种事儿也不是完全销声匿迹了。咱们都知道，当一把手权力过大的时候，往往下属里头就会有些人忌惮一把手对自己的影响，所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当然不至于像封建社会那么极端，但总而言之，在我们今天生活这个时代，如果再有一些下级官员采用种种奇思妙想的方法来避祸，那只能说明我们这个官场还存在着一些很丑陋的现象。本期话题，溜须拍马也得有文化。咱们总说这个溜须拍马4个字，但您知道这溜须拍马典故从哪儿来吗？溜须是溜须，拍马是拍马。咱们先说呀，这个溜须。溜须这个典故呢，来自北宋宋真宗的时候。那时候有个大臣叫丁谓，这个人特别善于察言观色。
要按现在话说呢，就他情商特别高，但是呢没用在正地方，全拿来呀，跟皇帝呀，逢迎献媚了。这宋真宗呢还挺对得起他，给他封了一个副宰相。这丁谓是副宰相，那正宰相是谁呢？咱大伙都熟，就寇准，就杨家将里的寇老心儿。这个丁谓呢很聪明，他琢磨，他说我不光是要搞定大老板，中层领导也很重要，所以呢他对寇老心儿也是各种讨好。有一回呢，说两个人在一起吃工作餐，这寇准呢胡子长，这饭粒儿就粘在胡子上了。丁谓一看机会来了，赶紧凑过去，假装伸手轻轻的给寇准捋胡子，把饭粒儿顺道就给捋下来了。嘴里还说：“哎呀，这胡子可太漂亮了，怎么长的？怎么能保养的这么好？真让人羡慕。”因为在封建社会里美男子的标准是什么呢？叫面白多须就得有长胡子，皮肤还挺白，这就是美男子的标准。所以夸人胡子呢，就跟现在咱们说谁长得英俊潇洒、夸颜值似的。这寇准呢是非常通透的一个人，一看你这明显讨好我呢，他能吃这一套吗？就哈哈大笑讽刺他，说怎么着呀？你也大小也是个宰相，这世间还有替人溜须的宰相吗？就捋胡子溜须。就这么着呢，丁谓多了一个绰号叫溜须宰相。溜须这典故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这个拍马呢，本来是古代北方人打招呼的礼节，就跟现在西方人一见面要拥抱亲吻脸颊跟这差不多。就像咱现在一见面说你吃了吗？最近挺好的，和这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北方人呢骑马，见面的习惯呢，从马上下来呢，互相拍拍对方马的屁股，说一句：“哎呀，好马好马。”但问题是呢，有的人马挺好，有的人他这马不怎么好，瘦骨嶙峋的，但出于礼貌呢，也得说一句好马好马。后来这个习惯呢，从这个北方游牧民族传到中原了，中原人就觉得有意思，说这不就是一种奉承吗？以后再说谁奉承别人，睁眼说瞎话的时候，就借用这个事儿，说你看你别跟那北方人拍马似的，就这么着拍马屁拍马屁拍马，这词儿就流传下来。所以说呢，溜须拍马典故不一样，但是词义呢都一回事，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拍马屁，等于说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但是呢，咱们老祖宗拍马屁都是有讲究的，必须有文化，没文化硬拍，像丁谓这种留下个笑柄算是轻的，严重的命就得搭上。那今天呢，咱给大伙说说有文化的拍马屁和没文化的拍马屁，它这差距得有多大。说拍马屁有文化，不光别人不笑话你，甚至还能敬仰你，甚至能拍得青史留名。你看咱们比方说唐诗宋词，这是中华的文化瑰宝，很多的诗人词人呢，都在全唐诗全宋词当中留下自己的名字。有的呢是像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这样的高产作家，有的是就一篇代表作，但是呢让谁也忽视不了。你像以孤篇压倒全唐的《春江花月夜》，那作者张若虚就由此名垂千古。那么全宋词当中呢，就有这么一个人，他就一篇代表作，但名传千古。这篇代表作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拍马屁拍出来的，整个一篇是马屁词。这个人就是宋朝的一个词人，叫张才翁。张才翁呢，在这个林琼的司法系统任职，凭借一点才华，他就有点放荡不羁。而他的上司呢，郡守张公祥，为人是刻板又刚直，特别注重礼数，所以对于这个张才翁的轻浮狂放不感冒，甚至还挺讨厌。那张才翁虽然狂放呢，但也不傻，知道上司讨厌他，得罪上司没好处，再有才华你也没有出处之日。那么为了自个儿的前途呢，他就得想办法跟这个张公祥拉关系。怎么拉关系呢？那当然最经济实惠、简单有效的方法，就非拍马屁莫说，千传万传，马屁不传。那这马屁怎么拍呢？是个问题。咱们前面说了，这张公祥刻板正直，你拍马屁对他不怎么好使。想来想去呢，这张才翁想到了切入口，说张公祥虽然刻板正直呢，也是个风雅之人，也喜欢写点诗、填个词什么的，我得从这里边入手。很快机会就来了。有这么一天呢，这张公祥兴致高昂，带着下属出去游玩去，然后呢大摆宴宴。
那么像张才翁这种不被上司待见的人呢，是够不着，不会邀请他参加。不过张才翁自有妙计，他就找到了现场啊一个负责给这个张公祥安排啊歌舞啊这个宴席啊这些事儿的人，这人叫杨角。他重金买通他，私下嘱咐他说，我们这个张老板呢喜欢风雅，一会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一定会写诗，等他一写完呢，你马上把他抄下来送到我这儿，哎，我有重谢。果然呢，这宴会呢刚到一半，这张公祥就手痒了，忍不住写一首七律。怎么写的呢？这七律啊留下是留下，但不是什么名篇，说白了张公祥才气有限。他这么写的，叫出眠观柳未成阴，马上聊为拥鼻音，远患情怀消壮志，好花时节复归心，别离长恨人南北，会合修辞酒浅深，欲把春愁闲抖擞，乱山高处一登临。那这诗什么意思呢？大致就说呀，我呀不想做官，但皇上啊非让我干，我不得不做。这官当的呀也没啥意思，想归隐呢还又不能，所以看人家游山玩水的，很羡慕也很伤感。其实这诗呢，就跟咱们看电影《甲方乙方》里头啊，徐帆扮演的大明星似的。哎呀，我就想做个普通人呢，结果呢，他真去做普通人去了，没人找他签名合影了，他又不干了，又后悔了，啊，就挺矫情。所以张才翁一看这诗，嗤之以鼻，什么玩意儿写的？他当然看不上这个张公祥的才华，但你看不上归看不上，这马屁还得拍。这个时候一般来说，这个诗写完了呢，酒席宴前呢，很风雅的场合呢，他有个乐队，有个唱曲的，然后现场就把这诗呢编到这曲里，把它唱出来。咱们说这宋词它是怎么来的呢？说词和诗，词者诗之语也。就诗写完了呢，觉得要适合这个演唱，所以会把这个诗呢改成适合演唱的长短句，所以这就是词的由来。所以当时呢，张公祥呢把这个传下去呢，就是给我编成曲儿，得唱出来。这个时候，张才翁得到了这首七律，施展平生所学，迅速在原稿上增增减减，改出一阙词来。这词牌子叫《雨中花》。内容还是原来那种形式上由诗改成词，他怎么改的呢？这改的可厉害了。你看啊，他是这么改的：万柳青青，出眠观柳，向人犹未成阴。据雕鞍马上，拥逼微阴。远患情怀水润，空阶壮志消沉。正好花时节，山城留志，忍复归心。别离万里，飘蓬无定，随念会合难平。相聚里，修辞金盏，酒浅还深。欲把春愁抖擞，春愁转更难禁。乱山高处，凭栏垂袖，聊寄登临。这阙词的意境水准，远在他刚才那首七律之上。这词一写完呢，快马加鞭，他打发人呢送到杨角手上了。这杨角呢，就赶紧安排下边的这个歌伎舞伎啊，唱歌跳舞助兴，把这词儿就通过唱曲传出来了。那这一曲完毕啊，四座皆惊，在座没有一个不惊讶的。说你看刚才啊，这张公祥做这首诗啊，说这诗和词确实是，这词肯定从这里扒出来的，但是呢，这个词这水准真高。这张公祥也纳闷，就问咋回事。杨角就说了：“大人呐，这是张才翁做的，刚才特地嘱咐这个他改完了唱给你听。”张公祥一听啊，这词写得好啊，这张公祥是爱才之人，一看水平很高，还说出他心声了。这是我的知音呐，比那高山流水还厉害，把我心声都说出来了。所以这张公祥崇尚知己之交，是为知己者死吗？有文人都好这个。所以这张公祥对张才翁态度来了180度大转弯，也不嫌弃了，一下子由边缘人变成心腹了。你看这拍马屁拍这个境界。后来这首《雨中花》被收录到全宋词当中。这张才翁不仅凭拍马讨好上司，博得了好贤称，还博得了个才子名声。这个就是有文化的拍马屁。那跟这相比呢，没文化的拍马屁呢，危险了。弄不好呢还容易丧命。你看我举个例子，南北朝的时候，南朝宋齐梁陈嘛，梁武帝有一天呢诗兴大发，带领一群大臣呢一起游山玩水，大家呢正在烟雨朦胧的湖上尽兴泛舟的时候，
突然间呢，有个大臣呢想趁机拍马屁，这梁武帝呢文化不低，所以这大臣拍马屁呢也想吊他书袋。哎呀，圣上啊，烟波浩渺，圣上亲临盛会，这可谓弟子降西北主。这什么叫弟子降西北主呢？这是屈原九歌里的一句话，意思是呢，这个天子啊，来降临到北岸了。这意思捧啊，说你梁武帝这天子啊，我们大伙都捧你，你了不得。你听着挺好，没想到梁武帝脸变了，勃然大怒，说把这个给我推出去，杀了他。说怎么这捧他不识好歹吗？不是，这梁武帝说出了一番道理，说你弟子降西北主啊，这是屈原九歌里的一句话。下一句是什么呢？弟子降西北主，慕渺渺兮愁余。你干啥呀？你骂我呢？说这怎么回事？给大伙解释解释。弟子降西北主，慕渺渺兮愁余，这是屈原呐，就说这个上帝之子啊降临到北岸了，可是呢我眼神不好，我看不清楚，心里很犯愁，很忧愁原意是这么个意思。可是你这上一句搁一块儿，他说弟子降西北主，梁武帝想到慕渺渺兮愁余，他为什么生气呢？梁武帝眼睛有问题。中国历史上有2个独眼龙皇帝一个是前秦的君主苻生，也是南北朝时候的，再加上他梁武帝。梁武帝眼睛独眼龙，那眼睛半瞎不瞎，有问题。所以这梁武帝脾气不好，还有点小心眼儿。你看谁提独眼这事儿，对他来说是个很大打击，连自己媳妇都不行。当初呢，他的结发妻子就是拿他独眼这事儿开玩笑，给逼死了不说呀，还创造了死后离婚的这么个奇葩。什么事儿呢？他这结发妻子叫徐昭佩。有一次呢，他跟梁武帝开玩笑，一半脸化上妆，一半脸没化妆，就素颜。梁武帝说：“你什么意思？”这徐昭佩乐了，说：“你看啊，你瞎了一只右眼，我这边脸化上妆也白扯，你也看不着，所以我就画左半边好了，还省事儿。因为这个还留一句成语叫徐娘半老，什么意思？徐昭佩，这妃子叫徐昭佩，徐娘嘛，半老是啥意思？化一半妆，这不就一半年轻一半老吗？就徐娘半老原来的意思是化一半妆的意思，一半化年轻，一半素颜是老的，徐娘半老。结果梁武帝听后非常生气，说你讽刺我是瞎眼睛，甩袖就走了。到后来找个理由，逼得这徐娘徐昭佩跳井自杀了。自杀以后都不解恨，让人把徐娘呢尸体从井里拖出来，带着休书，他又写个休书，连尸体带休书送回娘家，就是死你也不是我家里人，我得把你休了。所以你说这么个小心眼皇帝，他能饶得了这大臣吗？弟子降西北主慕渺渺兮愁余，你讥讽我独眼龙，你影射我眼睛不好使，推出去斩了。你看你文化不高，就记那么一两句，你还不如不掉书袋，硬装文化人，拍马屁把自个儿给拍死了，不是？所以这个可谓后患无穷。那咱们最后呢，还得说个好玩的事儿，就说文化人有文化，你也不一定能把拍马屁拍的特有文化特恰当。你比方说李白有文化吗？李白拍马屁就不行。李白34岁那年呢，他仕途之路走不通，他就想找荆州长史韩朝宗抱一下大腿。就这么的呢，他写了一首拍马诗，名字叫《与韩荆州书》。这第一句呢，咱们很多人都知道，叫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这句诗很有名，它前后有前后文。他第一句是这么说的：白闻天下谈事，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何令人之景目，以至于此也？他说意思就是说，天下文人相聚在一块讨论天下事，宁可不当万户侯，也想认识韩大人您呐。你为啥让人仰慕到这程度呢？你看，明明李白自己想吹捧这个韩荆州，他却不说李白说就白说，他说白闻。你看用的好，就意思我听别人说，这意思不是我光我说，所有人都这么说，把这韩荆州捧成一个让天下才俊宁愿不要高官厚禄也都要疯狂追捧的流量小生了。你看，然后还反问，你说领导你为啥这么受欢迎呢？你听着挺恶心吗？但是领导很吃这套，很成功这马屁。可是呢，李白的性格狂放不羁，很傲气，
所以他装啊都装不像。这前面拍的挺好，到后边就给拍糊了。马屁拍着拍着就成夸自己了。后边怎么写的呢？君侯何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也。就是你呀，为什么还爱惜你这个这手里攥着这权力呢，攥着这官位呢？哎，你就给我吧，你让我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你看，说白了，这话呀，傲气出来了，而且把意图整出来了。意思我捧你干啥？你得给我当官啊，给我介绍门路啊。这一下子，韩荆州一看，很是不爽啊！合着你意图露出来了，你不是真心的捧我呀，你是带着目的的，而且还抱怨我不给你使路的啊！所以直接让李白吃闭门羹。你说李白多可惜，浪费了这么好一个拍马屁的开头。所以说拍马屁这事儿啊，你还真得看天分，也不是有文化就时刻拍马屁，还需要点高情商。咱们要是自觉没那份情商啊，不能把马屁拍的又有文化又清新脱俗的话，真就不要尝试这种高难度事儿，老老实实当个本分人吧。说不定呢，你在这本分人呢，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哎，你本本分分的呢，旁边人都拍马屁，就你不拍，说不定能从众多马屁专家当中脱颖而出，哎，收获自个儿个好前程。本期话题：当官也愁没房住。中国人讲究安居乐业，把这安居业放在乐业前头，哎，就是得住好了才能干好活，才能活得好。所以中国人对房子的追求啊，可以说哪个国家都比不上。有个不太好笑的笑话嘛，这都有些年了，说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在天堂相遇了。美国老太太笑嘻嘻说呀：“我这高兴啊，我死了也值啊！我昨天刚环游完世界，哪儿都去过了，死而无憾呢。”中国老太太说：“我死的也值啊！说昨天呢，我刚把给我儿子买房子借的最后一分钱还完，我这死了之后也没后顾之忧了。”你看这个笑话能说明什么？中国人对房子是有执念的，特别执着呀。你现在说你有没有房子，这几乎是相亲必过的一关，没房子恐怕连媳妇都娶不上，更别提这传宗接代了。其实不光现代人愁房子，古人也有同样的苦恼。而且在古代啊，不光平头百姓住房子难，就连当官的也愁没房住。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这房子把中国当官的怎么给为难上千年。在很多人看来，封建社会的官员呢是吃皇粮的特权阶层，说他们的住房问题那肯定由朝廷由皇上给解决呀。我只能说有这想法的人你是太天真。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这期间，一般的朝廷官员根本不敢奢望能有自己的房子。你像秦朝官员的工资呢，实行的叫制旦制，就是直接发粮食当工资。而官员的职位越大，也就仅仅意味着呢能领到更多粮食，没有其他特权。一直到西晋以后呢，为了优待官员，朝廷才正式按照官员的品衔来给他们分地。然而皇上给的地呢，和官员任职的地方经常不一致。你比方说你在北京当官，你给的地可能在石家庄给你地，而且按照唐朝末年之前的规定，一旦官员退休，在职时候的俸禄一律停发，地呢也得还给皇帝。因此你在皇上临时给的地上盖房子，到最后你又得退给皇家，给别人住，这种傻事当时就没人干。所以这房子呢没钱买还没法盖。那这个官员的住房问题怎么解决呢？就两招，一招是住宿舍，一招是租房子。你看咱说第一招住宿舍，你看北宋元佑年间，苏东坡担任杭州知州的时候就住过宿舍。可惜这个宿舍呢是五代时候留下的建筑，都100多年了。用苏轼自己话说，那纯粹是个危房。他怎么形容的呢？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厉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即问得通判、职官等，皆云每遇大风雨，不敢安寝正堂之上。你听说多吓人呢！说这小房啊，用这木头啊倚着，这房才能不倒。每次从房子边经过的时候，都心惊胆战，连跑带颠赶紧过去，怕房子塌了把自己砸里头。一到有大风雨的时候啊，都不敢在屋里待着。那这房怎么住呢？没办法，苏东坡向朝廷打报告，申请费用，修宿舍。这个苏东坡很专业，他请专业的盖房师傅过来评估，说这宿舍想修好得多少钱呢？得4万多块钱。这钱哪儿来呢？说朝廷经费也不宽松，有办法，
北宋的时候苛捐杂税比较多，百姓过得挺难，有不少人宁愿出家当和尚去，这当和尚还能有口饭吃。可这和尚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得国家给你发个身份证明，叫度牒，这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这个度牒呢，在北宋时候你得花钱买，一张度牒是170贯，朝廷不给苏东坡钱，给他200多张度牒，你卖去吧。就卖和尚的身份证，苏东坡卖了3万多贯，朝廷再给补贴5000贯，这么着勉强凑够这4万贯修房费。你看这苏东坡住房问题解决的啊。第二招就租房子。这租房子呢，主要原因在于房价太贵，买房子买不起。你比方说有个典故叫长安居大不易，这典故主人公叫白居易。白居易大伙都知道，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就白居易呢，15、16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白继庚在徐州做官，说你别跟我去了，你老大不小，跟我也没出息，你呢到京城长安看看，看能不能认一些名人，增长点阅历，长点见识，你诗写的也不错。就这么着呢，白居易到长安了。到长安他拜见谁了呢？长安当时有文化人，也是做官的，叫顾况，是个诗人。说他诗人呢，《全唐诗》里边吧，也没有留下他什么脍炙人口的诗。我记得他就有一句诗写的不错，叫世间只有情难说，今夜应无不醉人。这两句还挺有名。但当时顾况的名气很大，他有个毛病，特别毒舌，说话很刻薄。搁现在流行话说呢，挺傲娇。一看白居易这名帖，一看姓白，名居易字乐天，就乐了，说你叫白居易啊？说长安米贵，白居不易啊。说长安这地方啊，吃的也贵，住的也贵，你想在这白待着那可不容易。这时候白居就把自己诗递上去了，哪首呢？赋得古原草送别，就那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不生。顾况一看激动了，哎呀，这诗写的太好了，有如此才华，白居易爷呀，就是你在这待着没问题了。你看，虽然说这开玩笑，这就说明当时长安呢，在那儿住是很难的。就说想在这儿有自己个1亩3分地立锥之地，弄套房子，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后来白居易在长安出了名了呢，考了进士。唐宪宗听说他名气，提拔他做翰林院学士，后来又派他担任了左拾遗。你看白居易不光自己个是官二代，他也当了官了。那他最后居易了吗？咱不说别的，在长安待了20年的时候，白居易写了一首诗叫《卜居》。诗里边怎么说的呢？叫游宦京都20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荣利追头地，免似漂流莫偶人。但到五庐心变足，感辞旧爱与消沉。什么意思？他说他羡慕蜗牛啊，自个儿还不如个老鼠呢，蜗牛还有个壳呢，我还不如老鼠呢有藏身之地，我连立锥之地都没有，我像个木偶一样到处漂流。到最后他也没混个房子住。那么白居易在长安怎么住的呢？史料记载呢，他在长安东郊的长乐里租了4间茅屋，租房子住。那么唐之后到宋的时候，租房制度就很完善了。当时呢，租房呢就可以签协议，有4凭文书官凭印嘛。苏轼、苏辙这哥俩被贬到雷州去，就现在广东海康，因为被贬嘛，不允许住官家宿舍，只能租房。当时有跟苏轼敌对立场的奸臣叫张就，诬陷苏轼兄弟，说他俩强夺民宅，应当治罪。多亏这哥俩多个心眼，租房的时候呢，签了很正规的租房协议，把协议拿出来，你看我花了租金了，这才免了一场争端。所以你说当时当官的是解决住房容易吗？住个宿舍还得卖和尚身份证凑钱，租个房子还怕让别人给诬陷了。到明朝的时候呢，房价已经贵得不行了。你比方说这个明朝开国的都城南京，南京房价有多高呢？秦淮河畔呢，一间房能卖到600两银子，一般人绝对不敢打买房的主意。不光房价上涨，房租也跟着涨，很多底层官员就连宿舍都住不起了。史书里记载呢，明朝弘治年间呢，南京国子监祭酒，这个人呢名叫谢铎，他也算个高级干部了。他手下有30多号人，都是无房户，都得租宿舍住。30多人的租金呢，是一笔很昂贵的开支。这谢铎一看呢，不行，咱买房吧。按照谢铎的级别，他属于高级公务员，但1年的薪水也就200两银子，不吃不喝3年，勉强能买一间房子。600两银子嘛，买一间房子。他手下的人收入还不如他呢。
那怎么办呢？这谢铎不愧是国子监祭酒嘛，就等于现在大学校长，不愧是最高学府领导，很快想个点子，咱们呀集资团购吧，然后又买的件数多，还能多买少算，包了还见，还能便宜便宜。大伙集资呢，从牙缝里省钱，怎么省的呢？不光是拿自己的私房钱啊，因为这政府呢不给这个国子监呢配了那勤务员啊、伙夫啊、马夫啊、门卫啊、抄写员，这些都不要，都辞退了。辞退之后，这活呢咱自个儿干，这就省下一大笔钱嘛。然后再加上自己攒的钱，存起来买房子，经过几年攒够了，买了大概30多套公家住宅，总算过上了不用交租的幸福生活。你就说这些人弄套房子非常难呐。到大清的时候呢，这问题解决了，怎么呢？当官的旗人居多，这旗人地位比汉人高啊，所以当官住房问题呢，旗人官员的住房问题呢就解决了。清朝初年的时候呢，大批旗人刚到北京定居，清政府就把汉人呢统统撵到外城，4、9城里基本都是旗人。内城的房子盖好之后呢，清政府按品级给旗人分配，1品官给20间，2品官15间，3品官12间，4品官10间，5品官7间，6品7品官呢是4间，8品官3间，9品官和没有品级的普通旗人呢1人2间。这等于什么？大伙都清楚，这叫单位福利分房。而且这房子的产权呢，它是私产，规定的是呢，只要你不跟汉族人交易，就你这个不卖给汉人，你要旗人之间互相交易，你愿卖多少卖多少，不受限制。可是到了1695年的时候呢，康熙年间出事了，很多旗人跟朝廷反映，我没房子住，不给你分了吗？你怎么还没房子住呢？康熙也纳闷啊，他就委托八旗都统啊，针对京城旗人的住房状况，每一旗你自己调查。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堂堂大清朝京城里啊，吃喝不愁高人一等的旗人，竟然有7000多人没房子住。为啥呢？这个清史里记载，京城里的高级官员、富商土豪竞相扩建住宅，大肆收购自己看中的黄金地段，而有些旗人呢，他贪图白花花的银子。那个旗人时间长了，提笼架鸟，没啥出息，吃喝嫖赌的，见钱眼开，所以只要价格合适，人家出钱我就卖房子，卖完房子我拿着钱胡吃海塞去。那你把自己的房子国家给你分的，你卖银子了，回过头你再找康熙哭穷去，你这欺人不欺人？但7000多旗人没房子住，这康熙自己族人不能不管呢。康熙就决定啊，咱干脆搞房改吧。怎么搞呢？一开始发住房补助，说一个人给你发30两白银，自个儿盖房去，拿着30两银子。可是咱们想啊，发的房子都让他给卖了，发银子不就入包子打狗吗？银子发下去，房子依然没建。接着康熙又改了，咱搞免租房，不是廉租房，是免租房。这个国家集中建房，集中分配。在这4、9城外呢，每一旗根据各自方位选定地点。你比方说咱一般说这个你比方说这个东边，比方说这个朝阳门外、东直门外。东边这儿呢，在地理方位呢，东方青龙甲乙木属木，金能克木。那个金是什么呢？白色的，所以镶白旗、整白旗住在东直门，金克木吗？就是按照5行方位。你再往北呀，你比方镶黄旗、整黄旗、镶蓝、整蓝，这个，也就是说镶白旗、整白旗呢，它驻扎在东直门和朝阳门外。那好，朝阳门外你选个地方，你在这儿呢，建这个免租房。建完了之后呢，这都国家拨钱，没有房产旗人呢，每人一律分2间，免费居住。但是呢，这免租房的产权呢归公家，哪个败家子也不能私自出卖。假如你住的人死了之后，或者不再住了，国家收回来再次分配，保证这房源呢不至于流失。你看我们今天看很多地方搞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其实也是在仿照这个制度。这样当时的康熙年间呢，建了总共16000间免租房。但这些免租房到乾隆时期又出问题了，为啥？旗人生孩子越生越多，整个城里头地盘不够住了，房子也不够分了，继续建免租房呢，这白花银子呀，这朝廷得拿，有点拿不起。所以乾隆又开始搞房改了，把免租房取消了，变成公产房。第一个，国家不再给旗人免费分房了，当然有特殊贡献以及跟皇室有特殊关系的旗人除外，作为奖励嘛。那哪个旗人嫌房子不够住，你可以向政府申请购买，你得给国家拿钱。第二呢，原来分到的房子可以卖了，前提是呢，你先把它从国家手里买下来。
就是先把这公产变成私产，你先拥有完全产权，你再卖。所以呢，咱们看呢，古代连当官的他都有住房难的问题，更何况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呢？居者有房住啊，一直是统治者们致力解决的民生问题。其实呢，要是刨去必须有自己的房子，拥有完整产权这个概念，那租房也好，廉租房也好，经济适用房也好，现在的住房问题呢，基本上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呢，随着时间的推进呢，应该会有更完善的解决方式。所以你从历朝历代的往前走这个秩序来看呢，就是对住房的解决问题，其实代表着一个时代看得见非常明显的进步。本期话题，主宰皇朝命运的盐。很多人喜欢看穿越剧，读穿越小说，而看完之后呢，还幻想说自个儿要能玩把穿越多好啊！打开月光宝盒，一念到咒语，回到过去啊！按照这个思路呢，咱不妨大胆的设想一下啊，说有朝一日啊，你要是真穿越回古代，而且你还当了皇上了，你会用什么办法来让你的国家强大呢？可能你会说，那我得做军事强国，像成吉思汗一样啊，用这个强大的军事实力征服世界。有人说，那我得广分田地，发展农业，像这西晋的司马炎一样，让天下无穷人。有的人想，那咱得广开言路，以民为本，像唐太宗一样，打造一个这个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您刚才想这些啊，这都真实的历史，而且呢，也是能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啊，实现强国富民目的的。但是我今天要跟你说这话题，盐能强国，可能很多朋友就不理解了。哎，就我说这不是言论的盐，是吃饭里边放那盐，哎，咸的那盐。说这个盐能让一个国家强盛，那物资多了，盐也不过是其中一个物资之一啊。那重要性再强，能强势过粮食吗？哎，我告诉你，盐能强国，恰恰是历史的真相。因为我们餐桌上随处可见这个盐呢，太特别了。在古代，它不但是一种调味品，还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是食品保鲜剂，是消毒杀虫剂，更加是一种战略物资，而且是皇朝的命脉。用好了，兴国富民；用不好，亡国败家。有人说你说的悬了吗？这小小的盐它能有这么大威力吗？哎，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盐是如何主宰皇朝命运，盐是怎么样改变了皇朝命运。那么今天咱们给大伙说说这个话题。从哪儿说呢？春秋战国。你看咱们这个历史课本人都学了，战国七雄是什么？叫齐楚燕韩赵魏秦。说战国七雄，齐国的国土面积不是最大的，可为什么把它排老大？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为什么呢？因为齐国不但是春秋战国时候第一个称霸的国家，而且它的综合实力一直相当强悍。在前面几十年当中啊，一直遥遥领先其他国，无法逾越。所以乱世当中，齐国称霸到底靠的是什么呢？这和盐有关。在公元前1000多年前呢，齐国就已经存在了。它这国都就是今天山东的临淄。齐国第一任国君是谁呢？咱们大伙都知道，其实就是姜子牙。这周武王啊，当初灭商以后，把山东一带的土地作为封地分给姜子牙，让姜子牙建立自己的诸侯国，成为齐国。所以齐国的国姓是姜。你看齐桓公，春秋五霸的老大，他不来公子小白吗？他大名叫什么？叫姜小白。这不是现在那酒啊，姓姜是个这个姜子牙那个姜。这个齐国呢，东临渤海跟黄海，咱们有句话说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对于古人来说呀，山海就是无穷无尽的资源。姜子牙本来呢就是山东人，于是他命人呢叫变鱼焉之力，煮盐垦田，就把这些资源呢发挥起来。很快齐国就人丁兴旺，富甲一方。从那时候开始，盐就是齐国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因为是靠海起家，靠盐富国，所以古代齐国被人称为海王之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呢，诸侯争霸，战事频繁，消耗巨大，你多厚的家底儿要用来当军费的话也不够用。于是齐国当时的当家人齐桓公就问他的宰相管仲说，我们齐国想称霸天下，钱不够怎么办？管仲就给他出了一个招，叫关山海。官员的官。说关山海是什么意思？在历史上很有名，就是国家垄断山海资源。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什么？朝廷垄断了盐业，这招特别管用。因为古人很早就知道，你必须得吃盐，无盐则肿。你要不吃盐，你身上就得浮肿，人不吃盐他活不了的。那只要有人在呢，就必然要消耗盐，而盐恰恰掌握在国家手里，我想卖你多少钱就卖多少钱，你还不能不买。另外有一点咱得多说两句，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古代社会啊，绝大多数的生活物资都可以自给自足，你包括什么锅碗瓢盆自个儿都能做啊，粮食不用说了，但盐不行，因为制盐的人必须有原料有技术才行，光是有原料这一项，这门槛就已经很高了，不是你想产盐就可以的。盐在古代就如同现在的石油，你得有这地理条件才行。中国的盐呢分为几种呢？井盐、池盐、矿盐、海盐。那非常明显，井盐、池盐、矿盐加一块的产量也不如海盐大。那资源最多显然是海盐，那么齐国又靠海，海盐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管仲呢就让齐桓公垄断盐，这个过程就是什么？空手套白狼，一本万利。但是把老百姓本来做的好好的海盐生意一下都垄断了，那老百姓不造反吗？管仲是怎么把这暴利生意做得让天下人心服口服的呢？管仲的很了不起。首先呢，他规定齐国老百姓呢可以私人制盐，就是你私人的制了盐之后呢，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进行垄断性专卖，就你自个儿留点吃的，剩下国家都得收购，你不能卖给别人，你只能卖给国家。而且为了防止呢生产过剩导致盐价下跌，说你这就一看能挣钱使劲生产，最后这盐价下来，这不行。他还严格规定老百姓煮盐的时间，只允许在农闲时候进行，就每年的10月、11月、12月和正月这4个月，农闲的时候是官方煮盐时间。再一个呢，管仲还制定了新的税收制度，他按每人每月吃盐的量呢收税。你比方男的每月吃盐5升半，女人每月3升半，小孩每月2升半。那齐国呢是大国，如果按照每人每月30钱的盐税计算呢，国家每月光盐税收入就有3000万。这还不算呢，管仲呢还利用盐呢跟周边各国做一些国际贸易，而且这个手法非常高，就管仲堪称那个时代顶级的商业奇才。你看，因为春天几乎所有人都要种地，晒盐的人就少了，盐这个价格就会升高。而其他那几个诸侯国在内地的呢，又没有什么盐的资源，所以管仲呢专门让齐国人在这个时间多制盐，再以高出国内价格40倍的这个价格销往周边各国。所以春秋时候那些小国，梁、赵、宋、魏，包括郑国这些小国都在吃齐国的盐，甚至当时朝鲜半岛也通过海上的路数呢到这来买齐国的盐。所以市场需求大的时候呢，齐国甚至呢从其他东部沿海各国收购盐，你比方说到吴国、越国到那收盐，然后再翻倍加价往内地销售，谋取暴利。所以齐国当时赚了个盆满钵满。所以为什么齐国最先称霸，而且还位列战国七雄之首呢？盐带来的巨大利润是功不可没的。所以在当时呢，就有得盐者得天下的说法，连齐桓公自己也经常说国无海不亡，就是国家要没有这海盐资源呢，你就不能够称王称霸。说到这儿，有人问了，说你最终统一6国的可不是齐国呀，是秦国呀。秦国大伙儿都知道在陕西那边他也没海呀，后来人家不也称霸了吗？那不比齐国成就更大吗？这你刚才说有盐没盐，这跟称霸有关系吗？如果不得盐也能称霸，那你说这盐是皇朝命脉，那不太夸张了吗？其实一点不夸张。秦国兵强马壮的背后，盐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你要把这个史书你翻一遍，你寻找这里头的一些蛛丝马迹加对一块，你发现秦国一统天下的过程其实就是一路抢盐的过程。首先咱得搞清楚一点，齐国到底有没有盐，这个秦国到底有没有盐。在这个本草纲目和天工开物里边都有记载，说古代的接州和凤州这2个地方都产一种盐，就是在山崖呀或者岩洞里边自然形成的盐，不需要煎煮，你直接刮下来就能吃。那这种盐呢，对于齐国呢需要花时间晒煮的海盐来说，那就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那么接州和凤州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甘肃武都和陕西凤县，这2个地方当时都是在秦国境内。所以秦国人不但有盐吃，而且吃的得天独厚，毫不费劲。你要说现在说是陕西那边人口那么多，那个盐这点产量不够，过去人没那么多，
这盐是够吃的。所以这就让呢其他6国没法对秦国采取食盐经济的制裁。你抬高盐价，秦国人可以不买，你不卖盐给秦国，他照样能活命。所以到后来战国末期的时候呢，以这个合纵来对付这个秦国呀，也大伙都想办法，说经济上怎么制裁，但是你靠盐制裁他，制裁不了他。虽然别人呢不能用盐来制裁秦国，但是秦国知道掌握住盐，就等于掐住了天下人的喉咙。于是秦国每一次攻城略地，都对当地的盐资源进行了严格控制。首先呢，秦孝公10年夺得了山西平阳境内的安邑盐池，那是池盐，开始池盐大生产。又在秦惠文王9年吞并了井盐资源丰富的蜀国，而且创造了凿井集卤煮盐法，这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四川自贡井盐。咱们学地理的朋友会对这个名词很熟。接下来秦国的战神白起呢，重挫魏国军队，杀了24万人，把魏国盛产池盐的河东郡收入囊中。你等攻陷楚国呢，拿下楚国境内所有的全盐产区。到这个时候，中原地区再也没有可以支撑各国王侯将相和百姓用盐需求的产盐大区了，都被秦国抢去了。然后又在公元前284年呢，秦国呢又和其他5国联军讨伐齐国，重创齐国。这时候的秦国呢，已经可以站在食盐经济命脉的高地上，俯视无力回天的东方6国。就他这一路抢盐，是他攻城略地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也确实好使。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要把春秋战国历史梳理一遍，你就会发现这盐的作用太大，后代也是如此。但是你别以为呢，控制了盐就有了必胜的资本。有时候这个盐也像武侠小说里练功走火入魔一样，反咬你一口，容易把整个王朝都腐蚀掉。你比方说唐朝和元朝就是死在盐手里。咱们接着说说这盐怎么样一个王朝灭亡的。你看大唐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呢，当时唐代的平原太守，也就是中国著名的书法家晏真卿，颜体字的发明者，为了抵抗安禄山叛军呢，需要筹措大量军饷，他就用政府资金呢垄断了当地的盐业市场，把所有的食盐全部收购，然后加价卖出，这样就赚了足够的军费。这个做法呢，说白了是非常时期的政策，是打仗时候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安史之乱之后呢，却被唐朝的庸官当成了发财的路子。唐朝的盐业制度立刻从原来的民营转向了官方垄断的官营。本来呢，盐的市价呢1斗也不过就10钱，官方垄断之后呢，最高提到110钱，暴涨了11倍。唐德宗时期啊，官方的盐价呢甚至高达1斗300钱以上。你说这么高的盐价，按理说这大唐政府应该挣不少钱吧？恰恰相反。为什么呢？因为贵，老百姓买不起，对政府怨声载道，胆大的人就开始铤而走险，干什么呢？偷偷的贩卖私盐。这贩私盐在过去利润是很高的。你像咱听《隋唐演义》都知道，程咬金当年那不就盐贩子吗？贩私盐挣钱吗？这样呢，就造成2个局面：一个是大量的私盐贩子出现，勾结官府一夜暴富；第二个是政府呢拼命用极刑来打压私盐。那个手段比现在禁毒还夸张，抓住有的就直接判死刑，有一些做法呢，现在听起来简直跟笑话一样。你比如说，如果你偷了专供京城的盐池，那么你和你家邻居全犯法，因为邻居没举报，所以要连坐。刮那个制盐的碱土也犯法，你刮1斗碱土啊，就按偷1斗盐定罪。盐卤池里那个柏树啊，因为盐分大可以提取出盐，所以你要是砍这树和烧这树都按偷盐定罪。有这么个极端例子，当时一位呢管理河东盐池的官员叫史木，他带着10来岁的小外甥啊视察盐田。这小外甥呢看那盐粒儿亮晶晶，就跟咱现在看的钻石似的，觉得好玩，他就捡一颗盐粒回家。史木知道后呢，这唐书里记载竟然立杖杀之，就马上说白了就搁棒子搁杖，就把这孩子给打死了。说一个小孩子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心，私拿了1粒盐，就被亲舅舅给杀死了。说他舅舅这史木真没人性，还真不是。如果这史木不杀他外甥，他们全家就会因为偷盐这个事儿被连坐，有灭门之灾。所以对于此时大唐来说呢，可谓生也在盐，死也在盐。所谓生，国库收入的1半来自于盐；死呢，私盐的暴利加上朝廷苛政，让大唐的社会矛盾开始空前激化。就当时的穷人呢，走投无路了，
冒死去偷盐贩盐，这种事屡禁不绝。富人呢，他官商勾结，利用盐谋取暴利。江淮一带强盗呢，无法无天到什么程度？拿着抢来的货物，跑到呢有盐的人家里换盐，你不答应我就烧你房子。你等地方割据势力呢，因为山高皇帝远，你皇上你想管他管不了。有个叫王重荣的河中节度使，就占据了京城附近的2座盐池，每年产盐呢大概有3000车。他把这盐卖了，税金全部节流。朝廷就想把这2个盐池采盐权收回来，王重荣说啥也不干。到什么程度？我跟你朝廷兵戎相见，干一仗。当时唐僖宗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呢，这些个弄了盐的人呢势力强大，也有人跟着啊，是军武器械也没问题，大唐政府奈何不了他。所以大唐国运在盐的浸泡当中就走到尽头了。各地的农民起义揭竿而起，其中最有名的大伙都知道黄巢和王献之，这在历史课本里说的很清楚，这2个人领导农民起义。这又和盐联系上，说为啥呢？你知道黄巢和王献之是干嘛的吗？课本上说农民起义领袖，其实他俩的身份是什么？盐贩子。那时候黄巢、王献之10个月内聚众百万，横扫大半个中国，占领大唐东西2京。这2个人其实是唐朝最有名的2个私盐贩子。你看黄巢家里祖辈3代都是贩私盐的，家里条件非常好，他跟王献之他俩都是盐贩子同行，原来就认识。后来一看王献之造反了，他也马上跟上，2人很快就形成规模。所以你看这一写诗，什么待到秋后9月8，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好像这黄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己被压迫不得了。我告诉你，他什么被压迫不得了？他是私盐贩子，有钱的很，人家就是天下大乱，自己除了要夺取功名。这咱们一说农民起义啊，都是被压迫的不行了。真正得了好处的那些农民起义军领袖，往往并不是穷人，他是趁着乱世攫取自己的权利。后来王献之被杀，黄巢不用1年的时间就杀进长安了。历史书上对黄巢作战的概括是啥？叫流动作战，避实击虚。你看这8字很讲究，这跟盐贩子做买卖思路一样的，就跟现在小商小贩躲城管似的。你看什么叫流动作战，避实击虚？官府抓我就跑，哪有空的往哪钻。更有意思是呢，大唐派出镇压黄巢起义军的队伍里面也有很多盐贩子出身的军人。你比方说钱镠、王建、朱宣，这3员大将都是开始是盐贩子，后来看黄巢起义了，又参军平乱，也想就着乱乎劲儿自己浑水摸鱼，在战斗当中壮大自己势力。所以等黄巢叛乱一结束呢，他马上打入唐朝体制内部，摇身一变当上唐朝公务员了。有的还拥兵自重，不仅不向唐王朝纳税，还积极参与唐朝末年的权力争夺战。所以唐末这种乱象和这些盐贩子有直接关系。后来这不钱镠在5代十国时期建了吴越国，王建建了前蜀国，就盛极一时的唐朝其实就被这些私盐贩子给终结了。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到了元朝末年，朱元璋起义的经费大多是私盐贩子提供，他的对手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这些人也都是私盐贩子出身。就可以说历史上的元末农民起义基本也是一伙私盐贩子在争夺江山。所以中国历史的进程啊，就被这些私盐贩子给改变了。所以今天咱们说这个呀，用2个字总结盐的前世今生，我觉得配得上传奇2个字。你看现在我们每天做饭用到盐吃到盐的时候，你很难把它和古代的黄巢命运联系到一起。但有一点是相似的，就是你这用盐做饭呢，你也得掌握火候的度，多一分太咸，少一分太淡，这是盐的滋味，也是历史上啊把控黄巢命脉的一个诀窍。多一分过，少一分也是过。本期话题，公主真悲惨。老话说呀，皇帝女儿不愁嫁，就说公主啊，那对于嫁人这事根本不用犯愁。为啥呢？有权有势有地位啊，金枝玉叶嘛。你看传统戏剧里有那么一出戏，叫醉打金枝，就说唐太宗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第6个儿子郭爱，结果小两口在家里边吧，这驸马也得给升平公主行大礼。那毕竟人家是公主，人是君，你是臣呢。结果这郭爱呢有点怨气儿，时间长了呢，在家宴上喝多了，跟升平公主吵起来了，说2句过头的话，把郭子仪给吓的。这郭爱呢还酒壮怂人胆，还给了公主一嘴巴子。
所以郭子仪绑着自个儿儿子郭爱上金殿，就是醉打金枝，就这么个故事，好一通赔礼道歉。那你看公主这腰杆多硬，你要放到现代那也是女性羡慕的对象。可是呢，咱不得不告诉大家个真相，那醉打金枝那是戏剧，在现实当中啊，像升平公主这样的可不多。古代的公主们呢，她的命运呢还不如普通妇女，比普通妇女还要悲惨。你说她们又有皇家权势，又有超高地位，有公主身份，怎么可能比普通女性还不如呢？其实她的人生悲剧恰恰因为她皇家的权势、超高的地位、公主的身份，也要说这3点优势恰恰是她们悲惨命运的原因。你看，先说头一个，公主的权利。说公主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呢？周迅、陈红、郭亚蕾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大明宫词》里面有这么个情节，说周迅扮演的14岁的太平公主，第一次出宫呢，在上元灯节的那天晚上啊，邂逅了英俊的武士薛绍，这就让她开始了少女初恋。回去之后就单相思了，非这个薛绍不嫁了。可人家薛绍呢已经有老婆了，公主过去也不能做妾。这时候呢，公主特权就出现了。什么叫皇帝女儿不愁嫁呀？我喜欢你就得娶我，你有老婆好，杀了他。武则天马上下密诏，把薛绍的法妻给弄死了。当然这是电视剧的戏说，那么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在历史上啊，薛绍只有一个老婆，就是太平公主。而他的死呢，是因为他哥哥谋反牵扯到他才被杖打100，最后惨死狱中。剧里头这个薛绍的原型呢，其实是太平公主的第2任丈夫。你看薛绍死了之后呢，武则天不忍心看太平公主年轻守寡，又亲自给她物色了一个新丈夫，就是自个儿的大侄子武攸暨，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那这个武攸暨呢，他是有老婆的，武则天为了把太平公主许配给他，就把他原配的妻子给弄死了。你说这俩人婚后生活幸不幸福，历史没有记载。一日夫妻百日恩呢，还是结发之妻，中间离散。你说这武攸暨对于这个蛮横的杀妻仇人会不会心怀仇恨呢？咱们只能自个儿琢磨去了。而且因为娶你，我原来的老婆被弄死了，你想想作为丈夫他会什么样心态？而有的历史上啊也有记载了这样事儿的，就是这夫妻的生活也有做明确记载，就他幸福不幸福。就唐玄宗李忱在位的时候呢，有个叫郑浩的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家里背景还特别好，官宦世家。早在唐宪宗的时候呢，他爷爷郑殷呢就做到宰相了。这个郑浩呢还特别年少有为，因为家风严谨，从小聪慧好学，写的一手好文章。公元842年，他24岁那年考中了状元，随后就被朝廷任命为右拾遗，银钦光禄大夫，成为朝中最年轻的官员。那树大招风，这郑浩就是个典型例子，他各方面太优秀了，就被人盯上了。谁呢？唐玄宗李忱，他最宠爱的一个公主万寿公主，他和元昭皇后生的，到了谈婚论嫁年龄，所以他就盯上郑浩了。听说郑浩还没结婚，这不巧了吗？马上写个诏书，让他做驸马。这诏书就交给当时的宰相白敏中，让他执行这事儿。这白敏中也挺高兴，屁颠屁颠就去了。到了郑家扑个空，怎么回事呢？郑浩是没婚配，但人家是有未婚妻的，是他老家的卢小姐，俩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正准备考上状元，事业有成了，回家成亲。这会儿郑浩不知从哪儿得到信儿了，说这个皇上看上他了，要让他当驸马。得了，我也别什么事业了，我赶紧回家呀，把媳妇娶了再说。等我生米煮成熟饭了，你皇帝也是要脸的人，你还能咋地？娶公主这事就不了了之了。可没想到呢，这白敏中太敬业了，硬是快马加鞭，在半道上把郑浩给追上了，还威胁他现在你小子可是没结婚的皇上让你当驸马，你若不从，祸从天降你要不接受诏书，我回去如实禀报，你小命可不保了。违抗圣旨，你还得满门抄斩呢。你看公主这特权，你敢不娶我杀你全家。这郑浩再优秀，他也是肉体凡胎，他也怕死，只好委曲求全。两人结婚之后呢，郑浩心里有怨气儿，经常慨叹自己婚姻不幸，但是他不敢恨唐玄宗，也不敢对公主怎么样，所以他这一腔怨气也没地方发泄。他就想到这白敏中你怎么那么敬业呢？你太讨厌了你所以他开始处处跟白敏中作对。后来白敏中被外放到这个滨宁这个地方做官，
临行前就放心不下，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找唐玄宗，说当初郑浩不愿意娶公主，是臣再三劝说他才从命，因此啊，他对臣呢很有成见。臣在朝中啊，他还没办法弄我，我这外放啊，他肯定会诬陷于我。您到时候可千万别信呐。唐玄宗一听乐了，从这后边这个办公桌里啊，掏出一摞子奏折来，说白敏中啊，你以为你在朝中就安全了吗？你看看这些奏书，都是郑浩弹劾你的，恨不得连你放个屁他都得上书说你对朝廷图谋不轨。要不是我知道他对你心里有怨啊，他主要冲着你来，我替你都压下来了，要不然你以为你还能活到现在吗？行了行了，别担心了，放心去吧。几句话把白敏中吓得一身冷汗。你看给公主做媒还有这么大风险，所以这特权得来的婚姻也很难幸福，强扭的瓜不甜。有人就纳闷了，说公主那不是人人争抢吗？娶个白富美少奋斗10年不挺好吗？那你看陈世美为了娶公主，把结发妻子秦香莲都抛弃了，冒着生命危险，最后还付出生命代价，这驸马爷应该很抢手啊。其实呢都是戏说，在历史上啊，当了驸马的状元就郑浩一个，正常人还真不愿意娶公主。为啥呢？这就得说公主的第二个优势，她特别有地位，这个地位对夫妻来说呀，反而是个障碍。早在唐太宗的时候就曾经讲过，说我呀贵为天子，可是一般人呢宁愿跟着门阀士族联姻，都不愿意跟我们皇室结为亲家。唐太宗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到唐玄宗时期啊，这谜底被揭开了。说唐玄宗呢想把他妹妹玉真公主许配给方士张果。这张果是谁呢？就民间传说当中八仙那个张果老的原型。这个张果特别果断拒绝了。后来呢，他给出解释，说娶妇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谓也。什么意思？说你要娶个公主过门，等于平白在家里多出个官府来管你，这太可怕了。你就说那个方士在唐代的时候社会地位挺低，就连一个区方士都不肯娶公主，可见当时公主多不招人待见。为啥不招人待见呢？就是因为公主太有地位了，大家觉得压不住，等于娶到家里一个灶王爷，天天管着你。那说有地位导致没人愿意娶，这是第一惨。还有第二惨。什么第二惨呢？就你即使有人娶你，你也见不着。为啥呢？在明清两朝的时候，公主身边往往都有那么一两个可怕的嬷嬷，就《还珠格格》那容嬷嬷，专门给公主扎针。那明清时期的嬷嬷们呢，经常拆散公主的婚姻。为什么呢？明清时期有这么个制度，说公主出嫁以后啊，平常是不跟驸马住在一块儿的，地位高吗？说想过夫妻生活的时候，驸马先打报告，经过批准了，两人才能见面，才能同房。这个报告呢，不能直接打给公主，就跟咱们现在公司你要下属见这个老板似的，你有个流程，得先跟秘书打招呼。而公主的秘书呢，就是专门管公主婚姻生活的老宫女、老嬷嬷们。你看这地位，如果嬷嬷们觉得报告不合适，那他就见不着公主。所以很多公主驸马呀，因为嬷嬷的刁难，一年都见不上一面。你比方说明朝的时候，明神宗朱翊钧有个同母妹妹永宁公主，她一辈子就跟她的驸马梁邦瑞见过一面。怎么回事呢？说公主跟梁邦瑞那举行完婚礼，这不见一面吗？回宫了。梁邦瑞得找公主啊，新婚燕尔的，一进宫就被嬷嬷们拦着要钱。这梁邦瑞说，怎么还有这规矩呢？我见我老婆还得给你们钱。他对这个制度完全不懂。我要见媳妇儿，你不让见还要钱，这什么道理？他就来倔脾气了，结果就跟这几个嬷嬷吵起来了。一吵起来动上手来，这嬷嬷一哄而上，你一拳我一脚。这梁邦瑞本身呢就有病，自结婚的时候还吐过血呢，哪经这个连气带挨揍，几下被打趴下了。回去家之后一场大病，没多长时间就死了。就这么的呢，永宁公主结婚不到2月，就在婚礼上见了驸马一面，之后就成寡妇了。这个时候她才15岁，在明朝啊，公主是不能二嫁的。一个15岁小姑娘就开始守寡，你说这日子受得了吗？就这么憋憋屈屈的，到27岁时候，她就等于活生生给憋屈死了。所以说，公主这个高地位对他们婚姻来说呀，并不是什么助力，反而成了阻力。就连民间都挺同情公主们遭遇。有那么一部史书啊，记载了这么个事儿，说道光的闺女，这是哪个闺女？四公主
叫寿安固伦公主。结了婚1年以后呢，回去跟道光皇帝哭诉，说我结婚都1年了，还不知道我丈夫长什么样呢。我身边那些嬷嬷宫女不让我跟驸马见面，憋屈死了。道光一生气说：“他们管得着吗？你让他们边去！你告诉我说你俩想见就见，啊！你跟他们说，谁不能拦着？”就这么，这个公主啊，终于跟驸马能撒欢见面了。这一见面，连年8年生了8个孩子，你看这个热闹啊！所以你看，这就是民间都有这方面的记载。那么除了特别权利、特别地位，最后一个就是这个特别身份，就是公主作为皇帝女儿这个身份呢，让他们婚姻往往变成一出政治大戏。她本人就是戏里不由自主的傀儡。你看历史上那些和亲公主嫁给外族，你听着好像王昭君呐、什么这个文成公主啊，这千古流芳。那平平常常那些公主过去，那个婚姻生活呀，你别提多不如意了。就包括王昭君，为了维护匈奴地区的和平和大汉王朝的这种关系，她嫁给了单于之后呢，老单于死了，她又嫁给小单于。这小单于当然不是她亲生的了，但是你这么说，这咱们听着怎么都跟乱伦似的。你这婚姻它不可能幸福。你再比方说明朝末年的长平公主，看过金庸小说都知道，《鹿鼎记》里那独臂神尼，为啥独臂呢？因为他父亲崇祯皇帝亡国的时候呢，怕自己女儿成了俘虏受辱，给自个儿丢人，就拔剑呢把长平公主要砍死。这个一剑砍偏了，就砍掉一只胳膊，这长平公主捡条命。说她是独臂神尼呢，这是武侠小说里头胡扯，没这事儿。但是历史上长平公主确实是被崇祯砍掉了一个胳膊。她捡了一条命之后呢，成了清朝俘虏。多尔衮为了表现自己很宽容很包容，就相中她公主这个身份了。那你看，首先公主代表着前明前朝廷，我把她照顾好了，证明啊我们大清多大度啊，我多么宽容。前朝那些什么官员什么的，不就能对我死心塌地了吗？再一个，公主啊，她是一介女流，也成不了什么起义领袖，完全没什么威胁。所以多尔衮不顾长平公主想出家请求，非要给她制造一个看起来幸福的人生，就把她嫁给清朝的叛徒周世显了。咱们想想啊，国破家亡，自己又不得不受敌人摆布，嫁给一个叛徒，这是多么大打击。所以在结婚后的1年多时间里，长平公主每天都哭父亲呢，哭母亲，最终在悲痛当中啊逝世了。就病死了，年仅18岁，死的时候都有5个月身孕了。所以就在长平公主去世不久呢，民间就开始流传独臂神尼的传说，说长平公主出家为尼，练了一身绝技啊，胸怀深仇大恨，发誓反清复明。金庸小说呢借鉴的就这个传说。其实无论是独臂神尼也好，还是前朝象征也好，这都是世人赋予给长平公主的角色，而她本人呢，只是一个想承欢父母膝下的小姑娘罢了。如果她出生在太平盛世，出生在普通人家，也许她一生啊就不会这么悲惨。所以你看，无论是和亲的公主，还是这个生于乱世的这个公主，她们的婚姻呢，往往都是非常悲惨。所以什么原因呢？就像崇祯皇帝向长平公主挥刀时候说那句话：“汝何故生我家？”就是你说你生在我家干嘛？愿你生生世世不生于帝王家呀！所以你后辈子多少辈子，你可千万别托生到帝王家，因为帝王家的男子，你再悲惨，还有1/1000可能能登上龙座，用绝对的胜利，用权力来终止血腥杀戮，掌握自己命运，甚至别人命运。但生活在帝王家的女人，你逃不脱女性的身份，反而因为自己的特权呢，生活的比一般女性更悲惨。所以这种悲惨呢，公主自己本人控制不了，甚至是至死方休。本期话题：人治外交不顶用。在2018年的12月初，大家都知道一个新闻，华为的 CFO 孟晚舟在过境温哥华机场的时候呢，被加拿大警方给拘押了。几天以后呢，几名加拿大公民呢，因为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在中国境内呢被依法审查。随后呢，孟晚舟呢得以保释。这个就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的质子外交。什么是质子外交呢？其实就是人质外交。在古代呢，质子外交是重要的外交策略。皇帝啊、王公贵胄啊，把自个儿的子女、妻子等亲近亲属送到外国，然后在战略上呢形成外交妥协。这个在《史记》里边呢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影视剧里呢我们也经常看到。你像《芈月传》里边，芈月就是秦国送到燕国的质子。
这一外交政策沿用了2000多年，一直到清末呀，甚至到民国都还有。那么所谓的这种人质外交，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其实我告诉大家，人质外交并不顶用，它只是一时的缓兵之计。你看，在中国史书里边呢，记载最早的质子外交是发生在春秋战国时候。这个事儿得从哪儿说起呢？烽火戏诸侯那位周幽王。其实我们跟大家说，这个烽火戏诸侯啊，是个扯淡的事儿，它并不是历史真实。因为你想啊，在烽火台上放上狼烟，周幽王和爱妃褒姒站在这个烽火台上，很快诸侯就来了。你想想，放出狼烟来，诸侯离的距离在中国古代怎么可能那么快就来了呢？所以烽火戏的并不是诸侯，很可能就是周边那些卫戍部队，就是近距离短时间能赶到的。所以烽火戏诸侯呢，明显是把这事儿给夸大了，弄得有点邪乎。但尽管如此呢，这个周幽王啊宠爱妃子褒姒这个事儿呢，在历史上确实是实有其事的。当时周幽王呢就想要立自己跟褒姒生的儿子为太子，就要废了王后申后和他的儿子太子宜臼。那么宜臼被废了之后不甘心，就跑到自己姥爷家，就周王朝下属的诸侯国申国。这个申侯一看自己外孙子被废了，女儿也被废了，气得受不了了，就联合曾国和犬戎，这犬戎其实就是少数民族地区，进攻周幽王。结果周幽王和新太子呢被这个犬戎给杀了。后来其他诸侯又赶来，又把犬戎打跑了。在这种情况下呢，申国、曾国、韦国、晋国、郑国这些诸侯拥立废太子宜臼为王，就是历史上的周平王。周平王呢怕这个犬戎呢离得太近了，打回来再报复，就决定把都城从今天的陕西西安迁到河南洛阳。当时呢就等于叫东迁洛邑。东迁之后的周朝呢，历史上就称为东周。东周开始这一年呢，就是春秋时期的开端。那么当了周平王的这个宜臼啊，日子并不好过。对外呢，时刻害怕犬戎报复；对内呢，其他王公大臣呢，还拥立了他叔叔为王，历史上叫周协王。二王并立，你想这周平王的危机感得多强？所以为了巩固自己王位呢，周平王呢非常倚重支持他登基的几位诸侯王。逐渐的呢，郑国的郑武公、郑庄公这爷俩保持朝政大权，常常借王命大肆扩张，使郑国呢成了春秋初期的一个强国。你看咱们看《古文观止》里边郑伯克段玉安等等故事，就春秋一开始的时候，郑国是绝对的强国。那权力大的人就开始膨胀，郑庄公就开始不把周平王放在眼里，想上朝就上，不想上朝就不去。周平王的心里不满，那嘴上不敢说，他就暗中要扶持自己的一个下属叫季父，想呢用这个季父的实力呢来分化郑庄公在朝中的权力，来达到权力平衡。这个事儿郑庄公知道之后呢，快马加鞭赶到朝中，当面就质问周平王有没有这事儿。周平王吓得赶紧保证绝无此事，没这事儿。郑庄公不依不饶，说为了安抚郑庄公呢，周平王没办法，出了个下策，说把我的二儿子王子姬胡，因为周王朝的姓是女字边搁个陈字的姬，他二儿子叫姬胡，说我把这个送到你郑国当人质。这时候东周其他大臣呢纷纷反对，说哪有大王把自己儿子放在大臣家中当人质的，有损威严，这不行。可是呢你不这么干呢，这郑庄公太横了，你又惹不起。有聪明的大臣一拍脑袋想出个办法，说咱互换人质吧。周平王呢，你把二儿子姬胡送到老郑家，郑庄公呢，你也把你儿子呢放到都城来，名义上呢就说互相学习去。这么郑庄公呢把儿子郑胡送到都城洛邑，这段在中国历史上称为周郑交质，就周朝跟郑国互相之间交换人质。由此可见呢，这周平王这天子是徒有虚名，实际上还要看诸侯的脸色。那么说这个质子外交这个手段奏效了吗？没有，他只不过给双方争取了一段时期的和平。周平王去世的时候呢，他的长子比他死的还早呢，于是不得不把在郑国做人质的二儿子姬胡接回来登基。照说这姬胡也是运气太差，他在回朝这一路上哀伤过度，刚回来就病死了。这只能由周平王的孙子姬林继位，这就历史上的周桓王。这小伙子年轻气盛，刚一登基呢，
就受不了这气，解除了郑庄公在朝中职务。郑庄公也不甘示弱，立即打击报复，率军队呢把这个郑国呀跟周朝的边界那的麦子、什么稻子全给收割了。所以从那以后呢，周郑事实上虽然说是上级下级，但其实也是两个国家，周郑交恶。那么周郑交恶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利益跟权力再分配问题。这个根本问题呢没有得到解决，你互换人质只能是表面上结盟，换来展示和平。所以历史上第一次质子外交、人质外交就以这种方式呢宣告失败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国家强大了，周边的附属国呢为了表示忠心，就要进行质子外交，把自己的王子啊派到你这国家当人质。然后这个王朝呢也通过这种手段达到掌控边疆的目的。你看在汉武帝时期，被汉帝国第一个降服的西域里边，第一个就是楼兰王国。这个楼兰王国呢就在今天呢新疆的若羌地区，号称红枣之乡，好旅游的朋友应该知道这地方。那个时候呢，楼兰王国是西域最靠东边的国家，跟汉帝国的敦煌郡呢接壤，而且它处在交通要道。汉朝使节不管到西域的哪个国家，就丝绸之路那些国家，都要经过楼兰王国。而这个楼兰王国呢，当时已经臣服于匈奴了。咱们知道当年呢，张骞出使西域，一开始就是为了联合大右支这国家夹击匈奴，所以匈奴也不傻，你从这儿你联合西域国家非走楼兰呢，他就给楼兰王国施加压力，就是凡是汉国的使臣从这儿路过的，你第一时间要告诉我，然后咱们两个国家成立联合巡逻队，碰上汉朝使节就截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想要贯通西域楼兰王国就成了必须拿下的国家。这样呢，在公元前108年呢，汉武帝呢派大将赵破奴率领700骑兵攻打楼兰王国，把楼兰的国王给杀死了。从那以后呢，楼兰王国开始臣服于汉朝，开始纳贡。这个事儿呢，很快让匈奴知道了。匈奴说怎么着，就我一不看着你，你就归降汉朝。他也对楼兰国发起进攻。为了平息战争呢，新继位的楼兰王国力太小不得已他就把自己一个儿子送到匈奴当人质，把另一个儿子送到汉朝当人质，表示我是永久中立，你们谁我也得罪不起，都是我爸爸。所以10多年以后呢，楼兰的国王去世了，这楼兰国人就到汉朝说你这个是我们大王子，请他回国继承王位吗？可是这个时候在汉帝国待了10多年的楼兰王子，因为触犯了汉朝法律，被处以宫刑了，就跟司马迁一个下场，被阉割了，怎么还回去当国王？但是这个事儿呢，汉朝也不能直接跟楼兰使臣说，就对他们直接答复什么呢？说是天子爱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当立者。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天子汉武帝很喜欢你们王子，就不回去了，你们就立别人当国王吧。这理由不能说服人，但你也没招，弱国无外交所以楼兰国呢只好改立其他王子。等新王继位之后呢，汉朝又命令楼兰王，你再把你新王的王子给我送过来一个，接着当人质。这新楼兰国王呢只好照做，把二儿子叫魏图齐送到长安，把大儿子呢安归送到匈奴。那么这位新国王在位没多久也死了，匈奴得知消息呢，立刻把这个大王子安归送回楼兰，成了新的楼兰王。汉武帝知道这事很愤怒，说你即使有新国王，也应该是在我们这待着人质，应该是他二儿子魏图齐，所以就命令楼兰王安归入朝，说有赏赐给他。一开始这安归挺高兴这个汉朝赏赐我去吧，见见这花花世界。但是这个时候安归的妻子，这妻子是谁呢？他老婆其实是他继母，就他爸爸死了之后他把他爸爸老婆给娶过来了。这种事儿呢在那个时候很常见，咱们大伙儿都知道王昭君吧？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其实不光嫁给这个单于，这个单于死了，他又嫁给他儿子，伺候爷俩，因为他也不是他这儿子真正的这个母亲，是继母嘛，所以那时候这种事很多。他这个继母见多识广，他就说楼兰已经送了2位质子去汉朝了，都没回来，你可千万不能去。安归一想也对，就称自己刚继位不久，国内混乱，等过1-2年我再到大汉朝觐见吧。那么这个国王安归呢是匈奴扶植当王的，他跟匈奴更亲近，于是在匈奴指使下呢又开始截杀汉朝使臣。这个时候呢汉武帝没了，已经是汉昭帝时期了。辅政大臣霍光，就那个跋扈将军，就命令人呢刺杀了楼兰王安归，
并把在汉朝的这个质子魏突骑送回楼兰，立为国王，而且呢赐给他一名汉朝宫女作为王后，把楼兰这个国家的国号都改了，改称为鄯善，并且以保护魏突骑为名呢，在鄯善地区驻兵。这是汉朝在西域设置官吏的开始，从此呢也就占据了讨伐匈奴和西域诸国的一个主动权。所以这是汉代时候，你想楼兰弱国无外交，他用这种质子外交是什么用都不定。那么等到了盛唐时期呢，质子情况又不同了就周边国家对唐朝都持一种亲睦友好、恭敬臣服的态度，就派质子到唐朝，一是作为臣服，第二个是过来学习留学，就相当于留学生。所以咱们看陈凯歌导演导那《妖猫传》里边，那么日本有和尚空海，他也是王子，他就是到大唐朝来学习来了。所以那时候到大唐来留学它是一种时尚。所以在众多留学的质子当中，最有名气的也最有成就的，得属当时就朝鲜半岛新罗国的二王子，叫金人问。唐高宗李治的时候呢，23岁的金人问呢第一次来到大唐，当时周边国家送来的质子呢，都会送到宫中呢当宿卫官，就宫中侍卫，就不仅受到这个抚养和教育，而且还有职位。在当宿卫官的时候呢，金人问就得到唐高宗李治的信任和赏识，还给授予他一个官左领军卫将军，这官职都不低。后来呢，朝鲜半岛的新罗国呢，经常遭到邻国百济跟高句丽的侵扰，所以当时的新罗国王呢，就写信给儿子金人问，说老二希望你能说动大唐，出兵帮咱们平息这些战乱。那么经过金人问的斡旋呢，他很有人缘，这个提议得到唐高宗的应允，但是唐高宗也不大放心，因为山高路远，百济的地形也不熟悉，这仗怎么打呢？这金人问是真聪明，他的记忆力超强，他就把当地的地势地貌凭着记忆想起来，然后画成地图，详细的讲述给唐高宗下边的将领听，说派多少人去打，怎么打，战略战术，金人问早就心里有数。所以唐高宗很放心，就派了兵力呢，联合新罗国的兵力一同攻打百济，最终灭了百济。后来呢，又打败了高句丽。战争结束之后呢，金人问呢，从部队出来，又回到长安，就成为新罗和唐朝之间的协调人。那么其实这时候金人问呢，他其实就是个外交官，他不是啥质子了，而且他也深深的爱上大唐了。但几年之后呢，问题来了，这两个国家联合灭了百济跟高句丽之后唐朝就在高句丽设置了都护府。等到金人问的父亲过世之后呢，他哥哥金发敏继承王位。这个年轻的新罗王野心勃勃，他不甘心臣服于大唐，所以他对百济跟高句丽唐朝控制那些地盘他垂涎三尺，觉得朝鲜半岛都应该是他的。于是他开始秘密联合在百济高句丽地区那些反对大唐的那些部队，准备联合攻打大唐在高句丽的都护府。这个事儿唐高宗眼里不如沙子，因为胆儿也太大了，所以他一面下令率军征伐，一面呢封在长安的金人问为新的新罗王，你就是新罗王，把你哥哥废了，并且命令他立刻回国带部队平叛。可是这金人问呢，刚走到一半的路程，还没等回去呢，那边呢当地的驻守的唐朝军队三战三捷，把这金发敏给吓得他也知道天高地厚了，赶紧的派使臣呢到大唐朝请罪。唐高宗一看呢，审时度势，就赦免了他的罪行，恢复他的王位，然后让走到一半金人问说你回来吧。其实呢，看起来好像金人问失去了做新罗国王的机会，但是呢，他自己本人呢，说实在已经不大想再回到新罗了，因为毕竟跟着大唐比新罗太落后了。这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很多人呢，比方说在地方，可能你职位也不低，调到北京之后一开始不适应，但待了几年之后首都的文化和这个各方面的生活水平都比地方高，就再让你回去给你升官，你可能都不愿意回去了。所以当时的金人问呢，其实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地位，何况呢，他已经摆脱了质子的地位，得到唐朝和新罗两边的信任，已经成为双方互通友好示好的这么一个外交官了。所以您这么看呢，甭管什么情况下的质子外交，其实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双方外交的问题。要想彻底解决这种外交问题包括藩镇问题，最终还要依赖于你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实力的不断加强。只有你的实力不断增强了，那么在外交上你才能占据主动，否则你就是国王自己跑过去给人当人质
恐怕也不解决问题。本期话题：太监有忠也有奸。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身边都少不了太监。这些太监呢，有的贴心，有的放心，有的听话，有的好使。就算再能干的皇帝，恐怕也离不了这些太监的帮忙。那么太监这一群体呢，今天是早就没有了。我们想了解他们，就得看书，看一些影视剧。结果这么一看呢，发现呢，这群体不得了啊！文能干涉国政，武能打遍天下无敌手。说太监有这么神奇吗？说太监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有人说太监被阉割了，心理变态，所以坏蛋比较多。那咱今天就说说太监里头好人坏人哪样多，怎么区别，历史上都有一些什么有意思关于太监奇葩的故事。首先呢，咱们得说说太监这个奇葩群体究竟是怎么出现的。最早的太监呢，它是来源于氏族部落之间的争斗。因为这个男性生殖器官呢，是父系氏族公社权力体系的象征，所以部落之间的这个互相仇恨呢，一旦出现了战俘，就先把战俘的这个男性生殖器官割掉，来表示把对方彻底征服了。到后来到了封建社会，有了后宫，就发现这些被阉割了的战俘真好用，不用担心呢他们给皇上戴绿帽子，而且呢这些男性还有力气干活，比宫女还强，还能保证皇族血统纯正。而且这些被阉割的人他也没家人了，没儿女了，不用像宫女似的到了岁数大了还得放出去婚配，可以从一而终的伺候自个儿。甚至呢有特别极端的，有的皇帝觉得太监太好用了，干脆就整出个太监王朝。这说的是公元10世纪的时候，就五代十国乱哄哄的时候，南方有个小朝廷，在现代的广东广西一带，历史上管它叫南汉。最后的亡国皇帝呢叫刘昶。这个人呢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他认为一般人呢都有妻儿老小，既然有妻儿老小就有私心，就不能无私奉献给皇上。而太监呢一个人，所以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而且呢他没了洋务啊，就没了雄风，就没了野心，就一定能死命效力。所以这刘昶居然下了一纸文件，要求呢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啊，一律要阉割，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才能当官。所以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就这么诞生了。那结果这种违背人性，那最后可想而知的。那么说统治者觉得太监被阉割了，被臣服了，就能为自己效忠，可能吗？大伙都知道，几乎历朝历代都有那么一个或者几个有名的坏太监，祸乱朝纲的，残害忠臣的，甚至杀皇帝的，这野心也没小多少。什么的大太监刘瑾啦、魏忠贤啦，等等等等。那历史上最疯狂的太监，他杀了2个皇帝，害死1个准皇帝。就这2下子，一般人可都比不了。这个被称作史上最疯狂太监的呢，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宗爱。这个宗爱呢，当上太监是因为犯罪被处以宫刑，送到宫里当太监。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这个宗爱进了宫以后呢，因为干活麻利，脑子还灵活，长相挺骗人，看起来特别忠厚老实，所以上上下下都喜欢他。很快呢，他就被分配到当朝的太子拓跋晃身边服侍。这个拓跋晃作为太子，他很精明，就觉得这个太监你看着面带忠厚，但眼神有股邪劲，没看上他，把他贬为低级太监了。这个宗爱呢特别会来事，作为低级太监呢，他也把上下打点得很好，所以很快机会就来了。就太子他爸爸当朝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外出打猎，要带一大波太监，主管太监呢就把宗爱给安排上了，给他不少露脸机会。这拓跋焘就觉得这太监不错，你看长得忠厚老实，而且呢这人还不木讷，挺机灵，办事挺周到，就把他破格提拔到自个儿身边。这一下子宗爱翻身了。翻身是翻身，他居安思危，他琢磨，他想得很长远。他说我现在把拓跋焘给哄住了，那以后呢，拓跋焘死了之后呢，不还得是太子拓跋晃当皇帝吗？他那么看不上我，那说不定我命都没了。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怎么个先下手为强呢？太子拓跋晃有2个心腹大臣，这2个人呢在朝廷上是太子的左膀右臂，他就先朝这2人下手。他给皇上拓跋焘递小话，
说我曾经啊在太子身边伺候过，哎，这俩人啊，这个思想很反动，总鼓动太子。我看太子跟他俩早晚都得学坏，甚至琢磨早点当皇上，影响你们父子感情。他还捏造了一些莫须有的证据。这拓跋焘信任宗爱呀，再加上历朝历代哪个皇上不忌讳太子想提前登基呀？所以拓跋焘一生气，就把太子身边这两个大臣给斩首了。那这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你就收拾他俩不够啊！这条不轨的官员线是越扯越多，皇上也觉得得斩草除根，就停不下来了。那么在宗爱的怂恿下呢，太子身边的官员是越杀越多，最后太子也害怕了，他也不知道咋回事，怎么都奔着我这边来了，我身边人一个接一个死啊！这太子就开始心思重上，最后忧虑成疾，没多久病的一命呜呼了。这事可以说宗爱是间接凶手，一个准皇帝就被他这么害死了。但他没完，没几年呢，这拓跋焘岁数越来越大了。这人岁数一大呀，就特别容易念旧。一想自己从小就把这个儿子立成太子了，怎么就死了呢？而且自个儿杀了这么多他身边的人，这就是造成太子死的直接原因呢。这拓跋焘就整天长吁短叹，借酒浇愁，就后悔呀，说当初证据也不足，我怎么就那么狠心呢？生生把自个儿儿子都逼死了。他这一后悔不要紧，把这宗爱吓出一身冷汗。哎，这时候他是主谋啊，这拓跋焘一后悔，在那自个儿出气，我这小命可不保了，怎么办呢？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于是呢，在公元452年年初，拓跋焘出去打猎散心的时候，喝了不少酒，回来又累又醉，躺那儿不省人事了，睡过去了。宗爱这时候已经是贴身太监了，还是总管级别的，别的太监都给他管，他就把其他太监支出去了，就留一个最心腹的太监，两人一起拿枕头盖在拓跋焘脸上使劲压，把他活活给闷死了。接着呢，他又收买恐吓一名御医，给皇帝死因下鉴定书，说劳累过度、心力衰竭、酒后暴毙。拓跋焘死时候才45，所以这是宗爱作为一个大太监杀的第一个皇帝。那拓跋焘死了，谁接替皇位呢？当时最有资格继承皇位有两个，一个是太子的儿子，一个是拓跋焘的三儿子。可这俩人宗爱都不喜欢。太子儿子不用说了，自个儿是他的杀父仇人呢，这谁都知道。拓跋焘的三儿子呢，虽然不知道自个儿的爹也是宗爱杀的，但是他和他哥哥太子一样，都太精明了，看不上宗爱。想来想去呢，他就相中了拓跋焘的第六儿子拓跋余。小孩不大，好糊弄，跟自个儿关系挺好，所以他就封锁了拓跋焘的死信，然后假传皇后诏令，召集大臣到宫中开会。他同时埋伏了30多个太监，一对一把这些大臣都给抓起来，挨个问口供。谁要是反对自己，就当场给咔嚓了。包括拓跋焘的三儿子全给杀了，剩下的放回去。这么拓跋余就成了名正言顺的皇帝了。而宗爱呢，作为辅佐皇帝的功臣，被封了大司马、大将军、太师等等等等一大堆名号。这拓跋余虽然小呢，但他也不是屁事不懂。一个太监把持朝政，自己就是个傀儡皇帝，这事他也觉得不乐意。再加上他身边有人偷偷摸摸劝他，说宗爱啊，都快成赵高了，你难道想当前二世吗？这拓跋余就起了杀心了，偷偷召集一些心腹商议怎么要收拾这宗爱。但咱们说宗爱在宫里经营多少年了，拓跋余哪比得上他时间长？包括拓跋余身边都有宗爱安插自己人，这事他能不知道吗？你想杀我，那我就再来个先下手为强吧。趁着一次拓跋余出去祭祀的时候，宗爱就派几个太监把他刺死了。拓跋余就当了7个月皇帝，这是宗爱杀的第2个皇帝。那下边谁当皇帝呢？宗爱也没主意了。那剩下的皇帝人选呢，跟他都不太好。但是你连着杀了2个皇帝，一个准皇帝，还杀这么多大臣，那大臣也不干了。再这么下去，这还是拓跋家天下吗？那宗爱的手在宫里，宫外他的势力呢，他没那么大，所以大臣们就有机会商议了。最后突然发动政变，绑了宗爱，一边拥立呢拓跋焘的孙子呢当上北魏第4任皇帝，就历史上的文成帝。文成帝上台后呢，就把宗爱和他心腹呢斩首示众，灭了9族，这样呢一场太监闹剧才算彻底落幕。所以咱们看呢，太监心术不正，皇帝又不那么精明，后果呢真是可怕，根本就防不胜防。所以说这太监呢太可怕了，心理变态，还掌握权力。
那有没有好太监？其实好太监也挺多。你比方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那个发明纸的那蔡伦等等等等。只不过好太监不太容易出名，显得少。你要不干点轰轰烈烈的事儿，大家都看不着。大清时候就有个烈士太监叫寇连才，这个人绝对是个好太监。这寇连才因为家里穷呢，15岁自己就净了身进宫当太监。因为梳头梳得好，还聪明谨慎，做事仔细，慈禧特别喜欢，很快把他当成心腹了。而且寇连才他有文化，识文断字。这时候慈禧呢交给他一个大任务，干啥呢？让他伺候光绪皇帝。咱们都知道光绪皇帝呢只是个傀儡，真正当权的呢是慈禧太后，所以派心腹寇连才伺候光绪，表面上伺候，实际上是监视。但是这个寇连才呢很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皇帝才是一国之君，你太后怎么能这么干呢？他很同情光绪皇帝的遭遇，背地里帮了光绪不少忙。后来慈禧做主，清政府呢和日本政府呢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按理说这个事跟一个太监也没啥关系，可是寇连才呢特别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人翁精神。在光绪22年，这是1896年2月初10的早晨，他跪在慈禧的床前痛哭流涕，把睡得正香慈禧生生给哭醒了。慈禧可气坏了，说寇连才一大早你干啥呀？你哭什么丧啊？寇连才也没害怕，流着眼泪哀求慈禧，说国家现在很危险了，老佛爷即使不替祖宗打算，也该给自己想想，你怎么还能只现在这么危险局面不顾呢？你不怕发生变乱吗？结果把慈禧气的，就发生变乱你一个太监管什么管呢？你是不是精神病啊？因为平时慈禧挺喜欢寇连才，这时候也没为难的，把他一顿臭骂给撵出去了。这寇连才要一般情况下这时候悬崖勒马也就拉倒了，慈禧对他也挺宽容，但是寇连才没有，他确实是有责任心。他被撵出去之后呢，跟总管太监请了5天假，回了趟老家，跟自己亲人挨个道别。回宫之后呢，他把自己平常攒的钱呢都分给了跟自己交好的小太监。这时候他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到2月15这天，他给慈禧交了一份奏折。这个奏折呢一共有10条内容，包括什么呢？慈禧太后，您不要在宫里再演戏了啊！再请谭鑫培这些人来唱戏，这不行。哎，这等于是不务正业。第二个呢，把颐和园废了，别花银子修颐和园了。第三个呢，你赶紧的回到宫里多办事，别在外边园子待着。下边你像别再修铁路了，把李鸿章革职了，续修战备，续修北洋舰队，再跟日本战的等等等等。你别说这一个太监真挺有见识，这奏折里这10件事啊，条条切中实弊，都是当时很多人想说不敢说的话。那么这一份奏折递上去，结果可想而知。刚开始慈禧也怀疑，一个小太监哪来这么多想法，说背后有大臣指使你啊。寇连才一口咬定就是我自个儿干的，而且一字一句把这奏折背的一点都不差。这下慈禧才彻底火了啊！就是你自己好，内奸严氏者斩，内奸干预朝政者斩，而且你还私通宫外，泄露宫内事，种种罪名，下令把寇连才送交刑部，立即正法。他2月15号上的这折子，到2月17，寇连才就被押到北京菜市口刑场处决。临行前，这个才18岁的小太监特别镇定，整理好衣服，朝宫殿拜了9拜，又向远方父母磕了3头。磕1个头我算尽了孝，磕2个头我算尽了忠。我对家乡磕3个头，对父母我既算尽孝又算尽忠。他还留下一句话：如此足千古也，就我可以名垂千古了。他死了之后举国震动，光绪皇帝痛哭流涕，一连几天都不吃不喝。梁启超还特意为他写了一篇叫《烈宦寇连才传》。烈宦什么意思啊？就烈士太监，称他是烈士啊，义烈宦官。所以咱们看呢，其实太监这个群体跟其他群体都一样，阉割也没给这个群体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和普通人一样，是一群有好有坏的这么一伙人。实际说到底呢，太监就是权力博弈的一个文化符号，它的起源就是阉割情节。只有阉割对方，对方才能对自己绝对臣服，成为绝对奴才。而历朝历代的太监都证明了，阉割和绝对臣服根本画不上等号，这只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罢了。可是这个病态的一厢情愿，从古至今折磨了多少可怜人呢？元朝划分的社会等级啊，
分成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义六公七将八娼九儒十丐。那么事实上呢，官员在社会生活当中拥有优越的地位，一直向来如此。当了官呢，就能提升社会地位，带来权力和财富，这样的好处让人们趋之若鹜。其实这点呢，从古及今，应该说道理都差不多。于是就有人呢，一门心思钻研当官，就成了官迷。可这官迷呀，也不好当，因为有些官迷呀，他不是因为能力差，也不是没才华，也不是没决心，就是总当不了大官。而且一旦当了大官，马上就出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过于迷恋这个当官的权力背后那些个附加值。所以说当官啊，你要是个官迷，你一定得想清楚自己为什么当官。如果你要没想明白这个问题，很可能你在当了官过程当中就容易出事，或者压根你就当不了官。那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这个官迷都有哪些禁忌。第一个禁忌呢，是忌讳特别迷恋地位。你比如说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啊，越是缺失什么，成年后越是渴望得到什么。出身低的人呢，当官就是为能提高身份，但往往就在于提高身份之后啊，乐不可支，做出一些狂妄自大的事，最终就毁到这事上。诗仙李白就这样，在《新唐书》里记载，李白祖先在隋朝末年被流放到西域。后世有学者研究说，李白他爸爸呀是作为政治犯被流放到西北边城的，所以他爸的文化水平很高。在武则天执政后期呢，李白那时候出生在碎叶城，就是在今天的这个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的境内。李白5岁那年呢，他爸爸带着一家人呢迁到四川定居，以经商为生。幼年的李白呢，在父亲影响下呢，衣食无忧，饱读诗书。虽然家境很富裕，但是在唐朝呢，生意人呢没什么社会地位，加上祖辈又是流放犯，可想而知是不会受人尊重。所以李白从小就有愿望，他要当官。但是商人的孩子在唐朝时候呢，是不允许参加科举的，只能呢被一些名人推荐。于是25岁的时候呢，李白呢带着他爸爸给他一大笔钱，离开老家了，出去游历去了。第一站呢就到了终南山。说要当官你进山干嘛呢？这山可不是普通的山。李渊呢唐高祖称帝之后呢，就把道家祖师爷老子李耳呢看作是这个李姓的祖先，就在京城附近终南山呢建立一所老君庙，供大伙参拜。那么这里边景色很优美，皇帝和大臣呢经常到这避暑，所以当时就有很多想当官的人呢，就假装到这隐居，以便呢跟官员们往来，从而当官。这个咱们以前老梁同时讲过，管这叫终南捷径。李白呢也到终南山隐居，但是他当官心切，隐居没2天就等不到举荐，就不耐烦了，就开始去山东。去山东干嘛呢？他找孔子的第37世孙，叫孔朝甫。孔朝甫是唐代重臣，他的政治基础很深厚。李白就想呢，巴结巴结孔朝甫，看有没有机会。但没想到呢，这孔朝甫啊是真正的世外高人。这时候他回老家待着，对仕途根本就没兴趣。李白呢，只能再换个人投奔。这会儿呢，到了浙江，拜访了有个老道叫吴云，这次他算找对人了。跟着这吴道士没多久呢，吴道士就被叫进京城了。他看李白很有才华，就把他引荐给自己的同乡4名狂客贺知章。贺知章呢是个大官，这时候已经80岁了，是太子的门客。他写的诗大家也熟悉，什么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什么碧玉妆成一树高，春风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虽裁出，二日春风似剪刀。贺知章很有名。贺知章呢读到李白的诗蜀道难的时候，特别惊讶。哎呀，李白呀，你不是凡人呐，你是天上贬下来的仙人呐。所以称呼李白为浙仙人，就贬下来的仙人。李白后来诗仙这个称号就此得来了。俩人都愿意喝酒，很快成了忘年交。就30多岁李白跟80岁贺知章成了忘年交。那么贺知章呢很欣赏李白才气，就把他推荐给唐玄宗。唐玄宗也很欣赏李白才华，给了他很高的礼遇。头一次见面呢，唐玄宗就从步辇上下来亲自接见他，赏赐他御宴，给他调制汤羹。不久呢，李白就被唐玄宗任命为翰林待诏，在宫中的翰林院供职。这下把李白高兴坏了，这啥待遇啊？
皇上都这么重视我，谁也敢瞧不起我呀？所以这时候呢，李白特别迷恋这个官给他带来的地位，因为他原来从小到大想要的就是这个地位。他当时写了不少诗，什么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啊，跟我一块聊天的都是王公大臣。什么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业为交欢。就那个时候看不起我人，现在主动来拜访我来跟我交朋友。你看把李白得意成什么样了？这不就他想要的吗？地位啊！我这么有地位，想干啥不行啊？所以在顺境当中，人就难免狂妄膨胀，就干出来让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这事儿。杨国忠是杨贵妃的哥哥，高力士是对泽宠的宦官。你说李白把这两位得罪有好吗？之后皇帝一要启用李白，杨贵妃就拦着，才1年多，李白想当大官的梦就破碎了。后来李白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其实那不是他品格多高洁，是他当官不成，没办法发的牢骚。所以说，首先一个，你想当官，你忌讳迷恋当官给你带来地位。第二个呢，比较忌讳呢，迷恋自己的抱负。咱说千里为官只是为官，千里为财只是为财。你当官很多人是为了施展自己才华，达到自己理想抱负。可是毕竟这天下不是你一人说了算，你要太执着于自己抱负，你这官也当不长，也当不好。你像跟李白一样是官迷的孔夫子、孔圣人，孔子当官就是为了实现自己政治抱负，要解决社会问题。那么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他就得有地位跟权力，就得有话语权和决策权，那就得当官，否则人为言轻，你的理论思想就不能被实际应用。咱们现在做官的人有两种嘛，一种是呢当官为了干事，一种是干事为了当官啊。我说这迷恋抱负的人，就是当官为了干事的人。这《论语》里边有记载说，有一回呢，子贡问他老师孔子说，如果有一块美玉，咱是把它藏起来还是卖了它？其实这打哑谜，意思是子贡问老师，一个人该隐居还是该从政？孔子回答：孤之哉，孤之哉，吾待古者也呀。就卖了吧，卖了吧，我这等着价钱往出卖呢。可见呢，孔子多想当官。为此呢，他呢也没少努力。孔子呢19岁结婚，20岁他老婆给他生一个儿子。当时呢，这个孔子呢担任呢管理粮仓的小官。鲁国的这个国王鲁昭公很赏识他，就派人送了一条大鲤鱼，祝贺他有个儿子。孔子就因为这个给儿子取名叫孔鲤，字伯鱼。他为了讨好鲁昭公，谋得升官呢，孔子也是拼了。这个拿自己儿子这名字都当成一种这个奉承。无奈呢，这鲁昭公不中用，被3大贵族呢给撵到齐国去了。后来3大贵族之一的季家有个家臣叫杨霍，掌握了鲁国朝政。他想请孔子出来当官，孔子很鄙视杨霍，认为这个杨霍是乱臣贼子，不愿在他手底下做官。杨霍就送给孔子一头猪当礼物。按照当时的礼节，孔子必须要到杨霍家里去致谢。孔子也不想见杨霍，就专门挑一个他不在家的时候去拜谢。结果半路上呢，巧俩人还碰上。杨霍拦住孔子就问说呀，你自己身怀本领，却任凭国家混乱，这个不能叫做仁吧？孔子说是啊，这不能叫仁义。又问他说，你想做大事，却总是不去把握机遇，这不能叫做明智吧？孔子答说，也不能叫明智。杨霍接着说，岁月不等人呐，你岁数也不小了。孔子听了后呢，应承下来，答应他会去做官，但他躲着杨霍，这时候没去。一直到杨霍被赶走，鲁国的国君和3大贵族重新请孔子出仕，孔子这才正式当了官。这时候呢，他已经51了，很快呢，官至宰相。在他治理下呢，也就那么几个月吧，鲁国发生很大变化，商人也懂得公平交易，老百姓也恪守礼法，讲究孝道。这齐国一听说孔子把鲁国治理的国富民强，害怕鲁国强大了，邻居会威胁到齐国，就设计陷害，给鲁定公呢送去80个美女。这鲁定公开始沉迷美色，孔子见鲁国不能让他施展抱负，就离开鲁国了，重新寻找能让他施展才能的理想国家。于是孔子开始周游列国，他多次呢也被邀请出来当官，但是总嫌弃邀请他的人是乱臣贼子，名不正言不顺。他自己也慨叹说，我怎么总碰不上明君呢？难道我就那墙上挂的苦葫芦吗？中看不中用吗？那其实如果他能变通，就可以在有生之年呢尽可能施展他的抱负，帮助更多的百姓。说孔子是特别迷恋自己的政治抱负，名不正言不顺他不出来，其实这也是做官的一大禁忌。那中唐时期的韩愈呢也是这样。韩愈呢考中进士之后呢，
按照规定呢，要参加吏部的复试才能当官。但是韩愈连续3次复试都失败了。韩愈没像孔子那样抱怨自己时运不济、怀才不遇，而是向当时的宰相主动写了自荐信，但没得到回信。韩愈不死心，接二连三又写了好几封，但都没有回音。那么不能一步呢就在这个京城里当官，韩愈也没放弃。他回到地方呢，在节度使的幕府里任职。几年后呢，他第4次参加吏部的这个考试，这才考中。那么当了官的韩愈呢，他有政治抱负，他想把这个老百姓治理得更好。有一回他到华山玩呢，看到关中地区大旱，灾民四处乞讨。可是当时的负责这个事儿的京兆尹李时，就京官李时，封锁消息，谎报关中粮食大丰收，百姓安居乐业。韩愈得知实情之后不能容忍，他立刻上奏反映情况，结果反而遭到李时的谗言，被贬下当县令。那么这个教训呢，没有让韩愈知难而退。他复职之后呢，看见唐宪宗每年迎佛骨入皇宫，到大内里边拜谒就劝唐宪宗说你这劳民伤财，你把这佛骨给烧毁了得了。唐宪宗看过奏折后气得大怒，你这侮辱我的信仰呢，就要用极刑处死韩愈。幸亏大臣极力劝谏呢，让韩愈捡条命，被皇帝贬到当时偏远落后潮州当刺史。所以韩愈后来有首诗嘛，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8000。本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73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吾远来应有意，好说五谷张江边。给贬到那么老远的。那么韩愈到潮州一上任，就给皇上写了一篇表，这就后来有名的文章叫《谏佛骨表》。他检讨自己，说我太狂妄，不该对佛祖不敬，又把皇帝一顿夸，把皇帝自继位以来功绩都列举一遍。韩愈如此表忠心讨好皇上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早日官复原职，因为他只有官复原职，有了权力，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复兴儒学。所以你看，韩愈不仅自己跑官、要官、保官，还在主动结交权贵，向他们推荐后备才俊，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弘扬儒学。所以就说你过于迷恋自己的政治抱负，那对当官是有妨碍的。当然我们这仅仅是从做官的功利角度来判断这个事儿，它并不是完全的从一种理想角度来判断。那么如果你真想当大官的话，假如你目的就是当大官，那迷恋自己的政治抱负往往不是一件好事。那么还有一种官迷呢，他自己的能力配不上自己野心，这个也是挺大的忌讳。就是要当官当大官，很多官员一心只求往上爬，过分痴迷于平步青云，却不看看你自己有没有那能耐，把精力都花在仕途升迁上了，而没有花在能力提升上，最终容易不仅连仕途，可能连自己命都搭进去。你看南北朝时期呢，南朝宋，这贵阳王刘修范起兵造反，朝廷就派萧道成为将军，率军前去平叛。大军到了新亭呢，就今天江苏南京，刘修范呢率军前来攻城。这时候守城的官一个叫张敬儿，一个叫黄回。俩人一看刘修范带的人不多，张敬儿就回禀萧道成说，贵阳王此期前来，防备不足，我等若去诈降，一定能把他拿下。这个张敬儿不是在吹牛，他原本呢就是一介武夫，原名叫张狗儿。你这名多难听，没别的本事，有把力气，箭射得准。参军之后呢，凭借敢打敢杀呢，在战场多次孤军奋战，屡立战功，从一个无名小卒一点点升到南阳的太守。这个名字就是皇帝嫌他本名太土，什么张狗儿，给他改名叫张敬儿。那么这次平西叛乱呢，朝廷特派他和黄回来协助萧道成。这萧道成知道张敬是个官迷，就说你要能干成这个事儿我就让你当雍州刺史。张敬很高兴，按计划和黄回出了城，丢了兵器，向贵阳王投降。贵阳王刘修范信以为真，就把他俩招到身边问话。这时候黄回假装答话，说城中部队布置如何人数如何，咱怎么收拾萧道成啊？这时候张敬儿突然夺下刘修的佩刀，斩了他的首级。那么当这个张敬儿带着人头回到这个新亭之后，萧道成不答应，说你斩了刘修范就让你当这个雍州刺史吗？萧道成反悔了，他觉得雍州下属的襄阳是重镇，他不放心交给这么一个没文化的这个莽夫张敬儿。但张敬儿不依不摇，他有自己小聪明，他知道荆州刺史沈攸之跟萧道成不是一条心，
就说这个荆州啊和雍州挨着，大人你想想，我要做了雍州刺史，我就可以在这儿替您盯着沈攸之了。这句话说的萧道成心里了，于是就依他了。没多久呢，萧道成反叛，杀了暴虐的小皇帝。那么忠于宋氏的沈攸之果然起兵，最终被张敬儿给杀了。所以萧道成建立南齐之后呢，给张敬儿升了官。入朝为官，张敬儿也感到自己的能力不足，礼仪什么他完全不会，他就是个武夫。他每天下了朝，在家就偷偷的开始学《论语》。那么萧道成知道张敬儿特别官迷，所以临终前特意在遗诏当中为张敬儿加任了开封仪同三司，这朝廷对有功大臣最高的赏赐。按理说没文化的张敬儿应该知足，但没有，他还心有不甘，还想当大官。那么新皇齐武帝登基，一朝天子一朝臣，张敬儿按说应该低调行事。可就在这个时候呢，节骨眼上呢，他老婆做个梦，说梦见自己老公又升官了。结果这个呢，把张敬儿的野心给撩拨起来了。他也对其他人说，我还得升官，我还能当大官。这事儿传到新皇帝耳朵，想你这时候爵位官职都最高啊，你还不满足，你还想升官干嘛呀？你是不是要造反，把我取代了当皇帝？就这么的设下个鸿门宴，把他拿下了。在处死张敬儿之前，张敬儿感慨的把官帽扔下，说了一句话，此物误我呀，就这官衔把我耽误了。由此可见，当官的出发点对仕途有很大影响。咱们现在反腐倡廉，有很多大学生报考公务员，你问他为啥想当官，如果他的心思就想我获得权利，我搂点钱，那对不起，如果你带着这种不忘初心的心思当官，恐怕你这个仕途也不会顺利，最终你可能要倒霉。所以我们说，当官的出发点太重要了，当个官迷你也要有诸多的谨记才可以。大赦天下为哪般？我们看古装电视剧经常可以看到新皇登基大赦天下这样场景。鲁迅就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叫《风波》，背景就是溥仪在张巡的支持下演出了一场复辟的闹剧。小说里边有这么个情节，当皇帝做了龙庭了的消息传到绍兴临近小村时，村民七金嫂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可好了，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吗？你看，虽然他家里既没有在押的亲人，也没有通缉的对象，但是皇帝一登基，他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大赦。这是啥呢？就是条件反射。这就说明大赦这件事太频繁了，频繁到一个离政治远的不得了的农村妇女都产生条件反射了。那我们也就明白了，《水浒传》里头这些梁山好汉为什么一有了人命案，往往是选择出去躲风头，然后老老实实等待天下大赦。你比方说宋江坐楼杀西，杀了阎婆惜，要被赐配江州，他父亲宋太公就对他说，你现在到江州去不要做强盗，1年半载等皇恩大赦下来，回来咱们好爷俩团聚。水浒传虽然是小说，但小说都是源于生活。宋太公说等皇恩大赦下来1年半载，其实正好是唐宋大赦天下的平均时间，每隔18个月来一回大赦天下。那如此频繁的大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咱们今天给大伙说说大赦天下这些事儿。说为什么要大赦，原因有很多，主流的原因有那么3个。这个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大赦就是为了收买民心。皇上为啥一登基就大赦呢？主要是为了彰显恩德，收服民心，让老百姓感激自己。你看我这皇上是个仁慈的皇帝，你就死心塌地效忠我吧。那么关于这个原因呢，最明白不过的得数苏东坡。说的是宋仁宗嘉佑2年的时候呢，科举考试，主考官是欧阳修，考试的题目呢叫行赏忠厚之治论，其中有一篇考卷写的是深得欧阳修的这个好评，欧阳修越看越喜欢。怎么写的呢？这考卷一开头说传曰就是不知道哪个传就传曰说当初尧舜禹时期尧做皇帝的时候，当时的法官是高尧，每次呢高尧审问犯人，给犯人判死刑的时候，尧呢都站出来赦免这个犯人，然后高尧不服再判刑，尧呢再赦免，如此3次，造成什么结果呢？故天下为高尧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就天下人呢都害怕高尧呢执法的严厉，但都感激呢尧是个宽厚的好皇帝、好国君。欧阳修一看这文章写的太好了啊，三判三赦啊，这写的好，就把文章定为第一名。但是呢，他有点心虚，说看着文字笔记有点像自个儿徒弟曾巩，就唐宋八大家里的曾巩，怕回头被人说自个儿偏袒徒弟，把自个儿徒弟定为这个状元，就把这文章判为第二。结果判完以后揭开名帖，你一看呢，卷子跟曾巩没关系，这卷子谁的？苏东坡，人上面写着苏轼。虽然有点尴尬呢，这欧阳修啊跟苏轼认识之后，还是问苏轼说：“你这文章写的太好了，可我有点没弄明白。三杀三赦，你前面说传曰，说这哪段历史记载的？哪里典故？”苏东坡乐了，说：“啥传的？我瞎编的。”哎，这原话叫想当然耳，就我觉得那么事我就那么写了。所以你看，苏东坡自己编出来的典故，故事是假的，但道理是真的。皇帝大赦天下为啥呀？就为了让别人说自个儿仁慈，以此来收买民心。当然收买民心呢，光仁慈不够，还得让大家觉得自己是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所以有人呢拿大赦天下做文章，演了一场特别精彩的政治秀。这个政治秀的导演和主要演员是谁呢？唐太宗李世民。咱们都知道李世民是怎么当上皇帝呢？玄武门兵变，杀兄逼父夺来的皇位，所以他心里总有那么点虚，所以才有门神的典故嘛。他睡觉的时候都得让秦琼、敬得两员大将守在门口给自个儿把门。那么这么心虚李世民呢，为了让老百姓觉得我虽然玄武门兵变，但我也是真命天子啊，我是最真最真的真龙天子。他为了证明这个呢，他就策划了一场戏，说大唐贞观6年的腊月22，马上就要过年了。这时候呢，刑部的人送上来呀，就是要判死刑的这些囚犯。唐太宗李世民呢，亲自呢，来看这个名单，看这些死刑犯名单呢，李世民就突然哭了，动了恻隐之心，说这些人你说成了死刑犯了，这马上要过年了，都不能跟家人团聚，太可怜了。这么的吧，为了展示我的仁慈，把这些死刑犯全部回家过年啊，就什么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全部放回家过年。说你们回去呢，给你们大半年时间，把家里该嘱咐的该办的事都办完了，后事你都料理好了，过了年之后赶到秋后再回长安候斩。秋后问斩。咱们说这死刑呢，那《水浒传》里边那些好汉被判个流放从军都想办法越狱，何况死刑呢？能做死刑犯的就算有1、2个好人，大部分也都是大恶之，没什么道义可讲。所以呢，死刑犯磕头谢恩都走了，就像一缕缕青烟一样消失的无影无踪，没有人相信他们会回来。很多老百姓说这皇上太仁慈了，但是有点太心软，怎么能相信这些混蛋呢？可没想到到了第2年秋天，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400多名死囚一个都不少的全都回头产。注意啊，一个都不少，都是来履约送死的。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李世民这个真龙天子特别有感召力。所以唐太宗李世民龙心大悦，当场就把他们全赦免了。这件事记录在《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里面。白居易还特地写了一首七德舞赞颂李世民啊，死囚400来归狱，以心感人人心归。其实大伙都知道，现在我们一看是这就是演戏的，跟这些死囚犯做好扣，我一定赦免你们，到时候你们回来。所以后人欧阳修就写了一篇文章叫《纵囚论》，揭发李世民演的是一场好戏。你看这戏呀，他演的啊。所以这是大赦天下的第一个原因，收买民心。第二个原因呢，其实就是讨个吉利。咱们看皇帝生儿子，皇帝祭天啥，往往都要大赦，跟放生差不多，行善积德嘛。好让老天爷觉得我自个儿是个好人，给自己得降点福利。你比方说汉朝时候，汉武帝到了70的高龄，重病缠身，总也不好，他就开始反思。他先是回想自个儿南征北战的一生，哎呀，我杀了多少人呐！上天有好生之德，恐怕我是得罪上天了。再一想呢，曾经的巫蛊之乱呢，自个儿误信谗言，冤枉了夫人韦子夫，最后把太子刘据都给逼死了。哎呀，后悔，说自己的老婆孩子都死在自个儿手里，这不作孽吗？所以你看我为什么缠绵病榻好不了这病啊？就上天惩罚我，那怎么办呢？讨个吉利吧，让上天原谅我，我就大赦天下吧。这次大赦天下，没想到
虽然汉武帝自个儿并没好，还真有点好事发生。怎么的呢？在赦免的所有人里边呢，有个4岁的小男孩，他就是汉武帝和韦子夫的曾孙，就是原来太子刘据的孙子，叫刘病已。说怎么起这么奇怪个名字刘病已呢？这个刘病已呢，刚刚出生就遭到巫蛊之乱的迫害，全家人被杀，只有他因为是个婴儿，在襁褓之中勉强躲过一劫。当时的廷尉监丙吉不忍心让这个婴儿自生自灭，就安排2个女囚给他喂奶，还给他取名叫病已，意思他病都好了。那么刘病已出狱之后呢，汉武帝很惊讶，为了表示自己的愧疚呢，原来赦免名单里还有我这么个曾孙，干脆吧，就把刘病已这个曾孙的皇籍也给恢复了。后面事儿咱们可能很多熟悉历史朋友都知道，汉武帝死了之后呢，汉昭帝继位，20岁时候也突然病故，接替他的呢是霍光挑的昌邑王刘贺，海昏侯刘贺，做了27天皇帝，让霍光给废了。这个时候，当初救刘病已的丙吉就向权臣霍光谏言，说这刘病已通经术有美才。霍光呢就把他扶持成皇帝，这就历史上著名的汉宣帝刘询。刘询登基之后呢，一发不可收拾，展现出非常高的政治天分。在他执政期间呢，扫平了西域和匈奴，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收复了大概有170万平方公里土地，大汉呈现了历史上最大的版图，多少呢？1200万平方公里，开拓了著名的汉宣帝的中兴之治。所以你看，这是汉武帝无意中大赦天下的后果。他自个儿并没好，但是给大汉呢恩赦了一个明君，所以这是第2个大赦天下原因，就讨个吉利。大赦天下最后一个主流原因，那就是大赦天下是情有可原的，是正确的。你比方说，汉宣帝刚登基不久，就遇到很多前任留下烂摊子。当时呢，有个渤海郡，就是现在河北渤海湾一带，在当时属于蛮荒之地，因为地处偏远呢，百姓得不到教化，各方面就很落后，而且呢，因为天灾连年收成不好，百姓为了生存呢，很多人都做了盗贼。那怎么办呢？这个地方治安这么差，汉宣帝呢听人举荐，就让一个大臣叫公随到这地方处理这事儿。公随临行前呢，就问汉宣帝：“您是想让我用武力镇压这些百姓呢，还是让我安抚他们呢？”汉宣帝一听乐了：“那当然能安抚，得安抚啊，安抚比较好，谁愿意动刀动枪啊？”这么的，公宣呢就讨了圣旨，一个大赦令，赦免了渤海百姓的一切罪责。到了渤海之后呢，对渤海百姓耐心教导，对他们进行资助培训。百姓呢，在公随的感召下呢，慢慢人心向善，安定下来了。那咱们想，如果公随只是一味的惩罚，那么渤海郡的老百姓怎么可能甘心接受呢？肯定免不了反抗，接下来有可能就一场暴乱。所以大赦天下的第3个原因是什么？情有可原，就应该的。当然了，除了我说这个3个主流原因以外呢，还有这个一些非主流原因。你比方说，就是皇上高兴，你像武则天就干过这个事儿。武则天70多岁的时候，也不知道吃什么药，居然呢长出新眉毛来了，把武则天高兴够呛，就改国号叫永世，纪念自己的新眉毛。因为高兴，顺便又大赦天下。那么这种任性的事儿可能也就武则天这样的能干得出来。那么说大赦天下，有刚才我说的诸多的主流原因有什么收买人心呢，又讨个吉利，又情有可原呢，或者说皇上高兴。那么大赦天下究竟是好事坏事呢？其实古代有不少人反对过大赦。头一个反对的呢，就咱们有个成语叫凿壁偷光。凿壁偷光的主人公谁呢？匡衡，他就反对过。他说辅佐的君主当时匡衡辅佐的是汉元帝，这个汉元帝就是大赦天下的铁粉，我春天大赦天下一次，夏天我还来一遍，1年2次大赦情况是经常有。可是这么频繁的大赦，老百姓感念他的仁慈吗？没有，反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今天刚刚大赦出狱的犯人，第2天重新又犯法坐牢了。没事，反正大赦多，我最多再等个半年，我就能等到下一次大赦。甚至踩着这个点犯法的人都大有人在。匡衡就说：“皇上像教化子民最根本还要大刀阔斧的改变社会风气，你这么大赦来大赦去的，反而让社会乱套更乱。”那第2个反对大赦的谁呢？王安石。他觉得大赦天下这个事儿为政不节，就是你没有章法。他举这么例子，说一个有钱人呢叫卢助教，
他到这个下边的庄子呀，收租子的时候，遇到一伙恶人，见财起意，把他绑起来给扔到一个大缸里，用杵子给捣成肉泥了。你说多残忍！后来事发之后呢，这几个恶人呢关到监狱，准备问斩。谁知道没过多久就碰上天下大赦了，这几个恶人放出来了，出来就出来呗，还跑到卢家挑衅，笑嘻嘻问卢家人：“那你们那卢主教怎么不下庄来收个租子来呢？”你说这多气人，多恨人！所以王安石觉得大赦天下就容易放纵罪犯，反而会伤害更多的受害者。所以咱们说呀，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没有只有正面价值没有负面影响的事，关键在于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如何兴利除弊。赦免制度呢，在我国源远流长，现在虽然没有大赦天下了，但特赦还是有的。而如何发挥它的好处，避免它的弊端，这也是现代法治建设和政治操作当中必须考量的问题。古代为什么气大于亲？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大伙儿按照中国人的老理儿都要走个亲戚串个门什么的，一家人呢联络感情，一块乐呵乐呵。可是这串门你不能瞎串，各地方都有各地方规矩。比较常见的是呢，大年初一得在自己家里团聚比方说你叔叔带着你婶子呀，你大爷带着你大娘啊，你哥哥带着你嫂子一块回到这个大家子里来团聚。到初二呢，很多地方回门子就到女方那边，比方说这个你哥哥去他老丈人来了，你叔叔呢到你婶子他爸家去了，就到女方那边。到初三以后呢，轮到其他亲戚姑姨叔伯之类的，而且通常都是先紧着父亲这边的拜完了，再到母亲那边去拜年去。谁要不按这顺序来呢，就会被人挑理，说你这人不懂事儿。这就让很多年轻人不理解了，说同样是亲戚，为啥还要分这么细呢？其实亲戚这个词是个组合词，它分成亲和戚两部分。亲指的呢是你爸爸这一支叔伯姑侄这些，戚呢是指你妈妈这一支舅姨外甥外甥女这些。父亲这边呢叫内亲，母亲那边呢叫外戚。也许有的朋友不了解这些，尤其80后90后年轻人呢，可是多数的人却会有这一种潜意识，就是情感上好像这个亲跟自己关系更近，戚就相对差一点。为啥呢？很简单，亲基本上跟你是一个姓的这算一种半洗脑的情况。所以串门呢，一般先呢去亲家里，再去戚家里。说这一点中国古代是不是这样呢？正好相反。在中国古代，多数家庭里边，戚在一个人的心理地位上要远远超过亲。你看民间有句话叫娘亲舅大，他可没听说爹亲叔大的。那么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古代戚要大于亲？这里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叫亲者多为仇。什么意思呢？在封建王朝的时代，不像我们今天，亲和戚基本上除了跟不跟自己一个姓以外呢，本质上没多大区别。可是在古代呢，这个亲和戚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群体。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它就是婚姻制度不同。我们现代人呢是一夫一妻制，而过去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在一个家族里呢，很可能兄弟姐妹都不是一个妈生的，而家族的财产继承和家族权利又是在亲族内流转的。外姓人就是不跟自己一个姓的，是没资格争夺的，甚至女儿只要出嫁了，同样也没有继承的资格。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族内亲属之间呢，往往会涉及到财产继承和家族权力的争斗。对自己构成最大威胁的就是自己的伯父叔父堂兄弟甚至是亲兄弟。所以很多时候亲与亲之间难免就会互相算计防备。为啥？共同的利益在利益上是争夺的，就双方要争夺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这个不利于相互之间的感情。咱们举个例子，亲方面明朝出现过一对兄弟皇帝，就是朱祁镇和朱祁钰两兄弟。明英宗朱祁镇呢是正统皇位的继承人，而朱祁钰是他弟弟，是个王爷。朱祁镇当皇帝的时候呢，
这个邻国瓦剌总是侵扰明朝的边境，就是后来这个元朝退到漠北的时候，分成瓦剌跟鞑靼。当时明朝兵强马壮，朱祁镇决定御驾亲征，结果没想到这下坏了。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在那儿呢，这明英宗呢让人家这个瓦剌的部队啊给整个窝牢了，卷包会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皇上被抓起来了，这怎么办呢？这时候呢，掌朝大臣于谦就和当时代为监国的成王朱祁钰一合计，说咱不能任由蒙古这边啊对咱欲取欲求的威胁咱们，以这个朱祁镇为人质，所以就这么的呢，把朱祁钰推上去当皇帝。当皇帝呢，这一下子，这朱祁钰当了皇帝之后呢，就从来不主动提把朱祁镇迎回来的事儿了。他希望自个儿哥哥老死在瓦剌那边，一辈子别回来了。可瓦剌那边一看呢，也不能拿朱祁镇要挟明朝了，把他放回来吧，就给他放回去了。这时候朱祁钰已经是皇帝了，不能眼看煮熟鸭子飞了，所以朱祁镇刚回京就直接被他弟弟给软禁起来了，软禁在南宫里面，一关就是7年。防着朱祁镇比防贼还严，到什么程度呢？先是把南宫大门锁上，然后在锁里灌上铅，成死锁，你有钥匙都没用，派锦衣卫严密看管，就留一个能递食物的小洞，甚至后来连食物供应都不足，导致朱祁镇的皇后不得不自己做些针线活，托人带出去变卖维持生计。后来这个朱祁钰呢，为了避免有人呢跟这朱祁镇联络，把南宫附近的树木都给砍光了，就这地方都藏不了人。可他就这么防，最后没防住。7年之后呢，朱祁镇在几个臣子帮助下复辟了，历史上叫夺门之变。重新夺回皇位的朱祁镇第一件事就把自个儿弟弟朱祁钰关起来，让他也尝尝被软禁滋味，并且吸取自己教训，没给朱祁钰再次翻身的机会。关了他1个月，就传来消息说朱祁钰病逝了。我相信您用脚后跟都能想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亲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太大，最后迫使当事人不得不反目成仇。你像岳飞为什么必须得死？那还不就是宋高宗赵构像朱祁钰一样，不希望让自己的父亲宋徽宗和哥哥宋钦宗回来跟自己争皇位吗？历史上大把这样的例子呀。你看皇宫里头这种争夺皇位基本上都是在亲族之间产生的。唐朝的玄武门事变清朝九子夺嫡，太多的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的惨剧。所以说在古代，但凡家庭条件优越、人丁兴旺的，亲之间的关系都不怎么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由于双方争夺的利益趋同，所以往往亲者多为仇。第二个，说到气呢，背靠外戚好乘凉。这个外戚跟内亲比好在哪儿呢？首先因为继承制度的关系，外戚不太可能涉及到财产权利争夺，就跟当事人没有直接利益冲突。没有利益冲突，同时相互之间具有血缘关系，关键时候还能帮得上忙。这两方面综合原因就决定了外戚在实际上比内亲更可靠。你看咱们看过有些个历史剧，其实也反映历史真实的事儿。你像大秦帝国之崛起什么《芈月传》的，都说到历史上一些真实的事儿。你看里面有个秦昭襄王嬴稷这个社稷的地，秦国就在他治理下才真正成为之后统一天下这么一个大国，可以说他打下坚实基础。他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大成就呢？这个秦昭襄王嬴稷最主要原因他有个好舅舅魏冉。这嬴稷年幼的时候就面临着我们说的亲族之间利益争夺，他就被送到燕国当人质。结果在燕国当人质这段时间呢，秦武王自己也托大玩举鼎，把自己砸死了。所以秦国就陷入诸多这个公子争位的局面。这时候手里掌握着秦国兵权的魏冉站出来，力挺他的亲外甥嬴稷继位，靠着强硬手段把这个外甥给推上去了。可他虽然继位，但毕竟岁数小，很多人呢不服他，尤其那些个宗室子弟，甚至密谋造反要篡位。又是他舅舅魏冉挺身而出，平定了各个地方的叛乱，让自己外甥坐稳王位。之后呢，他可以说是为秦国东挡西杀立下汗马功劳，开疆拓土。司马迁在史记上对魏冉的评价都很高，说魏冉秦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夷地若诸侯，
天下皆西乡其首者，魏冉之功也。就是秦国的强大，把各个诸侯啊都弄得衰弱了，魏冉呢功不可没。后来呢，他还在要退休的时候，帮助秦国培养了一个杀神白起，为日后长平之战一举为秦国奠定统一天下的资本。所以相比于魏冉这个外戚来说，嬴稷那些个宗室兄弟叔伯那些亲，除了给他在后面捣乱和分享胜利果实之外，基本上是一无是处。那这种相似的例子其实不光是皇族，民间很多。你看什么隋末这个唐初的韩擒虎跟李靖，外甥跟舅舅的关系，是韩擒虎一手把李靖带成了可以说天下的栋梁之才。再有你像卫青霍去病，舅舅外甥，同样也是千古传颂的佳话。所以说在古代有一个强大的外戚，那是令人非常羡慕的一件事。那么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说，既然你说这么多外戚的好处，这也好那也好，为什么在史书里我们发现这外戚也不怎么受待见，评价很低，经常强调外戚不得干政，这不自相矛盾吗？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外戚优点，都是从个人情感出发，你要是放到朝政的角度那就不一样了。外戚特点呢，反而会让他遭受排斥，这里面有几个原因。首先呢，外戚它有时效性。打个比方，你跟你舅舅你姨关系好，可不等于你儿子跟他们关系就好。按辈分来讲呢，这你儿子呢得管你的舅舅啊，你的姨呢那叫这个，比方说舅爷姨奶叫这个隔着辈儿就不见得关系好了。他要是真亲，他恐怕也他跟他自个儿的舅舅，就跟你媳妇儿的兄弟啊姐妹什么的这好。所以外戚呢，它有时效性，是一代一代不断更新的。你当皇帝让外戚掌权了，有帮助，那也是针对你自己。等你死了，到下一任皇帝继位，那外戚就不一定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历代外戚专权乱国，大多数这种情况。你像西汉的吕氏和窦氏，吕太后、窦太后，都是皇帝在位时候帮了不少忙。等下一任皇帝上来，要是不把他们取缔了，那皇帝自己权力就会受到限制。所以这时候你上一辈那个外戚力量很强大，对下一任皇帝来说往往意味着是灾难。所以我们看一些很英明的皇帝都会在自己在位的时候重用外戚，自己快死了就把这些外戚撤掉，为自己的继任者下任皇帝来扫除障碍。还有第二点呢，就是外戚容易挡人道，阻人前途。你作为外戚有着特殊的条件，跟皇帝走得近，那自然得到的机会就多。可是呢，权力位置就那么些，都让你占了，那别人怎么办呢？而且这外戚这属于先天的条件，这并不是后天努力结果，它并不公平。所以你这个挡人道就如同杀人父母，自然作为那些跟皇上沾不上关系的人，还想要出人头地的，那就得攻击你，就得压制你们。有意见人就多了。所以呢，历史上呢，经常会有这种外戚不得干政的说法，而好几朝好几代都曾经做过明确的规定，外戚不得干政。所以总的来说在古代真论实打实的感情，那还是戚大于亲的。不过那也就是在过去的封建时代，对于生活在现代我们来说亲和戚已经没啥实际区别了。你看大家都独生子女，那要论血缘关系哪边都差不多，也没有什么兄弟姐妹，也没人跟你争家产，甚至以后什么舅啊、姨啊、姑啊、伯啊、叔啊、堂兄堂姐、表哥表妹都成了稀有品种了，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分什么亲和戚的亲属贵贱。本期话题，难得激流勇退。我在盘点去年一年发现有一条新闻到现在依然有不少人在议论，那就是阿里巴巴的马云宣布退休的消息。为什么引起这么大反响？这马云岁数并不大，而且阿里的事业又在巅峰的时候，那么一般在这个时候掌门人是不愿意激流勇退下来的。而且马云甭管他是真退休还是假退休，还是垂帘听政当太上皇，至少他宣布退休之后他也确实在几个长袖善舞的舞台上隐身了。那么我们说这个激流勇退对于马云来说，他需要很大的勇气。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激流勇退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咱们讲讲历史，你就能明白马云此举啊，应该说是很有勇气，也是痛下决心的结果。你看《史记》里边就记述了一位急流勇退比较成功的人，就是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之后呢，为了保命啊，在吴国当人质，放牛牧羊，伺候吴王整3年。这3年呢，范蠡一直跟随着越王勾践。吴王让他留在吴国当官，他都不干，对越王那是非常忠心。回到越国之后呢，越王卧薪尝胆，准备复仇，范蠡就在其左右啊，运筹谋划，长达20余年，终于辅佐越王报仇雪恨，成就霸业。可以说越王勾践的成功呢，范蠡是头号功臣，立了大功。可是成功之后呢，范蠡却悄悄离开了越国，从此改名换姓。范蠡为什么在人生的巅峰能够急流勇退呢？他在到达齐国之后啊，给他的好朋友同是越王谋臣的文种写去一封信，信里边说了一些很有名的话，咱们今天总有人提，说这个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常敬鸟会，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说这个飞鸟射尽了，弓箭就会被藏起来不用；兔子给打死了，猎狗就会被主人呢杀掉吃肉。越王勾践这人脖子长，嘴尖，像鸟嘴一样，这样的人你只能跟他共患难，不能跟他共享乐。我建议你啊，还是学我，撤吧。那么其实范蠡呢，并不是凭面相就断定一个人，这是他对人性看得通透。当年呢，他就利用了人性的这个弱点，借刀杀人，让吴王呢杀死了谋臣伍子胥。就是范蠡在自己的所作所为身上早就悟出来这个道理。这伍子胥呢，当初对吴王夫差有大恩。吴王夫差的父亲当王的时候呢，伍子胥呢就辅佐老吴王阖闾。诸公子争储君之位的时候，夫差几次险些被废，都是伍子胥以死相争，才保夫差当了吴王。但是呢，夫差上位了，也把越国打败了，就觉得伍子胥没什么用了。这就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范蠡就利用这一点，利用这个吴王夫差这个心理，他呀买通了吴国的太宰伯嚭，让他离间2个人，最后还很成功的把伍子胥给消灭了。有一回呢，伍子胥劝谏，让吴王啊暂时不要攻打齐国，先灭了越国，认为越国是身边的心腹大患。伯嚭呢就跟吴王夫差进谗言，说这是伍子胥的阴谋，他是倚仗齐国以自重，将来要反吴。这吴王夫差呢早就反伍子胥了，一听这话说这还了得，就派人送一把宝剑给伍子胥，命令他自杀。伍子胥死前就说呀，你看看，等我死后啊，你们把我眼睛挖出来，置于东门之上，我要看着吴国灭亡，看着越王的军队打进来。吴王听说之后大怒，下令把伍子胥的尸体啊装在赤夷子皮里。什么是赤夷子皮呢？就当时用牛皮做的喝酒的酒器，把伍子胥尸体装到这里头，然后呢扔到这个江里边。这等于是范蠡间接害死了伍子胥。当然范蠡对伍子胥这个人他很敬重，但没办法，两人各为其主，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范蠡离开越国之后呢，隐退之后给自己改的第一个名字就叫赤夷子皮。一个是给伍子胥赔罪，第二个呢是用伍子胥的下场给自己提个醒。可笑的是呢，最近这几年呢，范蠡的故乡浙江某地方啊，特意生产一种这个酒，名字就叫赤夷子皮，说是为纪念范蠡。我听之后我是哈哈大笑，为啥？你纪念什么？纪念范蠡自己的后悔跟愧疚吗？就这明显是不懂历史造成的。那么范蠡的预判对吗？太对了。这个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啊，他这个想法他告诉文种之后呢，文种虽然相信了，但他没走，只不过呢假装成病，从此不上朝，他以为这样就能躲得了灾祸。结果不久就有人跟这个越王勾践进谗言，说文种要造反。于是越王赐一把剑给文种，说你教了我7条伐吴的计策，我用了3条就打败越国了，剩下那4条啊，你替我去先王那告诉先王吧。那意思你太聪明了，你比我还聪明，你活着我没安全感，你还是到阴间辅佐先王去了。文种没办法，只能自杀。有人说这文种太傻了，那伍子胥活例子在那摆着呢，他怎么就那么贪婪呢？就舍不开这名利呢？
我跟各位说呀，纵观历史，像文种这么做的那是大多数。李白这个有一首《行路难》，在里边他这么写的，叫武官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允身。子虚计弃吴江上，屈原中投湘水滨。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睡驾苦不早。最后李白写：且乐人生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他说伍子胥、屈原、陆机、李斯都是贤达之人，他们不懂历史吗？他们怎么就没学到前车之鉴呢？其实历史往往就是这样，读史使人明智不假，但我们有时候道理是明白的，想做到却难。最简单的例子，咱每人上学的时候，老师跟父母都会说，你得好好学习啊，现在你多努力，以后就少遭罪。可有几个人能真正照做呢？咱不明白这道理吗？太明白了。但有时候你看，打游戏就比看书有意思，打篮球就是比背课文过瘾。包括现在我们有人说戒烟呐，你这个会收获健康，那收获健康不知道多少年的事呢。可是眼下不抽烟，饭后一支烟，快似活神仙，所以有人就戒不了。说高兴的事立竿见影，你像学习戒烟这些好处，可能得过些年才能看到成效。激流勇退也是这样，就是你这激流勇退之后，你怎么办？你说万一这个国家啊，万一皇上还需要我呢？万一我退了之后境遇照现在差多了呢？再一个，很多人解决不了，我都忙了大半辈子，我一旦退下我干什么去？所以这个激流勇退呀，很多人明白这道理，他做不到，他并不完全是贪恋权位。那有人说这越王也够狠毒的了啊，帮你打江山功臣你都杀啊，你是人性扭曲，道德沦丧啊。范蠡走了，文种杀了，以后谁还敢在你身边辅佐你？其实还真不是这样。越王怕不怕呢？他怕这种情况，但是他更怕呀，这些个谋士哪天被别人收买了，帮助别的王国灭了越国。所以越王的担心呢并不多余。范蠡呢退了之后离开越国，到了齐国，垦荒耕作，经营商业，几年就积累了巨额家产。范蠡呢也被称为财神爷，他改了一名叫陶朱公，现在一提谁是陶朱公，那就是大富翁。范蠡当时还仗义疏财，名声很快传开了，得到齐王赏识，把他请过去做相国。如果范蠡想要好好当个相国，那势必有一天他得跟自己的祖国越国刀兵相见，那不是范蠡想要的。于是他再次散尽家财，激流勇退，远走他乡。另外呢，皇上也害怕这些有识之士取而代之。宋太祖赵匡胤就是后周的臣子，结果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所以他一上台就搞个杯酒释兵权。朱元璋得了江山以后，也是把功臣杀干干净净，因为他没法判断这些功臣呢将来会不会有反意，所以他没法判断，就都杀干净。你辨别成本太高，那我索性就一劳永逸。而这些功臣里边呢，朱元璋守的最后就汤和活下来了。这汤和保命的绝招呢，也是激流勇退。汤和也不争功，打下江山之后，朱元璋封汤和为侯，而跟他战功相当呢，都封了公。咱们都说公侯伯子男嘛，公比侯大一级。汤和也不争，也不发怨言，还审时度势，激流勇退。到朱元璋晚年的时候呢，他先开口啊，请求告老还乡。朱元璋挺高兴，解除汤和兵权，还给他修了老家的宅子。回乡之后，这汤和也很自律，整天我就喝酒下棋，游山玩水，我根本不结交官员跟乡绅，也不往议朝政，而且每年呢都会上京朝见朱元璋，一直到老的站不起来，见朱元璋都不能说话了，就直磕头。朱元璋看这个情形，泪流不已呀，厚赠黄金作为他的丧葬费。汤和如此这般，才得以寿终正寝。但其实呢，历代帝王啊，都不太喜欢激流勇退的人，他们更喜欢忠心耿耿的。我让你生就生，让你死就死，我还想用你呢，你先跑了能行吗？怎么的，使唤不动你了？你对我不忠心了？这种事唐朝有这么一件事。唐朝的第一位宰相裴寂跟唐高祖李渊呢感情非常好，帮助李渊起兵反隋，对李渊帮助很大。李渊呢还要把自己的儿子赵王李元景让他和裴寂的女儿啊结了婚，两人还当了亲家。但是玄武门政变之后呢，裴寂就有点不想卷入日趋激烈的权力争斗，就向唐高祖李渊请求告老还乡，激流勇退。可李渊不同意，极力挽留，还哭说你可不能走啊，你得留下来陪我呀，等我当太上皇，咱俩一块养老啊，逍遥自在，不亦乐乎。裴寂没招，留下来。等到李世民就唐太宗登基之后，一度很看重裴寂，
各种赏赐加封。但是裴寂呢，始终客客气气，保持距离。李世民一看说，这是不想为我所用啊。结果呢，后来有一点事儿呢，跟裴寂呢就牵连上了。当然裴寂人也没谋反，就别人的事儿，李世民呢为这点小事儿免去裴寂的官职，削了他一半的封地，让他回家。裴寂从此更加谨慎小心。有一回呢，有一个狂人对裴寂家奴说你家主子有这天分，是当皇帝的命。裴寂听了这话吓坏了，都不敢上报，还杀人灭口。事情败露了，李世民把他流放到靖州，一直到靖州出现叛乱，裴寂呢率家童平息叛乱，唐太宗才让他还朝。可惜呢，在回京路上裴寂就病死了。所以你看呢，历史上这急流勇退不那么容易真不是说贪恋权位4个字那么简单。当然呢，现代人就好多了。你看苏联解体之后呢，首任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我记得在1999年12月31号中午12点发表电视讲话，说我提前辞去总统职务，并且任命普京为代总统。叶利钦提前辞职呢，使总统大选提前了3个月，而对于处于最佳竞选期的普京来说，是最大的政治支持。那你看，作为回报，普京当天就签署第1号令，说叶利钦及其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会永久得到国家保护。你看，叶利钦急流勇退，保全自己，同时也给接替者铺好了道。所以现代人这急流勇退呢，相对来说可能选项比古代要更多一些，更容易一些。但不管怎么说呢，咱古书上说那个还是人生的至理，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本期话题，忠孝真的难两全吗？我们在评论一个人人品的时候通常喜欢从4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那就是忠孝仁义。倒不一定是说你这4样都得具备，缺一不可，但起码你至少得有1、2项符合标准。要哪个人要被别人说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那这人基本就是个毫无人性的人渣。可是慢慢有人就觉得用这4个标准去评判一个人有点不严谨。为啥呢？这4个字里面的仁和义也没啥问题，两者相辅相成，互不影响。一般来说呢，这个具备仁这个优点的，他肯定义上也没什么问题。可是这忠和孝就有问题了。咱们经常说那么句话，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你说既然忠孝难两全，你用这么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去做评判标准，是不是说这个事儿就有点不严谨呢？可实际上这种标准老祖宗创造的这个标准到现在上千年了。这个标准刚开始推行的时候，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忠和孝的关系跟仁和义是一样的，是可以并列存在一起的，就说忠孝是完全能两全的。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却反而认为忠孝难两全？这是什么原因？我告诉你，这是统治者有意识的在模糊忠和孝之间的界限和区别，试图用忠来取代孝。咱们就从中国历史上刨一刨这个事情出现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忠和孝的关系是有问题的，咱们今天把它列为有矛盾。你比方说忠和孝，忠好像是对国，孝好像是对家，说你这顾得了大家就顾不了小家，顾得了国就顾不了家，有时候你为了国得舍弃家。那其实这种说法这是后来一点点衍生出来的。从根上来讲忠和孝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公和私、国和家的分别。好像现在觉得忠代表的就是家国大义，孝呢就是对自己的家人长辈的情感和职责。但是在古代，整个社会对于民族大义这种东西并不很是推崇。最早提出为国为民这种思想的是墨家，讲究的是兼爱。可是这种思想呢，跟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是冲突的。你要兼爱，那你怎么看出那个国君的重要性，统治者的重要性呢？所以墨家思想很快被淘汰了。我们以前的老梁通史节目里也讲过，那种所谓爱国的忠臣最遭皇帝记恨，就他爱的是这个国家，他不是爱的是皇上。所以皇上对于你忠于国家而不忠于皇上，那是切齿痛恨的。而贪官呢，不忠于国家却忠于皇上，皇上反而很喜欢。所以说这个忠在最早的时候
并不是我们今天理解这意思，它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职业道德。我在工作里尽职尽责就是忠了，我不掺杂其他很愚蠢的感情在里面。你看，在春秋时期，当时的社会主流文化呢是礼乐文化，那个时候的忠和孝啊地位是平等的，在某种程度上呢，孝可能的地位还要比忠高一些。你比方说《吕氏春秋》里头举了这么个例子，说楚国呀有一个叫职公的人，有一次呢，这个职公的父亲呢把别人家羊给偷了，结果职公知道之后呢，直接跑出来告发他爹，来个大义灭亲。有的人说职公正直，后来这事儿被孔老夫子知道了，孔夫子听后直摇头，说真正的正直啊，应该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就说你爹犯错了，你作为儿子，首先应该想着把你爹保下来。哎，你怎么还能去告发呢？这种行为不可取。当然，好像我们今天一说大义灭亲，很多人称赞，但是你想想，文革那时候到处都是大义灭亲，儿子告发爹，女儿告发母亲，兄弟之间互相整。如果这个社会真是广泛的提倡大义灭亲的话，有的时候我实求说你的人性何在呢？所以咱们现在呢，我记得前几年我做新闻评论的时候注意到一个事儿，河北的这个司法机构呢，就把大义灭亲这条啊从相关的法规里边做了弱化处理。我想这是以人为本，强调人权的时代一个国家应该做的事儿。那么也就是我刚才说，在这个古时候啊，有时候孝的地位还要高于忠。同样的例子在《史记》里也有。你看《史记·伍子胥列传》里边记载，伍子胥呢他是楚国人，父亲叫伍奢，是太子的老师，负责教导太子。结果太子呢跟一个叫费无忌的奸臣呢有矛盾，就被他诬陷了。这伍奢也被牵连在里边，要被处死。费无忌一看伍奢还有俩儿子活着，得斩草除根呢，所以就跟楚平王进谗言，把这俩儿子一并弄死。结果大儿子伍尚呢跟父亲一块被处死了，小儿子伍子胥呢成功跑出去，躲过一劫。伍子胥跑到吴国以后呢，就想方设法帮助吴国变得强大，然后呢，吴国打楚国，替伍子胥报仇。这样呢，伍子胥呢说服吴王阖闾呢，打败了楚国。伍子胥带兵呢，再次进入楚国的国都郢都，找楚王报仇。结果楚国现任的国君楚昭王跑了。伍子胥满腔恨意无处宣泄，就跑到已经死去的楚平王的坟墓那，把楚平王尸首重新挖出来，鞭尸300下泄愤。所以这历史上有名的掘墓鞭尸。这要是在往后的封建时期，你像隋唐啊、宋元明清啊，伍子胥肯定大逆不道啊。你说你身为楚国人，帮助别的国家打你祖国，甚至把已故君王尸体拿出来鞭尸泄愤，你这都死罪呀，这缺德了。可在当时呢，伍子胥迎来一片叫好声，很多人都赞同他的说法，他的做法。其实我们今天看伍子胥这种做法，你也不能说他就错了。如果你的祖国把你全家都给害了，如果你的国家根本不保护你的利益，却反而冤枉你、残害你，这样的国家还值得你爱吗？那么你再回来报复，我认为倒是天经地义，反而是男儿血性的表现。那种无条件忠于一个国家、爱一个国家，我认为这是违背人性的。司马迁呢在《史记》里边就赞扬说，这伍子胥呢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你看前2天这个著名的文学家白桦过世了，他当年写了一个小说《苦恋》，里边就写了一个很有名的人物，放弃了国外优厚条件回国，结果反右大革命啊，被弄得惨不忍睹。他的女儿说：“你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你吗？”当年呢，这个作品呢发表起来都非常费劲，但其实我们知道，小说体现的主旨是没有错的。如果这个国家摧残你，你还有必要爱这个国家吗？我们经常说，哎呀，那母亲那就骂错了咱们还能埋怨母亲吗？不对，一个国家跟你的关系不是母亲和孩子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绝没有一个母亲爱孩子爱得那么深沉。所以孝是人的基本感情，而忠却是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需求产生的一种客观上的要求，它和孝在人性层面是无法相提并论的。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忠和孝其实是两码事，两个不同层面上的东西，它互相之间没有冲突。但是这种关系到了秦汉之后呢，就被人彻底颠覆。秦汉以后呢，随着围绕着皇帝的中央集权建立啊，
天平越来越往君权的方向倾斜，忠的概念就发生变化了，变成了由忠于一个国家、忠于天下，改成了只对皇帝和他的家族忠诚。以前呢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原本双方呢是个权利义务的关系，后来就慢慢变成单向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从属关系。忠就这样转变成跟孝变成了一个性质的东西，只不过一个是父权，一个是君权，对象不同罢了。那为什么会转变成这样呢？那这样对皇帝对统治者是最有利，所以他自然希望你在家怎么对你爸爸啊，那么你在朝廷上就怎么对皇上。这忠和孝变成了一码事，那一码事作为同一标准下对一个人的要求，那当然就会存在冲突。所以忠和孝的关系就成了咱们现在经常调侃那句话，就是我媳妇说我和你妈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你先救哪都有问题，都不对。而且这句话在历史上呢还真就有人这么问过。曹操他儿子曹丕，曹丕在被曹操定为继承人之后啊，这个曹丕呢他爸爸就送了很多人送到曹丕这儿来干啥？辅佐他，来锻炼他。其中呢就有一个叫秉元的，能力很强。有一次曹丕在家里摆宴席招待手底下官员，也是喝多了，这曹丕突发奇想，就问在座的人，说是我现在算你们主子，要我和你们的父亲两个人同时得了一种病，快死了，能够救的这病的药丸啊就剩一颗了，你们怎么选择？大伙一看未来的君主都这么问了，很多人就高调表忠心呗，很恶心的张口就答，那当然是救君主了。唯独秉元在一旁不吱声。曹丕一看他只顾喝酒，根本不符合自己，就拍拍桌子示意说大伙儿消停点啊，安静下来。他走到秉元跟前说秉元呢，你怎么选择呢？哪知道秉元噌楞就站起来，大声说救我爸爸，这结果你满意了？说完起身就走，把曹丕就给晾到原地了。你看大伙心里都知道，在这个时候正常的选择应该救自个儿爸爸，可是秉元这种表态呢，很多人不敢。幸亏这个秉元呢死得早啊，要是后来等到曹丕当上来魏王的时候，继位之后，恐怕这秉元绝没有好果子吃。所以这选了孝呢，恐怕在封建社会里呢没啥好结果。那选了忠呢，有的时候也不行。东汉时期呢，有个叫赵褒的西辽太守，就是因为在忠孝之间选择了忠，最后愧疚的跟自杀也差不多了。因为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忠孝之间你选择忠，在一定程度上是违背人性的。这个赵褒驻守西辽的第2年呢，想把自个儿的娘接到自己身边，能够尽孝，结果弄巧成拙，正赶上鲜卑人入侵，半道把他母亲给劫走了。鲜卑人就用他母亲来威胁他，让他开城投降。赵褒纠结来纠结去，最后选择跟鲜卑族人对抗到底。这就尽忠。他在城楼上对着母亲喊说：“娘啊，儿子不孝啊，不能为了私情就辜负皇上对我的信任，对不起您了。”说带着士兵就跟鲜卑人杀起来了。结果最后虽然打败了鲜卑人，可他母亲却被杀了。当时汉灵帝呢感慨他的忠心，给他加官进爵，但是赵褒内心呢满是对母亲的愧疚，跪在母亲的坟前说：“杀母以权益，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他越说越自责，最后在他母亲坟前吐血而亡了。所以说到了秦汉以后啊，就形成了我们开头说的一直流传到现在的忠孝难两全的说法。可即使这样，作为统治者还是不够满意，就觉得光改了忠的概念啊，由原来忠国家忠天下变成了忠皇上一个人，这只剩你两难，这不行，必须还得把效忠君主放在头一位。索性呢就把孝的概念也改了，把孝给融到忠里边，就这个忠就包括了孝。所谓忠是大忠，孝是小忠，所以尽可能让你心里只有忠没有孝。你看后来呢出现了一部经书叫《孝经》，里边有一些对孝的定义，你比方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不忠非孝也，就把忠孝硬往一块捏。你说这部经书名叫《孝经》，其实不改成忠经，就纯属统治者为了愚民搞的。还有《礼记》里边提到过，说打仗不勇敢就是不孝。你说这打仗有没有勇敢跟孝有半毛钱关系吗？后来对于推崇孝道例子越来越过分，
比方什么割大腿上的肉给母亲治病，什么这郭巨埋儿奉母啊，克木侍亲，卧冰求鲤，就24孝里边这些东西基本都是扯淡的东西，都是垃圾。他目的只是让老百姓在潜意识里埋下牺牲自己成全君主的这想法。所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那是老百姓不怕苦不怕死，那跟皇上没关系。所以在古代官场上有个最好的例子可以证明，就封建君主纯忠灭孝的意图。过去按照规定呢，朝廷官员但凡谁家父母要去世了，官员本人必须辞去一切职务，回家给父母守灵27个月，说3年，他1年9个月算，表示呢对父母最后的孝顺。还有个专有名词叫丁忧。而这条规定呢，代表着孝的历史地位。当然有人说那你说国家要是强调忠的话，那就不能有这个丁忧了。不是，他正因为强调忠，就是你在家里你怎么对你爸爸对你妈，你就应该怎么对皇上。他就从这个上感同身受的往上引，所以他必须首先肯定孝。他肯定孝的目的是为了肯定忠，然后用忠来覆盖孝。所以当皇帝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抑孝扬忠。万一哪个官员在皇上最需要他的时候，家里死了人就回去丁忧去了，这皇上针对丁忧就想出一条对策，叫夺情起父。意思很明显，夺情就是剥夺了你的父子母子之情，需要你的时候，你别管什么丁忧什么27个月了，赶紧回来给我干活，你赶紧付出。晚清时期，曾国藩就曾因为丁忧挨了一顿骂，还不是挨皇上的骂，挨跟他同是一朝臣子的左宗棠的骂。就是咸丰7年，就1857年的时候，当时担任兵部右侍郎的曾国藩得到消息，说他爸爸1周前去世了。那时候离得远呢，信息也不方便，他就给皇上写了封信，说我回家要丁忧守孝。可这会儿呢，太平天国闹得正凶呢，咸丰皇帝不想让曾国藩丁忧放假，但没办法呀。曾国藩之前他母亲去世了，他在家丁忧，就半道就让皇上给叫回来一次了。你这回要再不同意，这皇上打自个儿脸也不好说。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边同意他回去丁忧，一边赶紧给左宗棠下命令，说你不管你想什么办法，你把曾国藩给我弄回来。左宗棠就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信里把曾国藩给一通臭骂，把什么《礼记》呀，还有朱熹那个《资治通鉴纲目》都给搬出来了，说你不顾大局，国家有难，君王正需要你的时候，你就顾你家里那点事儿，枉为臣子。硬生生又一次把曾国藩的丁忧给打断了。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后来曾左2个人决裂算因为这个事儿也多少有点原因。所以你看，咱们纵观整个历史关于忠和孝的演变，其实都只是为了满足封建君王的个人欲望。所谓忠孝难两全，不过是由于帝王的自私自利造成的。其实这一点呢，我们还可以从这个国家天下这个比较来看。咱们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很多人把它理解成一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还有的理解成呢，这君王的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呢后来解释的非常清楚，说什么是亡国？改姓易号谓之亡国，就是清朝取代明朝，这叫亡国。什么叫亡天下呢？就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整个人的正常权利都保证不了了，这叫亡天下。这亡国呢，跟每个老百姓关系不大。他改姓易号，今天的天下姓李，明天姓张。而亡天下，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因为和你的责权利密切相关。所以后来梁启超把这句话总结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不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更不是什么领导兴亡，匹夫有责。所以你要明白这个事儿，就知道所谓忠孝难两全，不过是流传千古的一个愚民说法而已。现在大家都喜欢看一些帝王后宫的电视剧，看着挺好挺刺激，但是看多了就特别容易被剧情误导。什么误导呢？就说后宫这些女人们呢，整天没别的事儿，就琢磨怎么争宠。宫女呢想当皇上的嫔妃，皇上的嫔妃想当皇后，皇后想坐稳皇后之位，最后当太后。所有女人都想怎么讨好皇上，最好给皇上生个儿子，这样就能够母凭子贵，飞上枝头变凤凰。但真实的历史呢，并不完全是这样。后宫里呢，还有一群女人呢，对这些事毫无兴趣。她们虽然生活在后宫，却不是皇上的女人。她们和大臣的属性一样，不仅参与朝廷的一些政策讨论呢，还负责皇上的衣食住行和后宫的建设。
历史上把这些女人呢称为宫官，宫是皇宫的宫，也就我们经常说的女官。女官不比大臣，想在复杂的这个宫廷生活当中脱颖而出，必须要具备一些过人的本领。那么中国历史上这些女官，她究竟是靠什么受到皇帝赏识的呢？首先一个，她的才学必须得出众。因为这些女官的生存之道啊，咱这么说，在后宫里她不是凭姿色，因为她们不是皇上女人，皇上选她们进来也不是因为她们长得好看，所以让你到后宫来，这后宫的环境它不比整个官场啊，它等于是个缩微版的小官场，很复杂，你没两下你驾驭不了。你看咱们说一个历史很有名的女官，女博士韩宫，她名叫韩兰英。说怎么女博士呢？博士这个称呼啊，自古就有，但是跟咱们现在这个博士的意思不一样。这个韩兰英在历史上获得了女博士这个位置，这很不容易，因为历史上的博士啊，既代表才学，同时又代表着你科举之后的一个社会地位。那么韩兰英怎么得到女博士，还被尊称为韩宫的呢？这个南齐书里边记载，吴郡韩兰英妇人有文辞，宋孝武士献中兴赋，被赏入宫。这什么意思呢？就南朝宋齐梁陈呐，宋孝武帝时候的韩兰英是一位来自吴郡的奇女子。当时呢，还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按理来说，只有朝廷大臣或者后宫嫔妃写的文章才有机会被朝廷看到。但是这个韩兰英主动写了一篇中兴赋进献给皇帝，皇上还看着了，当时就给韩兰英点赞，说能写出这等文章必是才女，招进宫里了。当然招她进来不是做嫔妃，因为当时韩兰英如果是个未婚少女的话，被封为嫔妃呀，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南齐书里提到她叫妇人有文辞，妇人这称呼，猜想韩兰英当时肯定结了婚了，所以她不是处女，所以皇帝把她招进宫是当女官的。所以南齐书里边呢提到呢，说这个韩兰英啊，立世为职，以其年老多时称为韩宫，就是他不是一辈儿伺候一辈儿皇帝，伺候好几辈儿皇帝，岁数大了，见识也多了，就被称为韩宫。韩宫本来这能叫宫都难的，但说明他这资历很深。这个韩兰英呢，到了萧道成接受禅位的时候，建立南齐以后呢，这不宋齐梁陈，宋之后是齐，宋刘裕，齐萧道成，梁萧衍，陈陈霸先嘛，宋齐梁陈。到萧道成建南齐的时候，韩兰英正式被任命为后宫司仪。到了梁武帝的时候，又被任命为博士。这时候博士是个头衔，就代表一定的地位了。随后呢，韩兰英经历了两朝7帝的治世，就经历了齐梁两朝，总共7个皇帝。粗略估算一下，他入宫时间得有30年了，加上他入宫的时候他已经20出头了，韩兰英这时候大概50多岁了。所以南齐书里才会说，以其年老多时呼为韩宫，就岁数大了又博学多才，大伙尊他为韩宫，就说白了老妖精，都成神成仙了。那么这个女博士负责什么工作呢？主要是呢教导后宫的嫔妃学习书法和文学。因为韩兰英当初入宫是因为文笔出众，她的文采在那摆着呢。那么这个历史上呢有一个小插曲来说明韩兰英这个文采有多高。就当时啊，齐武帝萧昭业让韩兰英即兴赋诗一首，结果这首诗不仅展示韩兰英的文采流传后世，而且还救了一位苦命女子的命运，改变她的命运。说这怎么回事呢？在历史上有记载，说后宫有这么一位姓严的宫女，她身世很可怜。在这个皇宫入宫前呢，她有丈夫是个酒鬼，啥事都不争气。这宫女的父母一看这姑爷气不打一处来，就想自家的这个闺女，你说这样不甘心，就强行从她丈夫那儿把自己女儿带走了，把她送到宫里。一个是在宫里能挣点钱，万一被哪个王侯将相看上了呢，那可能一下子就改变命运了。其实说白了，就是爹妈把自己闺女给卖了。结果这个可怜的宫女的故事啊，一传十，十传百，传到皇上那儿。有一天皇上兴致大发，要考个韩兰英，说你呀，给这苦命的严氏宫女啊做首诗。韩兰英听这考题一愣，然后想了想，就对着皇帝就写了一首5言诗，很快。叫丝竹犹在玉，愁人独向玉，气质将以水灵微波曲。就说这个
这边丝竹管弦的，莺歌燕舞的。结果这头呢，命运悲惨的人呢，一个人对着墙角啊，在那想自己命运，在那悲伤。说他把这个人给闲置那么长时间，也没人理，没人什么，大好青春都浪费了。你说谁可怜这个苦命的女子？哎，这就表达了这个严氏宫女的命苦。这言外之意，希望啊，皇帝能允许她出宫回家。毕竟人家丈夫是个酒鬼，没出息，那也是一天知冷知热。你在宫里边这独守空房，这滋味多难呢？皇帝一听也是一愣，心想这诗啊是给我听的，话里有话，是让我放他回家呀。这个起武帝萧昭业虽然算不上是一位多好的皇帝，但是恻隐之心还是有的。说既然韩兰英替这宫女说话了，就把这严氏宫女放过去吧，回自个儿家吧。你看韩兰英这首即兴作的诗，不仅救了这个苦命的宫女，也成为他唯一一首被流传保留下来的作品。所以我们今天知道韩兰英很有才，就是这首五言诗起了很大作用。所以说女官第一个生存之道，你得有才；第二个生存之道呢，胆识过人。说白了，这胆识过人，咱就想起那句话，叫不让须眉，你比老爷们都强。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女官，胆识过人，什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她叫傅善祥。因为咱们都知道科举里头是没有女人的，更别提女状元了。那么说到这个唯一女状元，咱得从科举考试说起。隋朝时候开始实行啊科举取士，到了1905年呢，满清废除科举，科举呢有1300多年历史，这期间出了很多男状元，没一个女状元。因为古代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你别说上京考状元，能让女子出个家门读点书，那都已经是烧高香了。在清朝，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女状元，就我说这傅善祥。她怎么能成第一个呢？得感谢太平天国。当时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呢，开设女科，允许女学生考试，这是破天荒头一次。但允许女学生考试呢，这个时候傅善祥她的尖儿就露出来了。当时考题呢总共有2道，其中一道题呢取自《论语》当中孔子的名言，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考题一出，很多考生特别高兴，说这就送分题呀。他为什么呢？怕的是这个孔夫子的言论呢，东也行西也行，你得呢根据不同的角度来辩。但是这个题没得争辩，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这是孔子的定论，那孔圣人出的，而且《论语》里边这样的话，你不能动摇啊。所以你就顺着意思往下写，那应该说这题呀你就扣上了，就合题了。所以这么一个大人物的话作为考题，你敢不顺着他说吗？所以很多考生就按照孔子的思维来答，就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但是傅善祥可不这么想的，他大胆指出孔子所说的难养是错的，然后就像咱们现在大学生写论文一样，摆事实讲道理，列举了古代很多贤淑女子，比方说孟母三迁呐、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呐，等等等等。说你看这些女人相夫教子啊，不是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结果傅善祥的文章被洪秀全看到了，洪秀全呢是赞不绝口。为啥呢？他是造反起家，他得推翻清朝的统治时候呢，首先得从推翻清朝一些既有的不合理规章制度开始。这就跟咱们历次政治运动的时候，你总得树个典型来反对原先的一些东西。洪秀全一看这么一个敢想敢说、有理有据、敢挑战封建传统思想的考生，何况是女考生，太难得了。洪秀全一激动，朱笔一挥，圈定傅善祥为状元。这还不算呢，洪秀全赏赐傅善祥啊这个非常好的衣服啊、缎子呀、什么织锦呢，给傅善祥啊花冠锦服。史书记载是但见街头巷尾中众口连呼傅状元。就当时傅善祥穿着洪秀全赐给的新衣服，骑着马在南京城里游街游了3天，一路上那是锣鼓生箫。老百姓也没见过女状元，争相出来看，说看这女状元到底是谁，长啥样。傅善祥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当然傅善祥胆识过人，后边有很多实际的例证，就是他敢大胆尝试改进太平天国上一些政策。比方说呢，他让东王杨秀清废除不准女子改嫁的条令，帮杨秀清制定太平天国解放妇女的政策，大胆提出男女平等。所以傅善祥胆识过人，这不是说他当女状元的这个唯一条件，
但是后来他这些所作所为，确实说明女官啊，要在男性当中脱颖而出，她一定得有超越男性的地方。就我说巾帼不让须眉，所以女官第二个生存之道，胆识过人。第三个生存之道呢，你跟一帮老爷们儿在一块勾心斗角，而且后宫的斗争很复杂，你要心眼儿差点，那肯定不行，得让人弄死你。所以工于心计是必须的。咱们接下来说一位女官啊，她这工于心计啊，有点负面。谁呢？北齐的女官叫陆令萱。陆令萱你听着陌生，有个电视剧我不知道你看不看过，叫《陆贞传奇》。《陆贞传奇》里的陆贞原型就是陆令萱。电视剧里边呢，陆贞最后成了中国首位女丞相，带领北齐走向昌盛。但真实历史不是这样。真实的陆令萱呢，不是女丞相了，人家都皇太后了，控制整个后宫，甚至朝政大权。北齐呢，也没有因为陆贞而昌盛，反而因为他加快灭亡的脚步。这个陆令萱虽然是陆贞原型，但两个人身份一开始就不一样。陆贞是因为织布成为女官的，陆令萱是什么呢？当皇上的奶妈，才有这样的机会。那这个当时的皇上为什么会赏识自己的奶妈陆令萱呢？因为陆令萱给了皇帝母爱。当时的皇上高纬啊，是北齐的第5任皇帝，他的父亲高湛是个昏君，在位的时候宠信坚定，生活淫乱，使得北齐啊日益式微。为了省心呢，高湛把手里烂摊子交给儿子高纬了，说我当太上皇去了，你干吧。你想把烂摊子交给儿子的父亲也不是什么好爹，所以高纬在高湛那得不到什么亲情，甚至在自己母亲胡太后的呢也得不到母爱，因为他母亲胡太后水性杨花，整天就顾着看上哪个面首啊，哪个帅哥了。所以这个时候陆令萱很快就发现高纬内心的空虚，就加大对高纬的关爱。这样在高纬呢就觉得陆令萱自己奶妈就像自己亲生母亲一样，比自己亲妈好。所以高纬继位之后，陆令萱的地位水涨船高。陆令萱呢就生出野心来了，想独步后宫当太后。但皇帝就算怎么依赖奶妈，毕竟生母胡太后立在那儿呢，你越不过去。但陆令萱一点不担心这个，他想好了计谋了。根据陆令萱的观察，他发现呢，高纬对当朝皇后就他老婆带着一个这个侍女特别感兴趣。这侍女叫穆黄花。陆令萱就盘算着这个穆黄花将来肯定有用武之处，索性就收了这个穆黄花当养女。这穆黄花第一个知道陆令萱和高纬的关系，第二个自个儿当时就是一个普通宫女，伺候皇后的，无亲无靠没有后门没背景，能当这陆令萱的养女也算有个靠山。两个人一拍即合，说白了互相利用。不久之后呢，这穆黄花呢顺利生下了小皇子高恒。陆令萱趁热打铁，抓紧实施计划，一面呢鼓捣这皇帝高纬封穆黄花为洪德夫人，先有个名分；另一方面呢，把小皇子高恒过继给皇后当养子。你看这招多好，这样高恒就有机会被立为太子。果然一切按计划顺利进行，小皇子高恒呢真就被立为太子了。这穆黄花对陆令萱感激不尽，俩人就跟亲娘俩一样往来。陆令萱的对手胡太后就是皇上的亲妈，没那么好命了。前面说胡太后出了名的水性杨花，高湛在位的时候呢就与大臣勾勾搭搭，高湛死后肆无忌惮，最终纸里包不住火，胡太后的丑事就被揭发出来。他儿子皇帝高纬知道之后特来气，一气之下把自己母亲胡太后幽禁在了北宫，从此母子俩关系一落千丈。这个有点像历史上秦始皇和他母亲赵姬的关系。这个陆令萱呢趁着胡太后落难的空档，他在外边布局，把这个皇后，就是高纬的皇后，他的父亲当朝的一个丞相给诬陷了。最后呢，这国丈呢被杀了，这皇后也被废了。你想皇后被废了，对陆令萱和穆黄花来说是绝对好的机会。所以陆令萱有事没事就劝皇帝呢立穆夫人为皇后。皇帝很犹豫，因为穆黄花身份很低，你看我宠爱，这皇后还不够格呀。所以正当皇帝闹心的时候，这胡太后站出来了。胡太后虽然被这个关起来了，但是她毕竟还是太后所以她不仅坚决反对穆黄花做皇后，还向皇帝推荐自己亲侄女大宅门出来的名门。
最终呢，这高纬呢也不傻，经过衡量呢，立了胡太后的亲侄女为胡皇后。说这陆令轩计划被破坏了没有？他不死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要说这个人心眼真多，他以高恒是太子为由啊，继续游说皇帝，说你立他亲生母亲洪德夫人穆黄花为皇后嘛。皇帝听多了也心烦，可是先前已经立过皇后，怎么办呢？架不住陆令轩一而再再而三的说，皇帝终于决定啊，立穆黄花为左皇后，胡皇后为右皇后，一左一右俩皇后。历史你这东宫西宫都得分个上下，这种平齐的左右皇后哪个朝代都没有这样。但是就这样，陆令轩和穆黄花不甘心，他想要让穆黄花成为唯一的皇后。这时候陆令轩又想了个阴招。有一天陆令轩来看胡太后，胡太后被关起来多长时间没有人来，让人还挺兴奋，俩人聊的时候，陆令轩假装说漏嘴了，说你亲侄女胡皇后在背后说你，说自个儿这个姑姑不检点啊，乱搞男女关系，丢了胡家的脸。结果这胡太后气的，因为啥？就怕人揭短呢，自己亲侄女这么说，而且我是没有我，你当不了皇后啊，火冒三丈，叫人把胡皇后叫来，让自己的这个家奴啊，把他头发给剃光，给你送回家去，就我代替皇上休了你了。就这么的，胡太后啊，亲手断送了自家的命脉，从此以后再就没有跟陆令轩抗衡的能力。这样一来，穆黄花顺理成章唯一的皇后了。陆令轩也因为既是皇帝奶妈，又是穆黄花的养母，双重身份得到了皇太后的待遇。所以陆令轩控制后宫之后呢，他并不满足，他又把手伸到了朝廷里。根据史书里记载呢，这陆令轩呢，把皇帝作为朝堂棋子，自己把控后宫，再勾结大臣，全方位操纵北齐大权。陆令轩虽然掌握大权呢，但是他毕竟是术有专攻，他心眼多，但他不懂朝政，他只知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加上当朝皇帝高纬一味的听陆令轩的话，最终加快了北齐的灭亡。最后梁取代了齐，这位工于心计的女官呢，最后落了个拔剑自刎的结果，被后世唾骂。所以你记住，这陆令轩和那陆贞传奇是美化了陆令轩，历史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所以今天咱们给大家总结这些正面或者负面的女官呢，她的生存之道，咱可以得出个结论：封建社会里头，女子无才就是德。能够在这样一个男性为主导的职场当中，最后拼杀出一条血路来，他非有过人之处不可。所以咱们现代社会也是如此。你看跟一帮老爷们勾心斗角，最后能占上风，这女的她比一般男的狠多了。所以您要在职场啊碰到那么一位女强人，你最好敬她3分，跟她有冲突的时候退避3舍吧，一般老爷们弄不过这样狠的女人。